理智与情感。简·奥斯汀，第一卷，第1章。达什伍德一家在萨塞克斯这个地方定居了许多年，家里有一座非常大的田庄，庄园的房子就建在田庄的中心，叫做诺兰庄园。祖辈传下来，一家人一直过着体面富足的日子，得到了附近邻居们的称赞。以前的庄园主人是一位单身汉，他活到了一个很高的年纪。在他活着的时候，妹妹总是陪伴着他，替他打理家里的事情。不料妹妹比他早地离开了，这让庄园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填补妹妹的空缺，老主人把侄儿亨利·达什伍德一家接到了庄园里。亨利·达什伍德先生是诺兰田庄的合法继承人，老达什伍德打算把家业传给侄儿。这位老绅士有侄儿、侄媳和他们的孩子们陪伴着，日子过得还算安逸。他变得越来越喜欢他们。亨利·达什伍德夫妇不仅是因为利益关系，而且因为他们心地善良，总是尽心尽力地照顾他，让他过着这个年纪能有的最舒适的生活。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也给他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亨利·达什伍德先生和他的前妻生下了一个儿子，和现在的太太生了3个女儿。儿子是一个非常踏实的青年。当年他的母亲留下了一大笔遗产，等到他成年时，有一半给了他，为他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不久之后，他就结婚了，又增加了一笔财产。因此，对他来说，父亲是否会继承诺兰田庄，远没有对他的几个妹妹们那样重要。要是这几个妹妹们不依靠父亲继承这笔家业带来的好处，他们的财产就会变得非常微薄。他们的母亲一无所有，父亲仅仅掌管着7000磅的财产，而对前妻另一半遗产的所有权只在他活着的时候有效。等他去世后，这半份财产就会归儿子继承。老绅士去世了，他开始阅读遗嘱，发现这份遗嘱和其他的遗嘱一样，让人感到高兴，也感到一丝失望。他并非那样偏心无情，他还是把田庄传给了侄儿。但是因为这份遗嘱附带了条件，这份遗产的价值就减少了一半。本来达什伍德先生想要这笔财产，只是为了顾念妻子和女儿，而不是只考虑自己和儿子。可这份财产偏偏要世袭给他的儿子和4岁的孙子，这样一来，他就没有权利随意使用田庄的资金，或者卖掉田庄珍贵的陵墓来供养他那些最亲近、最需要照顾的家眷。为了那个孩子，整个家业都被冻结了。想当初，这个孩子只是偶尔跟着父母去诺兰玩过几次，和其他2、3岁的孩子一样，也没有什么特别逗人的地方。不过他正牙牙学语，性子又倔强，喜欢恶作剧，喜欢大声吵闹，却赢得了老绅士的喜爱。相形之下，侄媳母女多年来关照的情分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不过老人也不想太苛刻，为了表达他对3个姑娘的一片心意，还是给每人分了1000磅。达什伍德先生起初感到非常失望，他性格开朗，本以为自己能再多活一些年岁，凭借着如此大的田庄，只要马上改进经营，节约开支，就能从收入中积攒下一大笔钱。然而这笔迟迟到手的财产在他名下只持续了1年时间，因为叔父去世后不久，他也离开了人世，留给他的遗孀和女儿们的所有财产，包括叔父的遗产在内，加起来总共也不过1万磅。当时家人发现他病得很重了，便派人去叫他的儿子。达什伍德先生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向儿子做了紧急的嘱托，叮嘱他要照顾好继母和3个妹妹。约翰·达什伍德先生不像家里其他人那样感情丰富，可是在这一刻受到这样的叮嘱，他也非常感动，答应会尽力让他们母女过得舒舒服服的。
父亲听到这番承诺，也终于放下了心。一下子，约翰·达什伍德先生开始盘算起来，如果他精打细算，到底能为他们做出多大的贡献呢？这位年轻人心思并不坏，除非你把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看作是坏心眼。总的来说，他受到很多人尊敬，因为他平常做事总是非常得体。如果他娶一个更和蔼的女人，也许会更受人尊敬，甚至他自己也会变得更和蔼一些。无奈的是，他结婚时还太年轻，而且非常偏爱他的妻子。不过，约翰·达什伍德夫人也和她丈夫非常像，只是比她更狭隘、更自私一些罢了。当她向父亲许诺的时候，心里已经在盘算，打算给她的妹妹们每人再补贴1000磅的收入。当时她确实觉得这是她力所能及的。除了目前的收入和母亲的另一半遗产之外，她还每年还能多赚4000磅。一想到这里，他心里不禁感到热乎乎的，认为自己可以再慷慨一点。是的，我可以给他们3000磅，这多大方啊！这就能保证他们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啦。3000磅呀，我可以毫不费力地省出这么一大笔钱。他整天都在这么想着，接连想了好几天，一点也没有改变主意。父亲的葬礼刚办完，约翰·达什伍德夫人也不打任何招呼，就带着孩子和仆人来到了婆婆家。谁也无法怀疑她有权利来到这里，因为从她公公去世的那一刻起，这房子就属于她的丈夫了。不过，她的举动实在太不雅观了。按照常理来说，任何一个处在达什伍德太太这个婆婆位置上的女人都会感到很不舒服。何况达什伍德太太是一个讲究体面、爽快大方的女人，对这种唐突无礼的事情，无论是谁做的或者对谁做的，她都会感到非常厌恶。约翰·达什伍德夫人在婆家从未受到过任何人的喜爱，但直到今天，她才有机会向他们表明，在必要的时候，她为人处事是完全可以不顾别人的感受的。达什伍德太太非常讨厌这种蛮横无理的行为，因此也鄙视她的儿媳。一见到儿媳进门，她就恨不得永远离开这个家。可谁让大女儿一再恳求，她才开始考虑是否要走了。后来硬是出于对3个女儿的喜爱，她才决定留下来。看在女儿们分上，还是不和那个做哥哥的闹翻为好。大女儿埃莉诺的劝说起了作用。埃莉诺的思想非常敏锐，头脑也很冷静，虽然年仅19岁，却能为母亲出主意。达什伍德太太的性情急躁，做事总是冒失。埃莉诺为大家考虑，经常出来劝阻。她心地善良，性格温柔，感情很强烈，但是她会控制自己，对于这一点，她的母亲还有待学习。不过她有一个妹妹，绝对一辈子都不想学。玛丽安在各个方面才华都和埃莉诺相媲美。她聪明敏感，只是做什么事情都心急如焚的。她伤心也好，高兴也好，都没有什么节制。她为人慷慨，和蔼可亲，也很有趣，可就是一点也不谨慎，和她的母亲一模一样。埃莉诺看到妹妹过于凭感情行事，不免有些担心，可达什伍德太太却觉得这很难得。现在他们2人极度悲伤的情绪互相影响，互相加深，那种最初的悲痛欲绝的状态一下就爆发出来，说来就来，反反复复地没有尽头。他们完全沉浸在悲伤之中，真是哪里伤心就往哪里想，越想就越痛苦，认定这辈子就这样了，谁来劝慰也无济于事。埃莉诺也很悲伤，不过她还能坚持住，尽量克制自己。她遇到事情时能和哥哥商量着办，嫂子来了能礼貌地接待，她还能劝说母亲也这样做，请她多加忍让。3妹玛格丽特是一个活泼开朗、心胸宽广的小姑娘，不过由于她已经沾染上了不少玛丽安的浪漫气质，而又不像2姐那么聪明，
在13岁的年纪，还不能跟那些经历过世事的姐姐们比肩。第2章，约翰·达什伍德夫人现在是诺兰庄园的主人，她的婆婆和她的小姑们反而成了寄居的客人。不过，有了这样的环境，她对待他们的态度反而变得文静和客气起来。她的丈夫对他们也和和气气的，她对自己的家人之外的其他人，最多也只能是这样的态度了。她非常真诚地请求他们把诺兰庄园当作自己的家。达什伍德太太觉得短时间内在附近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不如先暂时住在这里。于是她接受了他的请求。对达什伍德太太来说，待在一个老地方，随时随地都能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真是再称心不过了。当遇到高兴的事情时，没有人能像她一样那么开心地期待着幸福的到来，就好像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一样。但是，一旦遇到伤心的事情，她也会胡思乱想，失去了平常的平静。和她高兴时一样，当她伤心起来，也是无法自行开解的。约翰·达什伍德夫人根本就不赞成丈夫资助她几个妹妹，从他们小宝贝的财产中拿走3000英镑，难道不是要把她榨成一个穷光蛋吗？她请丈夫重新考虑这件事。自己的孩子，而且是唯一的儿子，她怎么能忍心剥夺他这么一大笔钱呢？几位达什伍德小姐和她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她认为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亲属关系。他们有什么权利接受她如此慷慨的资助呢？众所周知，同父异母子女之间历来就没有什么感情，但是她为什么偏偏要把自己的钱财送给同父异母的妹妹，毁了自己，也毁了他们可怜的小哈利呢？我父亲临终前有嘱咐，丈夫回答道，要我帮助寡母和妹妹们。他大概是在胡说八道。那时候他十有八九是神志不清了，要不然他就不会异想天开地要求你把自己孩子的财产白白送掉一半。亲爱的范尼，他倒没有规定具体的数目，只是笼统地要求我帮助他们，让他们的境况比他能够做到的要好一些。也许他不如索性把事情全部交给我，他总不会认为我会怠慢他们吧？可他让我许诺时，我又不能不答应，至少在那时候我是这么想的。于是我许诺了，而且还必须兑现。他们迟早要离开诺兰，到别处安家，总得帮他们一把吧。那好吧，你就帮他们一把吧。可是帮一把何必3000英镑呢？你想想看，他接着说道，这钱一旦抛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了。你那些妹妹一旦出嫁，这钱不就无影无踪了吗？真是的，这钱要是能回到我们可怜的小儿子手里。哦，当然，丈夫一本正经地说道，那可就了不得了。有朝一日，哈里会怨恨我们给他送掉了这么一大笔钱。他一旦人丁兴旺起来，这笔款子可就派大用场了。谁说不是呢？这么说，不如把钱减掉一半，这或许对大家都有好处。给他们每人500英镑，他们也够发大财的了。哦，当然是发大财了。世上哪个做哥哥的能这样照顾妹妹呢？即使是对待亲妹妹，连你的一半也做不到，何况你们只是同父异母关系，可你却如此慷慨地拿出钱来。我做事不喜欢小家子气，做丈夫的回答说，遇到这个时机，人宁可大手大脚，而别小里小气，至少不会有人觉得我亏待了他们，就连他们自己也不会有更高的期望了。谁知道他们有什么期望？夫人说道，不过我们也犯不着去考虑他们的期望，问题在于你能拿出多少。那当然，我想我可以给他们每人500英镑。其实即便没有我这份补贴，他们的母亲一去世，他们每人都能得到3000多英镑，
对于一个年轻女子来说，这是一笔相当不错的财产啦。谁说不是呢？说实在的，我看他们根本不需要额外的补贴了。他们有1万英镑可分，要是出了嫁，日子肯定会非常富裕。即使不出嫁，就靠那1万英镑得来的利息，也能在一起生活得舒舒服服的。的确如此，所以我在琢磨，整个来看，趁他们母亲活着的时候给他点补贴，这是不是比直接给他们更可取呢？我的意思是给他点年金什么的。这个方法产生的良好效果，我妹妹和他们的母亲都能感受得到。1年出100英镑，管教他们全都舒舒服服的。然而，他的妻子没有马上同意这个计划，他犹豫了一下。当然，他说这比一下子送掉1500英镑要好。不过，要是达什伍德太太活上15年，我们岂不是上了大当？15年，我亲爱的范妮，就她那命啊，连这1半时间也活不到。当然活不到。不过，你留心观察一下，人要是能领到一点年金的话，总是活个没完没了。他身强体健的，还不到40岁。年金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年一年地给下去，到时想甩都甩不掉。你不懂这种事，我可体会到给年金的不少苦楚。因为我母亲遵照我父亲的遗嘱，每年要向3个老仆人支付退休金，他发现这事烦死了。这些退休金每年支付2次，送到仆人手里可麻烦了。后来听说有一个仆人死了，可后来发现并没有这回事。我母亲伤透了脑筋。她说她的财产被这样长久地刮下去，她哪里还能做主呢？这都怪我父亲太狠心，不然这钱还不都是我母亲的，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如今我对年金感到极度厌恶，要是叫我给哪个人付年金，我说什么也不干。一个人的收入年年这样消耗下去，达什伍德先生说，这当然是件不愉快的事情。你母亲说的对，这财产就不由自己做主了。一旦到年金支付日，都要按规定支出一笔钱，这实在有些讨厌，它剥夺了一个人的自主权。那还用说？尽管如此，你还不讨好，他们觉得自己到期领取万无一失，而你又不会再多给，所以对你根本就不领情。我要是你呀，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自己决定。我绝不会给自己套上枷锁，去给他们什么年金。遇到某些年份，你要从自己的开销中拿出100英镑，甚至50英镑，可没那么容易的。亲爱的，我看你说的对，这事还是不搞年金为好。偶尔给他们几个钱，比给年金有益得多，因为钱给多了，他们只会变得大手大脚，到了年底一个小钱也多拿不出来。这是个最好的办法，不定时地送他们50英镑，这样他们什么时候也不会缺钱用，我还能充分履行我对父亲的承诺。当然如此，说实在的，我认为你父亲根本就没有让你资助他们的意思。我敢说，他所谓的帮助，不过是让你合情合理的帮点忙，比如替他们找座舒适的小房子啦，帮他们搬搬东西啦，等季节到了给他们送点鲜鱼野味啦，等等。我敢以性命担保，他没有别的意思，要不然岂不成了多多怪事？亲爱的达什伍德先生，你只要想一想，你继母和他的女儿们靠着那7000英镑得来的利息，会过上多么舒适的日子啊！况且每个女儿还有1000英镑，每年能给每人带来50英镑的收益。当然啦，他们会从中拿来支付给母亲伙食费的。总计起来，他们一年有500英镑的收入，就那么4个女人家，这些钱还不够吗？他们的花销少得很，管理家务不成问题。他们一无马车，二无马匹，也不雇佣仆人，他们不跟外人来往，什么开支也没有。你看他们有多舒服，一年500英镑啊！我简直无法想象他们哪能花掉一半，
至于说你想再给他们钱，未免太荒诞了吧？论财力，他们给你点倒差不多。哟，达什伍德先生说，你说的真是一点不假。我父亲对我的要求，除了你说的之外，肯定没有别的意思。我现在弄清楚了，我要严格履行我的承诺，按照你说的，为他们帮点忙，做点好事。等我母亲搬家的时候，我一定尽力帮她安顿好，还可以送她点小件家什。当然，约翰·达什伍德夫人说，但是有一点你还得考虑。你父母亲搬到诺兰时，斯坦希尔那儿的家具虽说都卖了，可那些瓷器、金银器皿和亚麻台布都还保存着，全部留给了你母亲。因此，他一搬家，屋里准摆得阔绰有气派的。我简直无法想象他们哪能花掉一半。你考虑到这一点，无疑事关重大啊。那可是些传家宝啊，有些金银器皿送给我们可就美啦。就是嘛，那套瓷器餐具也比我们家的漂亮多了，我看太漂亮了，他们住得起的房子根本配不上摆设。不过事情就这么不公平，你父亲光想着他们。我实话告诉你吧，你并不欠你父亲的情，不用理会他的遗愿，因为我们心里有数，他若是办得到的话，准会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他们的。这个论点是无可争辩的。如果达什伍德先生先前还有点犹豫不决的话，这下子可就铁了心了。他最终决定对他父亲的遗孀和女儿，按照他妻子所说，像邻居一样帮帮忙也就足够了。再超过这一条界限，不说有失体统，也是绝对多余的。第3章，达什伍德太太在诺兰又住了几个月。这并不是因为她不想搬走，有一段时间，她一见到自己熟悉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感到非常激动。但是现在，她已经无法再激动了。她的心情开始好转了，不再被那些让人伤心的事压倒。她现在能够思考一些别的事情了。她非常想离开这里，她非常努力地四处打听，希望能在诺兰附近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她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想要远走高飞是很难的。可是她怎么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一方面，这个地方要符合她自己需要舒适安逸的想法，另一方面也要满足她大女儿谨慎的考量。有几座房子，做母亲的本来是很喜欢的，不料大女儿却比较固执己见，坚持说房子太大住不下去。最后他们只好放弃了。达什伍德太太听丈夫说过，她儿子郑重地答应会照顾他们母女几个。丈夫临终前听到这个承诺，死的时候就感到很安心了。她和丈夫一样，非常相信儿子的这份诚意。虽然她觉得就算别说7000英镑，哪怕少一点也能过得非常富足，但她一想到女儿们就感到很高兴。再看看那个做哥哥的心思这么好，她也为他感到高兴。她责怪自己以前错怪了他，以为他不够大方。他这样对待继母和妹妹们，就说明他多么关心他们的幸福。有好一段时间，他都非常相信他的慷慨和豁达。他和儿媳刚认识的时候就瞧不起他，如今在他的家里住了半年，他更进一步了解了他的为人，就不自觉地对他更加鄙视了。尽管作为婆婆，她把母爱放在第一位，处处注意礼貌。如果不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特殊情况，婆媳俩也许还不能共处这么长时间。根据达什伍德太太的看法，出了这件事，她的女儿们理所当然是要继续待在诺兰的。这件事就发生在她大女儿和约翰·达什伍德夫人的弟弟之间，两人渐渐地产生了爱慕的感情。那位弟弟是一个非常有绅士风度的、很受人喜爱的年轻人。他的姐姐搬进诺兰庄园不久，就介绍他和他们母女相识了。从那以后，他将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了这里。
有些做母亲的会从利益关系出发，或许会进一步促成这种亲密的感情。因为爱德华·费拉斯是一位已故财主的长子，不过有些做母亲的为了谨慎起见，也许还会限制住这种感情。因为爱德华除了一笔很小的财产之外，他所有的家产都将取决于母亲的遗嘱。可是达什伍德太太对这两种情况都不在意，对她来说，只要爱德华看起来和蔼可亲，对他女儿一片真心，而埃莉诺也爱上他，那就足够了。因为财产不能拆散一对志趣相投的恋人，这与他的伦理观念是完全不相符的。埃莉诺的优点竟然没有所有认识她的人都认可，这简直让他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之所以欣赏爱德华·费拉斯，倒不是因为他的品德特别好，风度也很好。他长得不漂亮，那副样子嘛，只有和他熟悉了才觉得可爱。他过于害羞，这就让他更难表现出本性了。不过，一旦消除了这种天生的羞怯，他的一举一动都表明他胸怀坦率，待人亲切。他头脑很聪明，接受教育后就更聪明了。但是，无论从才智还是从兴趣来看，他都不能完全让他的母亲和姐姐满意。他们期望看到他出人头地，比如当个他们也说不上当个什么。他们想让他能在世界上出这样或那样的名声。他母亲希望他对政治产生兴趣，这样他就可以进入议会，或者结识一些当今的大人物。约翰·达什伍德夫人也有同样的愿望。不过，在这个崇高理想实现之前，能先看到弟弟开着一辆4轮马车，他也会感到很满足了。谁知道爱德华偏偏不喜欢大人物和4轮马车，他一心追求的是家庭的乐趣和生活的安逸。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弟弟比他更有出息。爱德华在姐姐家逗留了几个星期，才引起达什伍德太太的注意，因为他当初太悲伤了，对周围的事情也不太留意。他只是看到他安静地待着，不吵不闹，为此对他产生了好感。他从来不会在不恰当的时候用谈话来打扰他痛苦的心灵。他对他的进一步观察和赞赏，最早是由埃莉诺偶然说出的一句话引发的。那天，埃莉诺说他和他姐姐不一样，这个对比很有说服力，帮他赢得了他母亲的喜爱。只要说他不像范妮，这就足够了。他笑着说，这就是说明他为人非常厚道。我已经爱上他了。我想，埃莉诺说，你要是对他了解多了，准会喜欢他的。喜欢他？母亲笑盈盈地回答道，我心里满意了，就一定会爱上他。你会很欣赏他的。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把欣赏和喜爱分离开来呢。随后，达什伍德太太便想方设法去接近爱德华，她态度很和蔼，一下子就让他不再拘谨，很快就了解了他所有的优点。他深信爱德华是真心喜欢埃莉诺的，也许正是因此，他才有这么敏锐的观察力。不过，他确信他的品德是高尚的，就连他那文静的举止，本来是和他对年轻人的既定看法相冲突的。可是，一旦了解到他待人热情，性情温柔，就不再觉得令人厌烦了。他一察觉到爱德华对埃莉诺有点爱慕的表现，就确定他们是真心相爱了，盼着他们能很快就结婚。亲爱的玛丽安，他说，再过几个月，埃莉诺10有8九就要定下终身大事了。我们会想念她的，不过她会非常幸福的。哦，妈妈，要是离开她，我们怎么办啊？我的宝贝，这还算不上分离，我们和她就隔着几英里路，每天都能见面。你会得到一个哥哥，一个真正的情同手足的哥哥。我对爱德华的那颗心真是佩服到了极点。不过，玛丽安，你板着个脸，难道你不赞成你姐姐的选择吗？也许是吧，玛丽安说，我感到有点意外。
爱德华非常和蔼可亲，我也很喜欢他。但是他可不是那种年轻人，他缺少点什么东西，他那副样子可不引人注目。我觉得他没有那种真正能吸引我姐姐的魅力，连一丝一毫都不具备。他两眼无神，缺乏生气，没有显出美好的品德和才能。除此之外，他恐怕还没有真正的爱好，音乐对他几乎没有吸引力。他虽然非常欣赏埃莉诺的绘画，可那不是专业人士的欣赏。埃莉诺画画的时候，他总要凑到跟前。尽管如此，他对绘画显然是一窍不通。那是一种恋人的欣赏，而不是行家的欣赏。让我满意的，必须同时具备这两种气质。和一个兴趣和我不能完全合得来的人一起生活，我是不会幸福的。他必须和我情投意合，我们必须喜欢一样的书，一样的音乐。哦，妈妈，爱德华昨天晚上给我们朗读时，样子那么没精神，太不好了。我真替姐姐担心。可他倒沉得住气，好像什么都没看见一样。我简直坐不住了。那么优美的诗句常常让我激动得发狂，可是让他那样平淡无味、不动声色的朗读，谁还听得下去？考柏 William Cowper 1731万第1800，英国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和赞美诗作者，以描写乡村的风土人情而闻名。他一定擅长朗读质朴雅致的散文。我当时就这么想的，可你偏要让他念考白的诗。得了吧，妈妈，要是考柏的诗都打动不了他，那他还配读什么？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兴趣上的不同。埃莉诺没有我这样的品味，因此他可以忽略这种不足，和他在一起还觉得挺幸福的。可是我要是爱他的话，听他那样索然无味的念书，我的心都要碎成八瓣了。妈妈，我见得的世面越多，越觉得我一辈子也见不到一个我会真心爱上的男人。我的要求太高了，他必须具备爱德华所有的美德，而为美德增添光彩，他又必须品德高尚，风度迷人。别忘了，我的宝贝，你还不到17岁，对幸福失去信心还为时过早。你怎么会不如你母亲幸运呢？玛丽安，你的命运和我的命运只会有一点点不同罢了。第4章。真可惜呀，埃莉诺，玛丽安说，爱德华竟然不爱好绘画。不爱好绘画？埃莉诺回答说，你怎么能这样看？的确，他自己不画，可是他很喜欢看别人画。我敢向你保证，他绝不缺乏天资，只不过是没有机会深造罢了。他要是一步步地学下来，我想会画得很出色的。他不大相信自己这方面的鉴赏力，总是不愿意对任何画儿发表意见。不过，他先天就有一种恰当而淳朴的鉴赏力，使他一般都能做出名段。玛丽安唯恐惹姐姐生气，便不再往下说了。不过，埃莉诺说她赞赏别人的绘画，可是这种赞赏远远没有达到如醉如痴的程度。在她看来，只有达到如醉如痴的程度，才能称得上真正具有鉴赏力。姐姐的错误使她暗自发笑，然而她又佩服姐姐对爱德华的盲目偏爱，正是这种盲目偏爱才导致了那个错误。玛丽安，埃莉诺继续说道，我希望你不要认为他缺乏一般的鉴赏力。其实，我也许应该说，你不会有那种看法，因为你待他十分热诚。如果你真有那种看法的话，你肯定不会对他那么彬彬有礼。玛丽安简直不知说什么好，她无论如何也不想伤害姐姐的感情，然而又不能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最后她回答说，埃莉诺，要是我对他的称赞与你对他优点的认识不尽一致，请你不要生气。我不像你那样有那么多机会去揣摩他在意向、爱好和情趣方面的细微的倾向，但是我极其佩服他的德行和理智，我觉得他可敬可亲极了。
我敢肯定，埃莉诺笑盈盈地回答说，像这样的称赞，连她最亲近的朋友听了也不会不满意的。我很难设想你能说出更热情的赞语。玛丽安看到取悦于姐姐这么容易，禁不住也乐了。对于她的德行与理智，埃莉诺接着说，凡是经常见到她，能同她畅所欲言的人，我想谁也无法怀疑。她有卓越的见识和操守，只因生性腼腆，经常寡言少语，一时显现不出来。你了解她，能对她那实实在在的人品做出公正的评价。至于谈到你所谓的细微的倾向，有些特殊情况你没有我了解。我有时常和她在一起，而你却完全让母亲拴住了，亲热起来没完没了。我常常见到她，研究了她的情感，听取了她在文学与鉴赏方面的见解。整个来说，我敢断言，她知识渊博，酷爱读书，想象力丰富，观察问题公允而准确，情趣风雅而清纯。她各方面的能力和她的人品举止一样，你越是了解，印象越好。初看上去，她的谈吐的确不怎么出众，相貌也算不上漂亮。不过你一见到她那无比动人的眼神，你就会发现她的整个表情都十分可爱。现在我很了解她，觉得她确实漂亮，至少可以说几乎是漂亮的。你说呢，玛丽安？埃莉诺，我要是现在不认为她漂亮，马上就会这么认为的。既然你叫我爱她如爱兄长，我将看不到她外貌上的缺陷，就像我现在看不出她内心里有什么缺陷一样。一听这话，埃莉诺不禁为之一惊。她后悔自己不该那样热烈地赞扬爱德华。她觉得她对爱德华尊崇备至，她认为这种尊崇是双方互有的。不过，对这种相互尊崇，他需要有更大的把握，才能让玛丽安确信他们是相互钟情的，他自己也好感到踏实一些。他知道玛丽安和母亲忽而胡猜乱想，忽而信以为真，对他俩来说，想望着的便是有希望的，有希望的便是指日可待的。他想把事情的真相向妹妹解释清楚。我不想否认，他说，我非常看重她，我十分尊敬她，喜欢她。玛丽安突然勃然大怒起来。尊敬她，喜欢她，冷漠无情的埃莉诺，哼，比冷漠无情还坏，不然你就会感到害臊。你再说这些话，我马上就离开这个房间。埃莉诺忍不住笑了。请原谅，她说，你尽管放心，我这样平心静气地谈论我的感情，绝没有冒犯你的意思。请你相信，我的感情比我表白的还要强烈。而且你要相信，由于他有那么多优点，由于我怀疑他，希望他有情于我，我才理所当然地产生了这种感情。这既不轻率，也不唐突。但是除此之外，你切不可信以为真。我不敢保证他一定有心于我。有时候他有几分情意还很难说。在没有彻底摸清他的真实思想以前，我想自己还是不要纵容这种偏爱，不要看得过高，不要言过其实，这你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讲心里话，我并不几乎一点也不怀疑他对我特别喜爱。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问题需要考虑。他绝非是独立自主的，他母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范妮偶尔谈到过他的行为和见解，我们从不认为他是和蔼可亲的。爱德华自己也肯定知道，他假若想娶一个财产不多、身价不高的女人，一定会遇到重重困难。玛丽安惊愕地发现，她和母亲的想象已经大大超越了事实真相。你当真没有和他订婚？他说，然而这准是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不过这样推迟一下倒有两个好处，一则我不会这么快就失去你，二则爱德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提高自己的天生的鉴赏力，以便欣赏你的特殊爱好，这对你们未来的幸福是必不可少的。哦，
他若为你的天才所激发，也学会画画，那该多么令人高兴啊！埃莉诺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了妹妹。她不像玛丽安想象的那样，把对爱德华的钟情看得那么遂心如意。她有时候没精打采的，如果不是表示态度冷淡的话，就说明前景有点不妙。假如她对埃莉诺的钟情感到怀疑，大不过使她忧虑一番，不可能惹得她老是那么心灰意冷的。这里或许有个更合乎情理的原因，她的从属地位不允许她感情用事。埃莉诺知道她母亲对她的态度，既不是让她把现在的家安排得舒适一些，又不是确认她可以不严格遵循她为她制定的生财发迹之道，而自己成家。埃莉诺深知这一情况，心里不可能感到安稳。她不相信她的钟情会产生什么结果，只有她母亲和妹妹依然认为很有把握。不，他们在一起待的时间越长，她的情谊似乎越令人感到可疑。有时出现那么痛苦的几分钟，她觉得这只不过是友情而已。尽管爱德华的感情很有节制，但是一旦让他姐姐察觉了，也真够叫他心神不安的，同时也更多的使他变得粗暴无礼。他一抓住机会，便当场冲着婆婆奚落开了，神气活现地叙说起他弟弟多么虔诚远大啦，费拉斯太太绝技给2个儿子都娶门贵亲啦，谁家姑娘胆敢诱他上钩，绝没有好下场啦，说的达什伍德太太既不能佯装不知，又不能故作镇定。他鄙夷地回敬了一句，便走出房去，心想不管多么不方便，花费多么大，也要马上搬家，不能让亲爱的埃莉诺再忍受这种含沙射影式的恶语中伤了。1个星期也不多待了。德文郡 Devonshire， 英格兰西南部郡名，郡府设在埃克塞特。正当他处于这种精神状态的时候，达什伍德太太接到邮局递来的一封信，信里有个特别及时的提议，说是有一幢小房要出租，要价很便宜，房主是他的一位亲戚，是德文郡一位有钱有势的绅士。信就是这位绅士亲自写来的，写得情真意切，表现出友好相助的精神。他说他晓得他需要一处住所，虽然他现在向他提议的这座房子只是做乡舍，但是他向他保证，只要他满意这个地方，他一定根据他的需要尽力加以改修。他介绍了房屋和花园的具体情况之后，便恳挚地敦促他和女儿们一道早日光临他的寓所巴顿庄园，以便亲自权衡一下，看看巴顿乡舍因为这些房子都在同一教区，经过改修是否让他感觉舒适。看样子他确实急于想给他们提供住房，整封信写得那么友好，表妹读了哪能不高兴，特别是当他遭受近亲的冷落之后。他不需要时间去细想细问，读着读着便下定了决心。巴顿地处德文郡，远离萨塞克斯，若是在几个小时以前，仅凭这一个不利条件就足以抵消他可能具备的一切有利条件，但目前他却成了最为可取之处。搬出诺兰一带不再是不幸的事情，而是成为一心想望的目标，与继续寄人篱下，忍受儿媳的窝囊气相比，这简直是一桩幸事。诺兰纵然是个可爱的地方，但是有这样一个女人在这里做主妇，能永远离开，还是比住在这里更少些痛苦。他当即给约翰·米德尔顿爵士写信，感谢他的好意，并且接受了他的建议。然后他急忙将2封信拿给女儿们看，以便在发信前先征得他们的同意。埃莉诺素来觉得，为了谨慎起见，他们还是离诺兰远些，而不要夹在目前这帮人中间。因此基于这一点，他没有反对母亲准备搬到德文郡的打算。另外，从约翰爵士的信里看，那幢房子比较简陋，房租低得出奇，使他没有理由加以反对。因此，虽然这不是一项令他为之神往的计划，虽然他并不愿意离开诺兰一带，但他还是没有试图阻止母亲把那封表示赞同的信发出去。第5章，达什伍德太太一发出回信，就高兴地告诉了儿子和儿媳，他找到房子了，只要准备好搬家，就不再打扰他们了。他俩听到他这么说，不禁吃了一惊，
约翰·达什伍德太太没有说话，但她的丈夫很客气，他说希望搬到的地方不要离诺兰太远。达什伍德太太得意地回答说，她要搬到德文郡。爱德华一听这话，立刻把脸转向他，带着惊讶和关切的语气，这并不出他所料，重复道：德文郡。你真要去那里？离这里这么远，去德文郡的哪里？达什伍德太太说明了地点，就在埃克塞特以北不到4英里的地方。那只是一个乡下的小屋，他接着说，不过我希望能在那里接待我的很多朋友。这栋房子可以很容易地再增加1-2个房间，如果我的朋友们能毫无困难地远道赶来看我，我一定会毫无困难地给他们安排住处。最后，他非常客气地邀请约翰·达什伍德夫妇去巴顿做客，还深情地向爱德华提出了邀请。虽然他最近和儿媳的一次谈话让他下定决心，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绝不在诺兰多待一天，但是那次谈话中儿媳的主要想法对他丝毫没有影响。和以前一样，他这次搬家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把爱德华和埃莉诺分开，他想通过针锋相对的邀请爱德华向约翰·达什伍德夫人表明，你尽管反对这门亲事好了，我压根儿不接受你的看法。约翰·达什伍德先生多次对继母说，他在离诺兰这么远的地方找了座房子，叫他不能帮他搬运家具，真是让人很遗憾。这时他心里确实感到不安，他已经把对父亲的承诺限制在帮忙一点上，没想到这样一来，连这点忙都帮不上了。家具全部通过水路运走了，主要的东西有家用亚麻台布、金银器皿、瓷器、书籍，以及玛丽安漂亮的钢琴。约翰·达什伍德夫人眼看着东西一包包运走，不禁叹了口气。达什伍德太太的收入和他们的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可她竟然能拥有这么漂亮的家具，怎么能让她不觉得难受呢？这座房子达什伍德太太租用1年，里面陈设齐全，她马上就可以住进去。双方在协议中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达什伍德太太只等着处理掉她在诺兰的财务，确定好将来家里需要几个仆人，然后再启程西迁。因为她对自己关心的事情处理起来极其迅速，所以很快就办妥了。她丈夫留下的马匹，在她去世后不久就卖掉了，现在又出现了处理马车的机会，经大女儿恳切劝说，她也同意卖掉。如果按照她自己的愿望，为了让孩子们过得舒适，她还是要留下这辆马车，可奈何埃莉诺考虑周到，只好听从她的意见。这也是按照埃莉诺明智的想法，他们还把仆人的数量限制到了3个，2个女仆，1个男仆，都是从他们在诺兰已有的仆人中很快挑选出来的。那位男仆和1位女仆立刻被派往德文郡去收拾房子迎接女主人。因为达什伍德太太和米德尔顿夫人素昧平生，她宁愿马上住进乡舍，而不愿意到巴顿庄园做客。约翰爵士已经描述过房子，对此他深信不疑，没有心思再去亲自查看，等搬进去再说吧。面对儿媳得意洋洋的样子，他想要离开诺兰的迫切心情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原来儿媳看到他要搬家了，就摆出了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态，那种得意劲儿，即使在冷冰冰地请他推迟几天再走的时候，也毫不掩饰。现在该是约翰·达什伍德妥善履行对父亲的承诺的时候了。既然他出来诺兰时没有尽到责任，现在他们行将离开他的家，也许是他履行诺言的最好时机。但是达什伍德太太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她从他的话语中听出来，他所谓的帮助只不过是让他们在诺兰寄住了6个月。他总是喋喋不休，说家庭开销越来越大呀，说需要花钱的地方没完没了呀，说不管多么重要的人物也面临着无法估量的花费问题呀。听起来他自己似乎需要更多的钱财收入，而绝不想往外送钱。
自约翰·米德尔顿爵士的第一封信寄到诺兰后，不过几个星期，达什伍德母女的新家就料理妥当了，于是他们就可以启程了。最后向如此可爱的地方告别，母女们可没少流眼泪。亲爱的诺兰，离别前的那天晚上，玛丽安在房前独自徘徊，一边走一边说：“我什么时候能不留恋你呀？什么时候能安心于异乡呀？”哦，幸福的家园，你知道我现在站在这里看着你有多么痛苦，也许我再也不能站在这里看着你了。还有你们，多么熟悉的树木，你们将依然如故。你们的叶子不会因为我们搬走了而腐烂，你们的枝条不会因为我们不能再观看了而停止摇动。那是不会的，你们将依然如故，完全不知道你们给人们带来了喜悦还是哀伤，完全不知道在你们的阴影下走动的人们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是谁将留在这里享受你们给予的乐趣呢？第6章。旅途开始时，大家心情都很低落，他们只觉得前方的道路很长，没有意思。但是当靠近终点的时候，看到马上就要住的乡间了，心情就变得兴奋起来，沮丧的感觉一下子就被压下去了。当他们走进了巴顿山谷，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高兴起来。这个地方的景色很好，土地肥沃，树木茂密，牧草也很多。沿着蜿蜒的山谷走了有1英里多路，他们就来到了自己的家。房子前面只有一个绿色的小院子，他们母女几个穿过一扇整齐的小门，走进了院里。巴顿的这栋乡间住宅虽然很小，但是感觉很舒服，很紧凑。不过作为一栋乡村的房子，它也有一些缺点，因为房子建得太规整了，屋顶铺着瓦片，窗户的板子没有涂成绿色，墙上也没有爬满忍冬花。一条狭窄的穿堂过道直通到屋子后面的花园，过道的两边各有一间起居室，大约有16英尺见方。起居室向里通着下层的房间和楼梯。构成这栋小楼其他部分的是4间卧室和2间阁楼。房子建好没有多久，修缮得非常好。跟诺兰的房子相比，它确实看起来很朴素，很矮小。但是他们马上擦干了刚进屋时流出来的酸酸的眼泪。仆人们看到主人来了，一个个都高兴极了，主人也跟着开心起来。每个人都看在别人的份上，硬是装出开心的样子。现在是9月初，正好赶上好时节。他们一到这里就遇到了天公的美好，对这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对让他们长久地喜爱这个地方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房子的位置选得非常合适，它紧挨着屋子后面高耸的山峦，左右不远也有山峰陪伴着。在群山之中，有些是开阔的高地，有些则是耕地和树林带。巴顿村大致建在一座山上，站在乡舍的窗户边远眺，景色非常宜人。房子的正面视野尤其开阔，整个山谷一览无余，目光所及一直延伸到远处的乡村。山谷绵延到乡舍的前面，最终被3面环抱的山峦阻挡住。在2座最陡峭的山峦之间，沿另一个方向又分出了一条有不同用途的小山谷。总的来说，达什伍德太太对房子的大小和摆设还是满意的，因为她虽然习惯了以前的生活方式，以后少不了要增加一些东西，修缮一些地方，但是添置和修缮对她来说是一种乐趣。眼前她有足够的钱，可以把一个个房间布置得更漂亮一点。至于房子本身嘛，她说它确实太小了，我们一家人住不下了，不过年纪已经不小了，来不及大改建，暂且凑合着也够舒服的了。也许到了春天，如果我手头很宽裕的话，我想一定会宽裕的，咱们再考虑改建的事情。我希望经常邀请朋友们来这里聚会，可是这2间客厅太小了。我有点主意，打算把一间客厅扩大，加进走廊，也许再加进另一间客厅的一部分，
而把那间客厅剩下的部分改成走廊。这么一来，就又多出一间新客厅，这很容易增加一间卧室和阁楼，就能把我们的小乡舍布置得小巧又精当，舒服自在。我本来还想把楼梯修得漂亮一些，但是人不能指望一口吃成个胖子，虽然把它加宽一点并没有什么难处。到了春天，我还要看看手头有多少钱，然后根据情况来计划我们的装饰和修缮。一个妇女一生中从来没有存过钱，现在居然要从1年500英镑的收入中攒够完成所有这些改修的工作。在改修工作完成之前，他们明智地认为，就按现在这个样子，这房子也挺不错的。他们都在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在四周摆上自己的书本等物品，以便给自己建一个小小天地。玛丽安的钢琴被拆下来了，放在了合适的位置。埃莉诺的画挂在了起居室的墙壁上。第二天吃完早饭不久，正当母女们如此忙碌不停的时候，房东登门来拜访他们。他欢迎他们来到巴顿，并且说，如果眼前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在他的府邸、园子里都可以提供一切帮助。约翰·米德尔顿爵士是一位40来岁的美男子，他以前去过斯坦希尔，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那几位年轻的表侄女已经记不起来他了。他脸上带着和颜悦色的表情，那风度就像他的信件一样亲切友好。看来他们的到来让他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的舒适成了他非常关心的问题。他一遍又一遍地表示，真诚地希望他们两家能亲密相处，热情地恳求他们在安顿好之前，每天到巴顿庄园用餐。他一个劲儿地恳求着，简直到了有些失礼的地步，但是并没有惹得对方生气。他的一番好心不光只在嘴上说，他走后不到1个小时，就叫人从巴顿庄园送来一大篮子蔬菜水果，天黑之前又送来了一些野味。此外，他坚持要替他们去邮局取来往的信件，还乐意把自己的报纸每天送给他们看。米德尔顿夫人托丈夫捎来了一个非常客气的口信，表示愿意在他确定不会给他们带来不便的时候，马上来拜访达什伍德太太。作为回答，达什伍德太太也同样客气地提出了邀请，于是这位夫人第2天就被引荐给达什伍德母女了。当然，他们非常想见见他，因为他们以后能否在巴顿过上舒适的日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他。他的到访正好符合他们的心愿。米德尔顿夫人不过26、7岁，脸蛋很漂亮，身材很苗条，举止妩媚动人。她丈夫缺少的优雅举止，她倒是完全具备了。不过，如果她能多具备一些她丈夫的坦率和热情，她的举止会显得更加优雅。但是，她待了一段时间后，达什伍德母女就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对她赞美不已了。她虽然受过很好的教育，却不苟言笑，冷冷淡淡，除了非常简单的寒暄几句之外，就没有别的可以说的了。不管怎么说，话还是没少说，因为约翰爵士喜欢聊天，而且米德尔顿夫人也有远见，带了他的大孩子。他是一个6岁左右的小男孩，这就说明，一旦谈话陷入僵局，他就可以成为太太小姐们反复提起的话题。因为大家少不了要问问他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称赞他的美貌，然后再问一些别的相关的问题。不过这些都得由他的母亲代为回答。出乎米德尔顿夫人的意料，这个孩子紧紧地依偎在他身旁，一直低着头。他不由得感到疑惑，他在家里还大声吵闹的，到了客人面前怎么这么羞怯的？每当正式的拜访朋友，为了能有话题可谈，人们都会带上孩子一同前往。现在大家足足用了10分钟，谈论这个孩子到底像父亲还是像母亲，以及具体在哪些地方像哪一个。当然，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每个人都对别人的看法表示了惊讶。没过多久，达什伍德母女就有机会对客人的另外几个孩子展开一场争论。
因为约翰爵士没有得到他们同意第2天去巴顿庄园用餐的承诺，说什么也不肯离开。第7章，巴顿庄园离乡舍大约有1英里半的距离。当达什伍德母女沿着山谷走进来时，他们曾从庄园附近走过，但从房子里面望出去，却被一座山峰挡住了视线。这座房子高大而美丽，米德尔顿夫妇过着一种好客又高雅的生活风格。好客是为了满足约翰爵士的愿望，高雅则是为了满足他夫人的心意。他们家里几乎随时都有朋友来做客，他们的客人种类很多，比巴顿乡舍的还要多。这件事关系到2人的幸福，实在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虽然在性格和举止上有所不同，但在没有天赋和兴趣这一点上却非常相似。因此，他们只能将自己的职业，这个职业和社会上的职业没有关系，局限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约翰爵士喜欢打猎，米德尔顿夫人专门做妈妈。一个负责追捕猎物，一个负责逗弄孩子，这是他们仅有的能力。对米德尔顿夫人来说是有好处的，她可以全年无休地浇灌孩子，而约翰爵士只有1半的时间可以做独立活动。不过，里里外外的不断忙碌弥补了天赋和教育上的所有不足，一方面让约翰爵士精神饱满，一方面也让他的妻子在教养子女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米德尔顿夫人素来以能做好一手好菜和擅长料理家务为荣，正因为这种虚荣心，她才觉得家里举办的每一次宴会都非常快乐。不过，约翰爵士对社交活动的兴趣却是更真诚的。他喜欢邀请一大群年轻人来，屋子里都容不下他们。他们越是吵闹，他就越是感到高兴。他成了附近青少年一代的福星，因为每到夏天，他就接连不断地把大家聚集起来，在室外吃冰冻火腿和烧鸡。到了冬天，他的家庭舞会次数多得数不清，只要不是那些跳不厌的15岁少女，那么这些次数对于年轻姑娘来说都是让人非常满意的。乡里新来了一户人家，这对约翰爵士来说总是件高兴的事。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把巴顿乡舍招来的新房客都让他着迷。3位达什伍德小姐年轻又漂亮，而且毫不做作，这就足以得到他的好评。因为漂亮的姑娘只有不装模作样，才能让她的内心像外表一样充满魅力。爵士性情善良，每当有人遇到不幸时，他总是乐于帮忙。因此，能对几个表侄女表达一番好意，就让他感到一个好心人的由衷喜悦；而能让一个女眷住进他的乡舍，又会让他感到一个狩猎爱好者的由衷欢喜。因为对于一个狩猎爱好者来说，虽然他只佩服那些和自己同姓、同样喜欢打猎的人，他并不是常常愿意把女人们请到自己的庄园居住，任由他们得寸进尺。约翰爵士在门口迎接了达什伍德母女，真诚地欢迎他们来到巴顿庄园。他陪着客人走进了客厅，一次次地向几位小姐表示，没有请来几位漂亮的小伙子来迎接他们，他就感到很不踏实。前一天，这个问题就已经让他感到不安了。他说，除了他之外，他们在这里只能见到一位男客人，这是他一位特别亲近的朋友，现在就住在他的宅子里。不过他既不年轻，也不太活跃。客人这么少，希望小姐们能原谅，并且向他们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发生类似的情况。那天上午，他跑了好几家，想多请来几个人，可偏偏今晚是月光明亮的夜晚，大家都有约会。幸运的是，米德尔顿夫人的母亲才来到巴顿不久。她是一位非常快乐、非常和蔼的女人。爵士希望小姐们不会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感到无聊乏味。几位小姐和他们的母亲在会客室里看到了2位素不相识的客人，也就心满意足了，没有别的奢望了。米德尔顿夫人的母亲詹宁斯太太是一位年长的女人，性情和蔼，体型有些肥胖。她喋喋不休地说话，看起来很开心，也相当粗俗。
他很会讲笑话，自己也会跟着哈哈大笑。到晚饭结束时，他已经说了很多俏皮话，而且是长短不一的。他希望小姐们能像别人一样，心里还留着对萨塞克斯的感情，即使假装看到他们脸红，也无论是否真实。玛丽安为姐姐感到不平，感到非常恼火。她把目光转向埃莉诺，想看看她能如何忍受这番攻击。谁知道埃莉诺看到妹妹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比听到詹宁斯太太那些陈旧的玩笑还要感到痛苦。约翰爵士的朋友布兰登上校，从举止上来看，似乎并不适合做他的朋友，就像米德尔顿夫人不适合做他的妻子，詹宁斯太太不适合做米德尔顿夫人的母亲一样。他不发一言，一本正经，不过外表倒不让人讨厌。尽管玛丽安和玛格丽特认为他一定是一个年过35岁的老光棍，虽然他的脸不算漂亮，但他的神情很明智，谈吐也很有绅士风度。在这群人中，哪一位也没有任何与达什伍德母女志趣相投的地方。不过，米德尔顿夫人过于冷漠乏味，让人感到极度反感。和她相比，一本正经的布兰登上校，兴高采烈的约翰爵士及其岳母倒是更有趣一些。米德尔顿夫人好像只是在饭后看到他4个孩子吵吵嚷嚷地跑进来，她的兴致才变得高起来。这些孩子把他拉来拉去，扯他的衣服，于是大家除了谈论他们，其他的话题全部停止了。到了晚上，人们发现玛丽安很有音乐才能，就邀请她当场表演。钢琴被打开了，所有人都准备沉醉一番。玛丽安的歌声非常优美，在众人的要求下，她演唱了乐谱中最动听的几首歌曲。这些乐谱都是米德尔顿夫人出嫁时带来的，后来放在钢琴上，可能一直没有挪动过，因为米德尔顿夫人为了庆祝她的婚姻大事，就放弃了音乐。不过，按照她母亲的话来说，她弹得非常好；按照她自己的话说，她非常喜爱音乐。玛丽安的演唱得到了热烈的欢迎，每唱完一支歌曲，约翰爵士就会高声赞叹，而在表演的过程中，他又会和别人高声交谈。米德尔顿夫人一次又一次地叫他安静，不知道他听歌怎么能有哪怕是片刻的分心，而他自己却要求玛丽安再演唱一支刚刚唱完的歌曲。宾客和主人之间，唯独布兰登上校没有听得欣喜若狂。上校只是怀着敬意地听着，玛丽安当时也对他非常尊敬，而其他人毫无顾忌的都失去了他的敬意。上校对音乐的爱好虽然没有达到像醉一样痴迷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和他产生共鸣，但是和其他人那令人心寒的麻木不仁相比，却显得非常难得可贵。玛丽安非常通情达理地认为，一个35岁的男人可能早已失去了敏锐的情感和高度的鉴赏力。他完全可以理解上校的沉稳和老成，这是人类所必须的。第8章，詹宁斯太太是一位寡妇，她拥有丰厚的寡妇财产。她只有2个女儿，她亲眼看着这2个女儿嫁给了体面的人家，所以现在她闲着没事做，只能给别人说亲。她撮合这件事，只要自己力所能及，总是充满热情，精力充沛。只要是她认识的年轻人，她从不放过一次说媒拉亲的机会。她的嗅觉非常灵敏，善于发现孩子们之间的私情，而且她特别喜欢暗示哪个小姐迷上了哪位公子，把那人逗得脸红了，心里也飘飘然的。凭借着这双慧眼，她刚到巴顿不久，就断然宣布，布兰登上校一心爱上了玛丽安·达什伍德。那天晚上在一起时，从他聚精会神地听他唱歌的那个样子看，他就非常怀疑情况是这样的。后来米德尔顿夫妇来乡舍探访时，他又一次全神贯注地听他唱歌，事情就确定无疑了。事情肯定就是这样，他有100%的把握，这将是一桩天赐的良缘，男的有钱，女的漂亮。
自从在约翰爵士家第一次认识布兰登上校以来，詹宁斯太太就急着想给他找一个好妻子，同时他也总是急着给每个漂亮姑娘找一个好丈夫。当然，他自己也可以直接占到不少好处，因为这为他戏弄他们2个人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笑料。他在巴顿庄园嘲笑布兰登上校，到了乡舍就嘲弄玛丽安。对于前者，他的戏弄只牵涉到他一个人，所以他毫不在意。但是对于后者，他的嘲弄一开始是莫名其妙的，后来弄清楚是针对谁的，玛丽安真不知道该嘲笑这件事的荒唐，还是责怪他的不妥当。他认为这是对上校年纪大了和孤苦伶仃的单身汉处境的一种无情捉弄。达什伍德太太很难想象，一个比他自己年轻5岁的男人，在女儿那充满青春活力的眼中会显得多么衰老，于是就贸然替詹宁斯太太开脱说，他不至于拿上校的年纪来嘲笑。不过，妈妈，虽然这件事不能说是居心不良，但您至少不能否认那是荒唐的。当然，布兰登上校比詹宁斯太太年轻，不过他老的都可以做我父亲了。他要是曾经有兴致谈过恋爱，现在早就没有这种冲动了。真是可笑到了极点。如果人的年老和衰弱都要成为笑柄，那么什么时候才能不受到戏弄呢？衰弱，埃莉诺说道，你说布兰登上校衰弱？不难想象，他的年纪在你看来比在母亲看来要大得多，不过您总不能自欺欺人地说他手脚不灵活吧？你没听他说有风湿病吗？难道这不是最常见的衰老病症？我最亲爱的孩子，他母亲笑着说，照这么说，你一定在不停地为我的衰老而感到心惊胆战了吧？在你看来，我能活到40岁的高龄一定是个奇迹吧？妈妈，您曲解了我的意思。我知道布兰登上校还没老到让他的朋友们现在就担心会自然地失去他，他可能再活20年，但是到了35岁就不该考虑结婚了。也许，埃莉诺说道，35岁和17岁最好不要结成姻缘。不过，万一有个女人到了27岁还是独身，我看布兰登上校若是想要娶她为妻，35岁总不该成为障碍吧？过了一会儿，玛丽安说道，一个27岁的女人绝不可能春心萌动，或者惹人动情。她若是家境不好，或者财产不多，认为做妻子可以不愁生活，并且生活得安稳一些，说不定会甘愿去尽保姆的职责。因此，娶这样一个女人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这是一项实惠的协定，大家都感到称心如意。在我看来，这根本算不上婚姻，不过这也无关紧要。对我来说，这似乎只是一种商品交换，双方都想损人利己。我知道，埃莉诺回答说，不可能让你相信，一个27岁的女人可以对一个35岁的男人产生一定的爱情，使他成为自己的理想伴侣。但是我不赞成你把布兰登上校看死了，仅仅因为他昨天一个潮湿的大冷天偶尔抱怨了一声，说一只肩膀略有点风湿病的感觉，就认为他和他妻子注定要永远关在病房里。可他说起了法兰绒马甲，玛丽安说，在我看来，法兰绒马甲总是与疼痛、痉挛、风湿以及年老体弱的人所患的种种病症联系在一起的。他只要发一场高烧，你就不会这么瞧不起他了。坦白地说，玛丽安，你不感到发烧时的红脸颊、红眼睛、快脉搏也很有趣吗？说完这话，埃莉诺便走出房间了。妈妈，玛丽安随即说道，我对疾病抱有一股恐惧感，没法向你隐瞒。我敢肯定，爱德华·费拉斯身体不好。我们来这儿都快2个星期了，可他还不来。只有身体不好，才会让他拖延这么久。还有什么事情能把他耽搁在诺兰呢？你认为他会来得这么快？
达什伍德太太说，我可并不这么想。正相反，如果说我对这件事有点担忧的话，那就是我记得当初邀请他来巴顿做客时，他有时接受的不够痛快。埃莉诺是不是已经在盼他来了？我从没和他提起这件事，不过他当然在盼。我倒是认为你想错了。昨天我和他说起，想给那间空卧室安个炉子，他说现在不急，那间屋子可能一时还用不着。这就怪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过他们两人之间的态度也真叫人不可思议。他们最后告别的时候多么冷淡，多么镇静啊！他们最后聚会的那天晚上，说起话来多么无精打采啊！爱德华道别时，对埃莉诺和我们不加区别，都像亲兄长似的祝愿一声。最后一天早晨，我有2次故意把他们两人抛在屋里，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他2次都跟着我走了出来。而埃莉诺在诺兰离别爱德华时，还不及我哭得厉害。直到如今，他还一个劲儿地克制自己。他什么时候沮丧过？什么时候忧伤过？他什么时候想回避跟别人交往？在交往中，他什么时候表现出烦躁不安过？第9章，达什伍德家母女在巴顿定居下来，生活过得还算舒适，房屋、花园以及周围的草木都变得熟悉了。原本给诺兰带来一半魅力的日常活动，现在在这里都又恢复了过来。自从父亲去世后，诺兰一直没有让他们如此快乐过。约翰·米德尔顿爵士在头半个月里每天都来拜访，他在家里很闲适，看到他们总是忙忙碌碌的，便感到非常惊讶。达什伍德家的客人除了巴顿庄园的家人，来自其他地方的并不多。虽然约翰爵士一次又一次地恳求他们多和附近的邻居交往，并且一再保证他们可以随时使用他的马车，但达什伍德太太脾气很倔强，只能委屈女儿们少和外人来往。凡是步行不能到达的邻居，她都坚决不去看望。其实属于这种情况的邻居本来就很少，更何况这些邻居大多是能拜访到的。有一次，小姐们刚到不久，出去散步，顺着弯曲的艾伦汉峡谷漫步走去。前面提到，这就是从巴顿村分出来的那条小谷。在离乡舍大约1英里半的地方，发现了一栋古老有气派的大宅邸。这座宅邸让他们多少想起了诺兰，激起了他们的兴趣和遐想，不自觉地想要仔细看看。结果一打听，才知道房主是一位非常和善的老太太。不幸的是，她身体虚弱，不能和世人多交往，从来不出家门。整个乡村小路曲折，景色很美。一座座高耸的山丘从乡舍的窗户望去非常诱人，小姐们忍不住想攀登上去寻找幽静和美景。又见山谷中弥漫着尘土，美丽景色都被遮住了，只有爬到山顶才能尽情欣赏。在一个难忘的早晨，玛丽安和玛格丽特迈步向一座山上爬去，他们被阵雨洒下的些许阳光深深吸引。同时2天来阴雨连绵，他们一直被关在家里，憋得实在受不了。不过尽管玛丽安声称当天全天都会晴朗，乌云就要从山顶消散，但天气还是无法把母亲和姐姐吸引出来，他们依然是在画画和看书。于是2位小姐就一起出来了。她们兴高采烈地往山上爬去，每次看到蓝天，都会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感到高兴。一股令人振奋的强劲的西南风迎面吹来，2人不由得为母亲和埃莉诺感到担忧，惋惜他们没有来分享他们的快乐。天下还有比这更开心的吗？玛丽安说，玛格丽特，我们至少要在这里走2个小时。玛格丽特欣然同意，2人顶着风向前走，开心的又走了大约20分钟。突然间，头顶乌云密布，倾盆大雨噼里啪啦地浇下来，2人又烦又惊讶，只好无奈地往回转，
因为附近没有比他们家更近的避雨的地方。不过，他们还有一个可以安慰自己的地方，在紧急关头，这个地方显得特别合适。他们可以用最快的速度跑下陡峭的山坡，直接冲到他们花园的门口。两人开始跑起来，玛丽安先跑在前面，谁想突然绊倒了。玛格丽特想停下来去搀她，却怎么也刹不住脚，不由自主地冲了下去，平安地到达山底。就在玛丽安出事的时候，正好有个男子端着一支枪，领着2只猎犬朝山上爬去，离玛丽安不过几码远。他放下枪，跑过去扶她。玛丽安从地上爬起来，不料脚给扭了，根本站不起来。那男子走过来搀她，发现她因为害羞，不肯让她帮忙，但事不宜迟，他还是把她抱起来，送下了山，然后穿过花园。玛格丽特进来时没有关门，将她直接抱进了屋里。这时，玛格丽特也刚刚进来。那男子把玛丽安放在客厅的一把椅子上坐稳，然后才松开手。埃莉诺和母亲一见到他们进来，便都惊愕地站了起来。两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男子，对他的出现表面上表示惊讶，内心却表示赞叹。那男子对于自己的贸然闯入，一边表示歉意，一边说明理由，态度非常真诚大方。人本来就非常英俊，再听那声音，看那表情，更增添了几分魅力。即使他又老又丑，非常难看，达什伍德太太凭他救了女儿这一点，也会对他感激不尽，竭诚相待。何况他年轻又英俊，举止文雅，使他对他的行为更加叹为观止。他几次三番地向他道谢，并且带着他原有的亲切口吻，请他坐下。不过这被他谢绝了，因为他全身又脏又湿。随后，达什伍德太太问恩人的尊姓大名，他说他姓威洛比，现在住在艾伦汉，希望能赏脸，允许他明天来向达什伍德小姐问安。达什伍德太太欣然答应，随即他便冒着大雨告辞，这就使他更加惹人喜爱。威洛比堂堂的仪表和不凡的风度，立即成了全家口中称赞的话题。他们开玩笑说他对玛丽安太过殷勤，特别是想到他那迷人的外表，就忍不住笑得更加开心的带劲。玛丽安对他不像别人看得那么仔细，因为他一被他抱起来就羞得满脸通红，进屋后哪里顾得上仔细打量他。不过他也看了个大概，便跟着众人一起大力赞赏，而且总是那么有活力。他的人品风度可以和他想象中的故事里的英雄人物相媲美。他能事先不顾礼节地把他抱回家，可见真够果断的，这就使他特别称赞他的行为。他的一切都很有趣。他的名字好听，住在他们最喜欢的村庄里。玛丽安很快发现，在所有的男士服装中，狩猎夹克是最有气派的。他开始胡思乱想，心里不自觉地感到高兴，早把脚踝的疼痛抛到九霄云外。这天上午，天刚放晴，约翰爵士便上门拜访来了。他们一边给他讲述玛丽安的意外遭遇，一边迫不及待地询问他是否认识艾伦汉一个姓威洛比的先生。威洛比？约翰爵士大声叫道：“怎么，他在乡下？不过这是个好消息，我明天就坐车去找他，请他星期4来吃晚饭。”这么说，你认识他？达什伍德太太问道。认识他？当然认识。哦，他每年都来这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青年？他的确是一个好小伙子，要多好有多好。一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英格兰没有比他更勇敢的骑手。关于他，你就只能说这些？玛丽安生气地嚷道。他和别人相熟以后态度怎么样？有什么爱好、特长和才能？约翰爵士愣住了。说实话，他说，
我对他这些方面不太了解。不过他是一个可爱开朗的小伙子，养了一只黑色的猎犬，我从未见过那么可爱的小猎犬。他今天把它带出来了吗？就像约翰爵士说不清威洛比的心性一样，玛丽安也不能令人满意地告诉他那只猎犬的颜色。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埃莉诺问道。他是哪儿人？在艾伦汉有房子吗？萨默塞特郡，英格兰西南部郡名。在这一点上，约翰爵士可以提供比较确凿的信息。他对他们说，威洛比先生在乡下没有自己的财产，他只是来探望艾伦汉大院的老太太，在那儿住几天。他和老太太有一点亲戚关系，以后要继承他的财产。然后又补充说，是的，达什伍德小姐，老实跟你说吧，她非常值得追求。除了这里，她在萨默塞特郡还有一座小庄园。假如我是你的话，绝对不要把她让给妹妹，尽管他们一起滚下了山。玛丽安小姐别想独占所有的男人，她如果不当心，布兰登会吃醋的。我相信达什伍德太太和蔼地笑了笑，然后说道，我的女儿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去追求威洛比先生，使他为难。他们从小就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男人不必害怕我们，让他永远做有钱人去吧。不过从你的话里高兴地得知，他是一个体面的年轻人，还可以结识一下。我认为他是一个要多好有多好的小伙子，约翰爵士重复说道。我记得去年圣诞节在巴顿庄园的一次小舞会上，他从晚上8点一直跳到凌晨4点，一次也没坐下来。真的吗？玛丽安大声嚷道，眼里闪闪发光，而且还优雅自在，精神饱满。是的，而且8点钟就起来了，骑马去狩猎。我就喜欢这样，青年人就该是这个样子，不管爱好什么，都应该像饥饿一样孜孜不倦。我明白了，约翰爵士说，我明白了。你现在要去追求他了，从此再也不想可怜的布兰登了。约翰爵士，玛丽安生气地说道，我特别不喜欢你那个词语，我讨厌人们用陈旧不堪的词语来开玩笑。追求一个人也好，征服一个人也好，都让人感到极其厌恶。这种说法越来越显得粗俗不堪。如果说他们一度还算得上是巧言妙语的话，那么久而久之，其巧妙之处早就失去了。约翰爵士听不懂这番指责是什么意思，不过他还是开心地笑了，好像他听懂了似的。然后他回答说，是呀，不管怎么说，你肯定会征服不少人。可怜的布兰登，他已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我可以告诉你，他是非常值得你去追求的，尽管发生了这次跌跌撞撞扭伤脚踝的事件。第10章，玛丽安的救命恩人，这是玛格丽特对威洛比言过其实的雅称。第二天一早就前来登门问安了。达什伍德太太对他的接待非常礼貌，而且非常亲切。这是约翰爵士美言的结果，也源于他自己内心的感激之情。威洛比在拜访期间所看到的一切，都让他确信，他偶然认识的这家人是通情达理的，举止文雅的，彼此相爱，生活安逸的。对于他们那种妩媚动人的样子，他不需要第2次拜访就深信不疑了。按照英国当时的习俗，姓氏加上小姐是对大小姐的正式称呼，第2小姐以下可以称教名，或者称教名加上姓氏。所以本书中的达什伍德小姐通常指的是大小姐埃莉诺。达什伍德小姐面色娇嫩，眉目清秀，身形优美。玛丽安的容貌比姐姐还要漂亮一些，她的身材虽然不如姐姐那么匀称，但是她个子高，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她的脸非常漂亮，如果用一般俗套来赞美她，
说她是个美女，也不会像通常那样只是阿谀奉承，与事实相差很远。她的皮肤是黑的，但又像半透明的，非常光亮。她的眉毛清秀，眼睛漂亮，微笑起来甜甜的，非常迷人。她的眼珠乌黑，机灵，有神气，很热情，谁见了都会喜欢。但是，一开始她还不敢向威洛比展示她的热情，因为只要一想到他抱着她回家的情形，就觉得非常不好意思。当这种感觉消退了，当心情平静下来，她看到他因为接受了完美的绅士教养，显得既坦率又活泼。尤其重要的是，她听到他说他非常喜欢音乐和舞蹈。这时，他向他投去了赞赏的目光。于是，在他来访的后半段时间里，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和他攀谈。你要和玛丽安搭话，只要提起一项他喜欢的娱乐活动就足够了。一旦触及这样的话题，他就无法保持沉默了，谈起话来既不腼腆，也不有所顾忌。他们很快就发现，两人都喜欢音乐和舞蹈，而且这种爱好还源于他们对这两者的完全一致的看法。为此，玛丽安感到非常受鼓舞，于是想进一步了解他的观点。他问起他的读书情况，提到了他最喜欢的几位作家，而且谈得兴高采烈。一个25岁的年轻人，不管以前多么不重视读书，如今面对如此优秀的著作还不赶紧表示尊敬，那一定是个十足的傻瓜。他们的兴趣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崇拜着相同的书籍，相同的段落，即使出现了不同和异议，只要经他一番辩论，眼睛一亮，也都烟消云散了。凡是他决定的，他都默认接受；凡是他热衷的，他都喜爱。早在拜访结束之前，他们就如同故友重逢一般，亲切地交谈着。斯各特 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英国苏格兰浪漫主义诗人兼历史小说家。蒲柏 Alexander Pope 1688-1744，英国诗人。玛丽安·威洛比刚走，埃莉诺就说道：“你这个上午干得很有成绩呀，几乎在所有重要的问题上，你都已经了解了威洛比先生的见解。你知道了他对考柏和斯科特的看法，确信他对他们的优美诗篇做出了应有的评价。你还绝对相信他对蒲柏的赞赏是恰到好处的。不过，照这样奇特的速度结束一个个话题，你们怎么能够长期的交往下去呢？不用多久，你们最喜欢的话题都会一个个谈尽说完的。再见面一次，就能把他对景色如画和再婚的看法说清楚，以后你就没有好问的了。”埃莉诺·玛丽安喊道：“这样说公平吗？合理吗？我的思想就这样贫乏了吗？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一直太自在，太开朗，太坦率了。我违背了居尼礼节的陈旧观念，我不应该那么坦率，那么诚挚，而应该沉默寡言，无精打采，呆头呆脑，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如果我只是谈谈天气和街道，而且10分钟开口一次，那就不会受到这样的指责了。”我的乖孩子，他的母亲说道，你不该生埃莉诺的气，他不过是开个玩笑。他要是真想阻止你和我们新认识的朋友快乐地交谈，我还要骂他呢。顿时，玛丽安又恢复了平静的心情。再看看威洛比，他处处都表示能认识他们确实让他感到荣幸。很明显，他热切地希望进一步增进这种关系。他每天都前来登门拜访。起初，他以问候玛丽安为借口，但是他们一天天待他越来越亲近，使他深受鼓舞。没等玛丽安的身体完全康复，这个借口就已经不再必要了。玛丽安在屋里关了几天，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样少有烦恼的了。威洛比是个非常精干的年轻人，思路敏捷，精力旺盛，性格开朗，感情充沛。他拥有的这种气质正好符合玛丽安的心意，因为他把这些气质不仅和他那迷人的仪表结合了起来，也和他那颗火热的心结合了起来。
这颗心如今被玛丽安的心所激励，变得更加火热，赢得了他的无比钟情。和他在一起，逐渐成为了他的最大乐趣。他们一起读书，一起交谈，一起唱歌。他拥有相当高的音乐天赋，读书时也充满了感情，充满了生气。这正是爱德华不幸所缺乏的。威洛比在达什伍德太太的眼中和在玛丽安的眼中一样，都被视为完美无缺。埃莉诺觉得他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只是他有一个与他妹妹非常相似的倾向，就是总是喜欢过多地谈论自己的想法，不顾及对象，不分场合。他喜欢对别人匆忙下结论，注意力一旦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就专心致志地尽情欣赏，甚至不顾及通常的礼貌。原本是一些符合人情世故的礼仪，他也常常不加考虑地轻视，处处都表明他做事不够谨慎小心。对此，尽管威洛比和玛丽安极力进行辩护，埃莉诺还是无法赞同。玛丽安现在开始明白了，她16岁半时就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情绪，认为一辈子也看不到一个让她心满意足的理想男人，这未免过于轻率了，是毫无道理的。无论是在那不幸的时刻，还是在每一个快乐的时刻，威洛比都是他理想中的完人，能够引起他的爱慕。而且他的行为表明，他对这一点有着热切的愿望，能力也是超群的。他母亲起初没有因为威洛比将来会发大财，就计划让他和玛丽安结婚。但是过了不到1个星期，他也产生了希望和期待的心情，并且暗自庆幸自己找到了爱德华和威洛比这样2个好女婿。他们一起唱歌。布兰登登上轿对玛丽安的爱慕最早是被他的朋友们发现的，现在这些人注意不到了，但第一次被埃莉诺察觉出来了。大家的注意力以及玩笑都转移到了他那位更加幸运的情敌身上了。上校还没产生爱慕之心，就招来了别人的戏谑，而当他真正产生了感情，本该受到人嘲笑的时候，却得到了解脱。埃莉诺不得不勉强承认，詹宁斯太太原来坚称她对自己有感情，现在看来，她的感情实际上是被她妹妹激发起来的。虽然双方的情感相互吸引，促使威洛比产生了感情，但是双方性格上的不合也并没有阻碍布兰登登上校产生好感。他为此感到非常忧虑，因为一个35岁的沉默寡言的人和一个25岁的朝气蓬勃的人竞争，哪里会有希望呢？既然他无法祝愿他获得成功，他衷心希望他不要那么痴情。他喜欢他，尽管他庄重矜持，他仍然认为他是个有趣味的人。他的言谈举止虽然一本正经，却也温文尔雅。他的矜持似乎是精神受到了某种压抑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性情天生就忧郁引起的。约翰爵士曾经暗示过，他以前遭受过创伤和挫折，这就证明他有理由认为他是个不幸的人，因而对他充满了敬意和同情。也许正因为上校受到了威洛比和玛丽安的冷眼对待，埃莉诺就更加同情他，更加敬重他。那2个人觉得他既不活泼又不年轻，就对他产生了偏见，硬是设法贬低他的长处。布兰登就是那么一种人。一天，他们一起议论他时，威洛比说道，口头上人人都称赞他，内心谁也不喜欢他，大家都愿意见到他，可是谁也想不到要和他攀谈。这正是我的看法，玛丽安喊道。不过不要说得太过分，埃莉诺说道，你们2人都不公平。巴顿庄园的家人对他非常器重，我每次见到他总要尽情和他交谈一阵。他能受到你的垂爱，威洛比回答道，那当然是很体面的，但是别人对他的器重却实在是一种责备。谁会甘愿接受米德尔顿夫人和詹宁斯太太这类女人的赞许呀？那简直是一种耻辱，只能让人无动于衷地放着。不过
也许像你和玛丽安这种人的非议，可以弥补米德尔顿夫人及其母亲的敬重。如果说他们的赞许是一种责备，那你们的责备就是赞许啦，因为和你们的偏见不公平相比，他们还不是那么没眼力。为了保护你的被保护者，你竟然变得无理了。我的被保护者，用你的话说，是一个很有理智的人，而理智对我总是富有魅力的。是的，玛丽安，即使他是一个30-40岁的人，他见过的世面很多，出过国，读过不少书，有一个善于思考的头脑。我发现他在许多问题上都能给我提供不少知识。他回答我的问题时总是非常干脆，显示出良好的教养和性情。这就说明，玛丽安带着轻蔑的口吻大声说道，他告诉过你，东印度群岛气候炎热，蚊子很讨厌呀。我不怀疑，假如我问到他这些问题的话，他会这么告诉我。然而遗憾的是，这些都是些我早就知道的事情。莫赫尔金币 Gold Moors 应属印度使用过的金币，一枚相当于15卢比。也许，威洛比说道，他还可以说得更远一点，比如从印度回来的财主莫赫尔金币和东方轿子。我可以冒昧地说，他的见闻之广是你的坦率所望尘莫及的。可你为什么要讨厌他？我没有讨厌他，相反，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可敬的人。大家都称赞他，可是没人注意他。他有花不光的钱，用不完的时间，每年添置2件新外套。除此之外，玛丽安高声说道，他既没有天资和情趣，也没有朝气。他的思想缺乏光彩，他的心灵缺乏热情，他的声音刻板单调。你们一下子给他编排了那么多缺点，埃莉诺回答道，完全是凭着你们自己的想象。相比之下，我对他的称赞就显得索然无味了。我只能说他是一个很有理智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见多识广，举止文雅，而且我认为他心地温厚。达什伍德小姐，威洛比大声说道，你对我太不客气了。你是在试图说服我，让我违心地接受你的看法。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任凭你多么善于花言巧语，你都会发现我是坚持不变的。我之所以不喜欢布兰登登上校，有3个无可辩驳的理由。其一，我本来希望天晴，他偏要吓唬我说有雨。其二，他责备我的双轮马车装置不当。其三，我怎么说他也不肯买我的棕色聘马。不过，如果我告诉你，我认为他的品格在其他方面是无可指责的，从而能使你感到心满意足的话，我愿意答应。不过，这种答应肯定会给我带来痛苦。作为对我的报答，你不能剥夺我可以一如既往的不喜欢他的权利。第11章。达什伍德母女刚来到德文郡时，谁也没有想到马上就会有这么多约会。请帖接二连三地送来，客人也源源不断，简直没有时间去做正经的事情。然而，情况就是这样。等到玛丽安完全康复后，约翰爵士事先准备好的室内外娱乐计划便一个接一个地开始实施了。这时，庄园里开始举办私人舞会了。人们还趁着10月天降的阵雨间隙，经常举办水上游艺活动。每逢这类聚会，威洛比必定会到场。当然，这些聚会安排得悠闲自在，正好可以进一步拉近他和达什伍德母女的关系。这给了他机会，让他可以亲眼看看玛丽安的妩媚模样，表达自己对她的倾慕之情。同时，他也想从她的言谈举止中得到她也喜欢自己的确凿保证。埃莉诺对他们的相恋并不感到意外，她只希望他们不要做得太过明显。她曾有那么1-2次不好意思地建议玛丽安还是克制一点比较好。玛丽安讨厌那种遮遮掩掩的样子，
他觉得放纵自己任性的生活，并不会真正失去体面，克制感情本身就值得称赞。在他看来，这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理性对那些过时错误观点的可耻屈服。威洛比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的行为始终可以说明他们的观点。只要威洛比在场，玛丽安就完全沉浸其中。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很正确，说的每一句话都很高明。如果庄园里的晚会最后以打牌结束，那么他就会竭尽全力作弊，宁愿牺牲自己和其他人，也要给他凑出一手好牌。如果当晚的主要活动是跳舞，那么他们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一起跳舞的。万不得已要分开1-2次，也要尽量靠在一起，两人连跟别人说一句话都不说。这种行为自然会引来众人的窃笑，但是窃笑并不能让他们感到难为情，似乎也不会让他们生气。达什伍德太太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她只觉得心里暖暖的，哪里还顾得上阻止他们感情过于外露呢？在她看来，这仅仅是热情洋溢的年轻人互相倾心恋爱的必然表现。这是玛丽安的幸福时刻，她把心献给了威洛比。她从萨塞克斯来到这里时，还对诺兰庄园怀有深深的感情，觉得这种感情什么时候都不会变淡。可是如今，威洛比的到来给他的家带来了魅力，他对诺兰庄园的一片深情就有可能变得淡薄下去。埃莉诺倒不那么感到幸福，她的心里并没有那么安宁，对于各项娱乐也没有那么真心欢喜，因为这些娱乐既不能为他提供一个伙伴，让他可以代替自己撇在诺兰庄园的那个人，又不能帮助他减少对诺兰庄园的思念和哀惜之情。无论是米德尔顿夫人还是詹宁斯太太，都不能给他提供他所怀念的那种谈话。尽管后者是个喋喋不休的健谈家，而且从一开始就对他很友好，让他能多听听他的谈论，他已经早把自己的经历向埃莉诺反复讲了3-4遍。埃莉诺只要没有白白长大，记性还不错的话，他或许早在他们刚认识时就了解到詹宁斯先生最后一场病的详细情况，以及他在临终前几分钟对他的太太说了些什么话。如果说米德尔顿夫人比他的母亲更令人满意，那只是因为她比较少说话。埃莉诺不用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她之所以少说话，只是因为她比较稳重，这和理智没有任何关系。她对她的丈夫、母亲和别人一样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不能奢望她会更亲密一些。她除了重复前一天说过的话之外，别无他言。她的漠然和无趣是无法改变的，因为即使她的心情也总是保持不变。对于丈夫安排的各种聚会，只要一切都办得体面气派，2个大孩子能跟着她，她也并不表示反对。但是她似乎从来没有比坐在家里更快乐过。她虽然也出席，但从不参与众人的交谈，所以不能给别人带来乐趣。有时只有当她照顾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时，人们才知道她在场。埃莉诺觉得，在她新认识的人里，唯有布兰登上校堪称具有一定的才能，能激发友谊的兴起，带来交往的乐趣。威洛比可就谈不上了。尽管他爱慕她，尊敬她，甚至像姐妹一样尊敬她，可他毕竟正处于热恋之中，只知道向玛丽安献殷勤。也许他要是少献点殷勤，倒会更受大家的欢迎。布兰登上校很是不幸，他本想爱上玛丽安，但玛丽安却对他毫无感情。不过通过和埃莉诺的交谈，他得到了最大的安慰。埃莉诺越来越同情上校，因为他有理由猜测他已经感受到了失恋的痛苦。这种猜测是在一个晚上于巴顿庄园听他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而引发的。当时别人都在跳舞，他们俩经过彼此同意，一起坐了下来。上校目光凝视着玛丽安，
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淡然地微笑着说：“据我了解，你妹妹不赞成第二次爱情。”“是的。”埃莉诺回答道，她的想法非常浪漫。依我看，更确切地说，她认为不可能存在第二次爱情。我看她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不清楚她怎么能这样想，这岂不是损了她自己父亲的人格呢？因为他就有过2个妻子。不过再过几年，他就会根据自己的常识和观察，把看法变得合乎情理一些。到那时候，他的观点在除他以外的任何人都看来，都会比现在更容易解释，更容易说得通。情况可能如此，上校回答道。然而青年人的偏见又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谁愿意忍心放弃，而去接受那些比较一般的观点呢？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埃莉诺说。玛丽安这样的观点带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任凭世人的狂热和无知有多大的魅力，也将于事无补。不幸的是，他的思想严重倾向于蔑视礼仪。我期望他能进一步认识世界，这可能给他带来极大的好处。上校停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你妹妹是不是不加区别地一概反对第二次恋爱？难道每个人这样做都同样有罪吗？难道凡是第一次选择失当的人，无论是因为对象三心二意，还是因为情况遭遇了许多波折，就该一辈子都漠然处之吗？”说心里话，我对他的详细见解并不了解。我只知道，我从未听他说过有哪一起2次恋爱是可以被宽恕的。这种看法，上校说是不会持久的。感情上的变化，感情上的彻底变化，不要痴心妄想了，因为青年人富于幻想，一旦被迫改变主意，取而代之的总是些平庸不堪、危险至极的观点。我这样说是有切身体验的。我从前认识一位女子，她的性情和心性很像你妹妹，像她那样思考问题，判断是非。但是她被迫改变了，是让一系列不幸的事件逼迫的。说到这里，她忽然停住了，似乎觉得自己说的太多了。看她那脸色，埃莉诺不禁起了怀疑。她看得出来，她不想提起与那女子有关的事情，要不然这位女子就不会引起她的疑心了。其实事情不难想象，她之所以如此动情，定与想起过去的影中有关。埃莉诺没有多想，不过若是换成玛丽安，她就不会想得这么少。她凭着活跃的想象，很快就会把整个故事构思出来，一切都会被纳入一场爱情悲剧的框架之中，令人忧伤至极。第1卷第12章。第2天早晨，埃莉诺和玛丽安一起散步了。玛丽安向姐姐透露了一件事情。埃莉诺早就知道玛丽安做事轻率，没有心眼，但这件事情表明她更加轻率，更加没有心眼，所以她不免感到非常惊讶。玛丽安非常高兴地告诉她，威洛比送给她一匹马，这匹马是她自己在萨默塞特郡的庄园里亲自照顾的，正好是给女人骑用的。她甚至没有想过，母亲从来都没有打算养马，即使母亲可以改变主意，让她接受这个礼物，那也需要再买一匹马，再雇一个人骑着这匹马，而且最终还得建一个马厩。这一切她都完全没有考虑，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礼物，并且高兴得不得了地告诉了姐姐。她准备马上派马夫去萨默塞特郡取马。她接着说，马一到，我们就能天天骑啦。你可以跟我一起骑。亲爱的埃莉诺，你想想看，在这丘陵草原上骑马奔跑，那该是多么舒服啊！她非常不愿从这个幸福的梦中醒来，更不愿意去接受这件事情所包含的不幸现实。有好一段时间，她都拒绝承认这些现实。再雇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她相信母亲绝对不会反对。用人骑什么马都可以，随时都可以去巴顿庄园牵一匹。至于马厩，只要有一个棚子就行了。
随后，埃莉诺大胆地表示，从一个她并不了解，或者至少是最近才了解的男人那里接受礼物，她怀疑这是否合适。这话可让玛丽安受不了了。埃莉诺，你认为我不了解威洛比？她激动地说道。你这是想错了。的确，我认识他时间不长，但是除了你和妈妈之外，我最了解的就是他了。熟悉不熟悉，不取决于时间和机缘，而只取决于性情。对某些人来说，7年也达不到相互了解，而对另一些人来说，7天就足够了。如果我接受的是我哥哥的马，而不是威洛比的马，我会觉得更不合适，那才让人觉得愧疚呢。我对约翰很不了解，虽然我们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但是对威洛比，我早就有了明确的想法。埃莉诺觉得最好不要再提那个话题了。她知道她妹妹的脾气，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上和她争论，只会让她更加固执己见。于是她便转而设法激起他们母女的感情，向她明确地表明，母亲是很宠爱子女的。如果她同意增加这份家产，这很有可能，那一定会给她带来许多不方便的事情。这么一说，玛丽安马上就软了下来。她答应不向母亲提起送礼的事情，以免惹得母亲好心又贸然地答应下来。她还答应下次见到威洛比时告诉他不能收他的礼物了。马布仙后 Queen Mab 是英国民间故事中负责做梦的仙后，威洛比给玛丽安送的这匹马就取了这个名字，显然是为了讨好玛丽安。玛丽安信守承诺，当威洛比当天来访时，埃莉诺听到他低声告诉他，他很遗憾，不得不拒绝接受他的礼物。他同时说明了他改变主意的原因，这让威洛比不好再强求了。但是威洛比显然非常关心，并且非常认真地表白了，然后用同样低柔的声音接着说道，不过，玛丽安，这匹马虽然你现在不能使用，但它仍然是你的。我先好好照顾着，直到你临走为止。等你离开巴顿去建立自己的家庭时，马布仙后会来接你的。这一番话都被达什伍德小姐无意中听到了。她从威洛比的整个说话内容，从他说话时的那副神态，从他直呼他妹妹的叫名，立刻就发现了他们两人如此亲密，如此坦率，简直可以说是情投意合极了。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怀疑他们之间已经许下了终身承诺。唯一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两人性情如此坦诚，他或他们的朋友竟然给被迷惑了，以至于无意中才发现了这个秘密。次日，玛格丽特向他透露了一些情况，这就让这件事更加清楚了。前一天晚上，威洛比和他们待在一起，当时客厅里只剩下玛格丽特、威洛比和玛丽安，于是玛格丽特就趁机观察了一番。随后，当他和姐姐单独待在一起时，他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表情，向他透露了一个消息。哦，埃莉诺，他大声说道，我想告诉你玛丽安一个秘密，我敢肯定，她不久就要嫁给威洛比先生了。自从他们在高派教会的秋地相遇以来，埃莉诺回答道，你几乎每天都这么说。我想他们认识还不到1个星期，你就断定玛丽安脖子上挂着她的照片，谁想那原来是伯祖父的微型画像。不过这次确实是另一回事，我敢肯定他们不久就要结婚，因为他有一绺玛丽安的头发。当心点，玛格丽特，那也许只是他伯祖父的头发。埃莉诺，那的确是玛丽安的头发，我几乎可以肯定，因为我亲眼看见她剪下来的。昨晚用过茶，你和妈妈都离开了房间，他们在悄悄说话，说起话来要多快有多快。威洛比好像是在向玛丽安央求什么东西，接着只见他拿起姐姐的剪刀，剪下她一长绺头发，因为她的头发都从后面垂下来。他把头发清了清，然后卷起来包在一张白纸里，夹进了他的小本子里。
玛格丽特说得如此有根据，如此有说服力，埃莉诺不能再不相信了。况且她也不想再去怀疑，因为情况和她自己亲耳所见完全一致。玛格丽特并非总是显得非常机灵，有时难免会引起姐姐的不快。一天晚上，詹宁斯太太在巴顿庄园强行逼着她说出谁是埃莉诺的心上人。长久以来，她一直对这件事很感兴趣。玛格丽特看了看姐姐，然后回答说：“我不能说，对吧，埃莉诺？”不用说，这句话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埃莉诺也试图跟着笑，但这笑起来是苦涩的。她知道玛格丽特要说的是哪一个人，她不能心安理得地容忍这个人的名字成为詹宁斯太太的永久笑柄。玛丽安倒是真心实意地同情姐姐，不料却好心帮了倒忙。只见她满脸涨得通红，有些不情愿地对玛格丽特说道：“记住，不管你猜测是谁，你都没有权利说出去。”“我从来没有猜测过。”玛格丽特回答道，“那是你亲口告诉我的。”众人一听更加高兴了，非逼着玛格丽特再透露一点消息不可。剪下她一长绺头发。“哦，玛格丽特小姐，统统说给我们听听吧。”詹宁斯太太说道，“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呀？”“我不能说，太太。不过我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还知道他在哪里。”“是呀，是呀，我们也猜得出他在哪里，当然是在诺兰他自己家里啦，大概还是那个教区的副牧师。”“不，那他可不是，他根本就没有职业。”玛格丽特，玛丽安生气地说道，“你知道这都是你无中生有，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么一个人。”“哦，这么说他不久前去世啦？”“玛丽安，我敢肯定，以前可有过这么一个人，他的姓开头一个字是费。”让埃莉诺感到非常庆幸的是，恰在此时，米德尔顿夫人说了一句话：“雨下得好大呀。”不过她知道，夫人之所以打岔，并非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而是因为她对她丈夫和母亲热衷于这种低级趣味，感到非常反感。她提出的这个话题立刻被布兰登上校接了过去，因为他在任何场合都很体贴别人的情绪。于是两人关于下雨的长短说了许多话。威洛比打开钢琴，要求玛丽安坐下来弹奏，因为大家都想结束这个话题，这样一来谈话也就自然结束了。但是埃莉诺受到了这场虚惊，却不太容易恢复平静。当晚大家组成了一个观光团，准备第二天去参观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这个地方离巴顿大约有12英里，属于布兰登上校的姐夫所有。如果上校没有兴致，其他人谁也别想去随便游览，因为主人当时出门在外，对此曾有言在先，非常严格。据说这个地方美极了，约翰爵士非常赞赏。近10年来，爵士每年夏天至少要组织2次游览，所以可以说是很有发言权。那里有一个风景优美的湖泊，上午主要用来乘船游览。大家带上了冷餐，乘上了敞篷马车，一切都按照观光团的常规规格进行。在场的有几个人认为，这似乎是一次冒险的行动，因为时节不对，2周来每天都在下雨。达什伍德太太因为感冒，在埃莉诺的劝说下，同意留在家里。第13章，大家都一心想去惠特维尔游玩，但是结果完全出乎埃莉诺的预料。她本来以为自己会淋成一片，累得精疲力尽，吓得浑身发抖。然而事情比这还要糟，因为他们根本没能去成。10点钟左右，观光的人们聚集在巴顿庄园，准备吃早饭。虽然昨晚下了一夜雨，早晨的天气却很不错。只见天上的乌云正在散去，太阳时时地露出来，大家都很高兴，
兴致很高，迫不及待地想玩乐一番，而且下定决心，即使遇到天大的困难和危险，也要勇敢面对。正当吃早饭的时候，邮差送来了信，其中有一封是给布兰登上校的。他接过信，看了名字和地址，脸色立刻变了，马上走出房间。布兰登怎么了？约翰爵士问道。谁也说不出来。希望他没有收到坏消息，米德尔顿夫人说道，一定有重要的事情，不然布兰登上校不会这么突然地离开我的餐桌。大约过了5分钟，他又回来了。上校，我想没有收到坏消息吧？他刚走进房间，詹宁斯太太就说出了这句话。绝对没有，太太，谢谢你。阿维尼翁，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城市。是从阿维尼翁寄来的吧？希望信里别说你妹妹病情加重了。没有，太太，信是从城里寄来的，只是一封公函。如果只是一封公函，怎么会让你如此心神不宁呢？好了，好了，这不可能。上校，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吧。我亲爱的妈妈，米德尔顿夫人说道，你又在说什么呀？也许是告诉你，你的表妹范妮要结婚啦。詹宁斯太太说，完全没有理会女儿的责备。不，真的不是那回事儿。哦，那么我知道是谁寄来的了。上校，希望他安然无恙。你这是说谁呀，太太？上校问道，脸色有些发红。哦，你知道我说谁？我非常抱歉，夫人。上校对米德尔顿夫人说道，今天竟然收到了这封信，这是封公函，要求我马上到城里去。到城里去？詹宁斯太太大声叫道，在这个时候，你到城里有什么贵干呀？我们大家如此合得来，上校接着说，离开你们真是我的大损失，而让我更不安的是，你们要去惠特维尔，恐怕需要我亲自去迎接才行。这对众人来说真是当头一击。布兰登先生，如果你给女管家写个纸条，玛丽安急切地说，这还不行吗？上校摇了摇头。我们一定要去，约翰爵士说道，事情到这个地步，不能再拖延了。布兰登，你可以等到明天再进城，就这么定啦。我真希望能这么容易地确定下来，可是我没有权利推迟行程，哪怕是1天也不行。你只要告诉我们你有什么事情，詹宁斯太太说，我们也好评判能不能推迟。你要是等到我们回来再进城，威洛比说，你最多晚走6个小时。我1小时也耽搁不得。这时，埃莉诺听见威洛比低声对玛丽安说，有些人总是不愿意和大家一起玩乐，布兰登就是其中一个。我敢肯定，他害怕感冒，所以就耍了这个金蝉脱壳的计策。我愿意拿50个几尼去赌，那封信是他自己写的。对此我毫不怀疑，玛丽安应道。布兰登，我早就了解，约翰爵士说道，你一旦下定决心，别人是无法说服你改变主意的。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仔细考虑一下。你想想，这里有从牛顿赶来的2位凯里小姐，有从乡社赶来的3位达什伍德小姐，再说了威洛比先生，他为了去惠特维尔，特意比平时早起了2个小时。布兰登上校再次表示了抱歉，这让大家感到失望了，但同时他又说，这实在无法避免。那好，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就在巴顿等你，米德尔顿夫人接着说，
希望你一到便就离开城里，我们一定等你回来再去惠特维尔。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不过我说不定什么时候能回来，所以绝不敢随便答应。哦，他一定得回来，约翰爵士大声说道。如果他到周末还没回来，我就去找他。对，去找他，约翰爵士，詹宁斯太太嚷道。到时候你也许会发现他在做什么事情呢？我不想去调查别人在做什么事情，我想这是件让他感到羞耻的事情。仆人通报，布兰登上校的马已经准备好了。你不会骑着马进城吧？约翰爵士接着问道。是的，我只骑到霍尼顿，然后改成一车。好吧，既然你坚持要走，我祝你一路顺风。不过你最好能改变主意。老实说，我的确无能为力。他随即向众人告别。达什伍德小姐，难道我今冬没有机会在城里见到你和你的妹妹吗？恐怕毫无机会。这么说，我们分别的时间比我期望的要长了啊。他对玛丽安只鞠了一躬，没有多说什么。喂，上校，詹宁斯太太说道，你临走之前，务必告诉我们你要去做什么。上校对他说了声再见，然后由约翰爵士陪同走出房间。刚才大家出于礼貌一直压抑着的满腹的委屈和遗憾，现在一下子都发泄出来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表示，遇到这种扫兴的事情真是让人恼火。不过他的事情我猜出来了，詹宁斯太太兴高采烈地说。真的吗，太太？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道。真的，我看一定是为威廉斯小姐的事情。威廉斯小姐是谁？玛丽安问道。什么？你还不知道威廉斯小姐是谁？我敢说你以前一定听说过她。她是上校的一个亲戚，亲爱的，一个非常近的亲戚。我们不说有多近，免得吓坏了诸位小姐。接着他稍微放低了声音，对艾莉诺说，她是她的亲生女儿。真的？哦，是的。一愣起来很像上校，上校大概要把全部财产都留给他。约翰爵士回来后，便和大家一起对这不幸的事情深表遗憾。不过他最后提议，既然大家都聚集在一起，总得做点事情开心起来。经过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虽然只有去惠特维尔才能感到快乐，但现在坐车在乡下转转，也许能让心情放松一下。随即主人吩咐套好马车，第一辆是威洛比的。玛丽安上车时看上去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威洛比驱车迅速穿过庄园，转眼间就消失了。两人一去就没了身影，直到大家都回来了，才看到他们回来。看样子两人逛得非常开心，不过嘴上只是笼统地说，大家都往高地上去了，他们一直在小路上兜风。后来大家商定晚上举行一场舞会，让大家整天都欢欢乐乐的。凯里家又来了几个人，晚饭将近20人吃。约翰爵士看到这个景象极为得意。威洛比像往常一样在达什伍德家大小姐和二小姐之间就坐，詹宁斯太太坐在埃莉诺的右边。大家刚入座不久，他就扭身伏在埃莉诺和威洛比身后，对玛丽安低声说了几句，声音不高也不低，那两人恰好都能听见。尽管你诡计多端，我还是发现了你的秘密。我知道你上午去过哪里。玛丽安的脸红了，慌忙应道，你说去哪里了？你难道不知道？威洛比说道。
我们乘着我的马车出去了。是呀，是呀，厚脸皮先生，这我知道的一清二楚，可我一定要查明，你们究竟去哪里了？玛丽安小姐，我希望你很喜欢自己的住宅。我知道这房子很大，以后我去拜访的时候，希望你们能添置些新家具。我6年前去那儿时就该添置了。玛丽安慌慌张张地扭过脸去，詹宁斯太太不由得放声大笑。埃莉诺发现这位太太一心想弄清两人究竟跑到哪里去了，早就让女仆询问过威洛比的马车夫，从而得知他们去了艾伦汉，先是在花园里转来转去，再到房子里各处查看，前后转悠了很久很久。埃莉诺简直不敢相信真有这种事。玛丽安和史密斯太太分明素不相识，既然她在家里，威洛比不可能提出邀请，玛丽安也不可能同意进屋。一走出餐厅，埃莉诺就向玛丽安询问这件事。让她大为惊讶的是，她发现詹宁斯太太说的情况完全是真实的。玛丽安还因为她不肯相信而非常生气。埃莉诺，你凭什么认为我们没有去那儿，没见过那房子？这难道不是你经常向往的事情吗？是的，玛丽安，不过有史密斯太太在家里，除了威洛比先生以外，又没有别人陪伴，我是不会进去的。可是威洛比先生是有权利带我去看那房子的唯一的一个人，因为我们乘的是敞篷马车，不可能再找别人作伴。我一生从来没有像今天上午过得这么愉快。恐怕，埃莉诺回答道，一件事情是令人愉快的，并不总是能证明它是恰当的。恰好相反，埃莉诺，没有比这更有力的证明了。假如我的所作所为确有不当之处，我当时就会有所感觉，因为我们如果做错了事，自己总是知道的。只要有了这种认识，我就不可能感到愉快。不过，亲爱的玛丽安，为了这件事，你已经遭到了冷言冷语，难道你还不怀疑你的行为有失谨慎吗？如果詹宁斯太太说了几句奇怪的话，就能证明别人行为不好，那我们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惹是生非。我既不稀罕她的称赞，也不在乎她的指责。我在史密斯太太的庭院里散散步，还参观了她的住宅。我不知道这有什么过错。有朝一日，这庭院、房子都要归威洛比先生所有，而哪怕有朝一日归你所有，玛丽安，你那样做也是不合情理的。听姐姐这么一说，玛丽安不由得脸红了。不过看得出来，这话还是让她感到得意。她仔细思索了10来分钟，然后又走到姐姐跟前，和颜悦色地说道：“埃莉诺，也许我去艾伦汉确实有失检点，不过威洛比先生一定要带我去看看。说实在的，那幢房子可真美呀！楼上有一间非常漂亮的起居室，不大不小，什么时候都适用。如果搭配上新式家具，那真叫人心满意足了。这是一间角落的房间，两边都有窗户。从一边凭窗望去，越过屋子后面的滚球场草坪，能看到一片优美的坡林。从另一边可以望见教堂和村庄，再过去就是我们经常赞叹不已的崇山峻岭。我不觉得这个房间有什么特别好，因为那些家具实在可怜。然而，要是搭配上新家具，威洛比说要花费200-300磅，那它就会成为英格兰最舒适的避暑室之一。倘若埃莉诺能一直听他讲下去，别人不来打岔的话，玛丽安会照样把每个房间都津津有味地描绘一番。第14章，布兰登上校突然停止了对巴顿庄园的拜访，他没有说明原因，这让詹宁斯太太充满了疑虑。她一直猜测着已经有2-3天了。她是个非常爱多心疑的女人，实际上任何一个非常关心别人来去情况的人都会是这样。她心里不停地想着，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他非常确定他肯定有什么不幸的消息。于是他仔细地想了想，他可能遭遇了各种不幸的事情。他觉得绝不能让他把事情瞒着大家。我敢肯定，一定是出了什么伤心的事。他说，我从上校的脸上看出来了。可怜的人啊，恐怕他的情况不太好吧。算起来，德拉福庄园一年赚的钱从来没有超过2000英镑。他的弟弟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看啊，8成是为钱的事情找他，不然还有什么事呢？我在想，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我无论如何也要弄个水落石出。也许是关于威廉斯小姐的病情，这么说来，肯定是关于她的事。因为我当初提到她的时候，上校看起来就非常不自在。也许她在城里生病了，10有8九是这个原因。因为我觉得她总是多病多灾。我敢打赌，就是因为威廉斯小姐的事情。现在看来，上校不大可能陷入经济困难，因为他是个精明的人。到现在，庄园的开支肯定早就结清了。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他在阿维尼翁的妹妹病情恶化了，叫他赶紧去。他走得那么匆忙，看起来很像。唉，我衷心祝愿他摆脱困境，还能找到一个好太太。詹宁斯太太就这样怀疑着，唠叨着。她的看法来来去去，一会儿一个猜测，而且开头总是非常肯定。埃莉诺虽然非常关心布兰登上校的安好，但她不能像詹宁斯太太那样，对他的突然离开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她的看来，情况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需要那样大惊小怪地猜疑着。真正让他感到惊讶的却是他妹妹和威洛比。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的事情引起了大家特别的兴趣，却又异常地保持沉默。他们一天天不说话，事情看起来就越奇怪，越和他们2个人的性情不相符。从他们平常的行为来看，本来是显而易见的，却不敢向母亲和他公开承认。埃莉诺无法想象这究竟是什么缘由。埃莉诺不难看出，他们还不能马上结婚，因为威洛比虽然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但也不能说他很有钱。按照约翰爵士的估计，他庄园每年只有500-600英镑的收入，但是他花钱太多了，那笔收入简直不够用，他自己也经常在哭穷。但是让他感到很奇怪的是，他们订了婚，却对他保守秘密。其实他们什么也瞒不住，这和他们平常的想法和做法太不一样了，以至于他有时候也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订了婚。因为有了这个怀疑，他也不方便去问玛丽安。威洛比的行为最明显地表达了他对达什伍德母女的一片深情。他作为玛丽安的情人，真是温柔得让人心疼。而对于其他人，他作为女婿、姐夫和妹夫，也能殷勤地照顾到一切。他似乎把乡舍当做了自己的家，非常喜爱，舍不得离开。他在这里待的时间比待在艾伦汉的时间还要多。如果巴顿庄园没有大的聚会的话，他早上就会出来活动活动，而最后几乎总是来到乡舍，他自己守在玛丽安身边，他的爱犬趴在玛丽安的脚边，度过这一整天。布兰登上校离开乡下1周后的一天傍晚，威洛比似乎对周围的一切事物产生了一种异常亲切的感觉。达什伍德太太无意中提起了要在明年春天改建乡舍的计划，立刻遭到了他的激烈反对，因为他已经和这里建立了感情，觉得一切都完美无缺。什么？他惊叫道，改建这座可爱的乡舍？不，我绝对不会同意。如果你尊重我的意见的话，一定要不要增加1砖1石，扩大1寸1分。你不要害怕，达什伍德小姐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母亲永远凑不够钱来改建。那我就太高兴了，威洛比嚷道，他如果是有钱派不到更好的用处，我真希望他永远没有钱。谢谢你，威洛比，你尽管放心，
我不会伤害你的，或是我所喜爱的人的哪怕一丝一毫的乡土感情，去搞什么改建。你相信我好吗？到了春天结账的时候，不管剩下多少钱没派用场，我宁愿放着不用，也不拿来做些让你如此伤心的事情。不过，你当真这么喜爱这个地方，觉得它没有任何缺点吗？是的，威洛比说，我觉得它是完美无缺的。哦，更进一步说，我认为它是可以让人获得幸福的唯一一种建筑形式。如果我是有钱的话，马上就把库姆大厦推倒，按照这座乡舍的图样重新建造。我想也要建成又暗又窄的楼梯，四处漏烟的厨房啦。埃莉诺说。是的，威洛比用同样急切的语气大声说道，所有的东西都要一模一样，无论是方便的设施还是不方便的设施，都不能看出哪怕一丝一毫的不同。到那时，只有到那时，我在库姆住进这样一座房子，或许会像在巴顿一样快活。依我看啊，埃莉诺回答道，你将来即使不巧住上更好的房间，用上更宽的楼梯，你也会觉得你自己的房子是完美无瑕的，就像你现在觉得这座乡舍完美无瑕一样。当然，威洛比说，有些情况会让我非常喜爱我自己的房子，不过这个地方将永远让我留恋不舍，这是别的地方无法比拟的。达什伍德太太高兴地望着玛丽安，只见她那双漂亮的眼睛正温柔地看着威洛比，清楚地表明她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我1年前来艾伦汉的时候，威洛比接着说，常常在想，真希望巴顿乡舍能有人住进去。每当我从他前面经过，总要对他的位置叹息不已，同时也对他无人居住感到痛惜。我万万没有料到，我再次来到乡下时，从史密斯太太嘴里听到的第一条新闻，就是巴顿乡舍有住人了。顿时，我对这件事既满意又有兴趣。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那是因为我预感到我将从中获得幸福。玛丽安，难道事实不正是如此吗？他压低声音对她说，接着又恢复了原来的语气，说道，不过你要损坏这座房子的，达什伍德太太，你想用异想天开的改建毁掉它的简朴自然。就在这间可爱的客厅里，我们第一次相识，以后又在一起度过了许许多多的快乐的时光。没想到你要把它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门廊。但是大家还是渴望进入那间客厅，因为它至今为止一直是一个既实用又舒适的房间，天下再气派的房间也比它不上。达什伍德太太再次向他保证，他绝对不会做出那种改建。你真是太好了，威洛比激动地回答道，你的保证让我放心了。你的保证如果能更进一步，我会发自内心地很高兴。请告诉我，不仅你的房子将依然如故，而且我还将发现你和您爱人像你们的房子一样一成不变，永远对我友善相待。这种感情让我觉得你们的一切都是那样亲切。达什伍德太太欣然做出了承诺。威洛比整个晚上的举止表明，他既深情又快乐。明天来吃晚饭好吗？等他告辞的时候，达什伍德太太说，我并不要求你上午就来，因为我们必须去巴顿庄园拜访米德尔顿夫人。威洛比同意下午4点再来。第15章。第二天，达什伍德太太去拜访米德尔顿夫人，她还带着她的2个女儿一起去。玛丽安说她有点小事，没有跟着他们一起走。母亲断定，前天晚上威洛比肯定和她有约，所以她想趁他们出门的时候来找玛丽安。于是她心里很高兴地让玛丽安留在家里。他们从巴顿庄园回来后，就发现威洛比的马车和仆人在乡舍前面等着。达什伍德太太猜对了，事情正像她预想的那样发展。谁知道，当他们走进屋里时，
看到的景象却和他预想的不一样。他们刚走到走廊，就看到玛丽安匆匆地从客厅出来。她看起来非常悲伤，一直用手帕擦眼睛，也没有注意到他们。她跑上楼了，他们很惊讶，直接走进玛丽安刚刚走出的客厅。只见威洛比背对着他们，靠在壁炉架上。听到他们进来，他转过身来，从他的脸色看出来，和玛丽安一样，他的心情也十分痛苦。他怎么了？达什伍德太太一进房间就大声喊道：“他是不是不舒服了？”但愿不是，威洛比回答道，努力装出开心的样子。他勉强挤出一个笑脸，然后说：“感觉不舒服的应该是我，因为我遇到了一件让我非常失望的事情。看样子非常悲伤，令人失望的事情。”是的，因为我不能履行和你们的约会。今天早上，史密斯太太仗着她有钱有势，竟然让一个依赖于她的可怜表侄来帮忙。她派我到伦敦去出差，我刚刚接受了任务，告别了艾伦汉。为了让大家高兴，特地来向你们告别。去伦敦？今天上午就走吗？马上就走。这太遗憾了。不过，史密斯太太的安排是不能不听的。我希望这件事不会让你离开我们很久。威洛比脸红了，回答道：“您真是太客气了。不过我不一定马上就回到德文郡。我一年里对史密斯太太的拜访从不超过1次。难道史密斯太太是你唯一的朋友吗？难道艾伦汉是你附近能受到欢迎的唯一宅子吗？真不像话，威洛比，你就不能等接受这边的邀请呢？”威洛比的脸色更红了，他两眼盯着地板，只是回答道：“您真是太好了。”达什伍德太太惊讶地看了埃莉诺一眼，埃莉诺也感到惊讶。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还是达什伍德太太先开口了：“亲爱的威洛比，我再补充说一句，你在巴顿乡社永远是受欢迎的。我不想强迫你马上回来，因为只有你才能判断这样做会不会让史密斯太太高兴。在这方面，我既不想怀疑你的意愿，也不想怀疑你的判断力。我现在的差事，威洛比有些慌乱地回答道，属于这样的性质，我不敢不凭着自己的力量地。他停住了，达什伍德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结果又停顿了一阵。威洛比打破了沉默，只见他平静地笑了笑，说：“这样拖延下去是很愚蠢的。我不想折磨自己了，既然现在不可能和朋友们愉快地相聚，只好不再久留了。”随后，他匆匆告别了达什伍德母女，走出了房间。他们看着他登上马车，转眼间就消失了。达什伍德太太难过的没有心思说话，立刻走出了客厅，独自伤心地去了。威洛比的突然离开引起了他的担忧和惊恐。埃莉诺的担忧不比母亲少，她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既焦急又疑惑。威洛比告别时的那些表情本来非常窘迫，却要装出开心的样子。更重要的是，他不肯接受母亲的邀请，那种畏畏缩缩的样子不像一个情人，也根本不像他自己。这一切都让他感到非常不安。他时而担心威洛比从来没有过认真的打算，时而担心他和妹妹之间发生了不好的争吵。玛丽安走出客厅时那么伤心，最有可能解释的就是双方真的吵了一架。不过，考虑到玛丽安那么爱他，争吵又似乎不太可能。但是，不管他们分别时的具体情况如何，妹妹的烦恼是毋庸置疑的。她怀着深深的同情，想象着玛丽安正在承受的巨大痛苦。很可能，这种痛苦不仅是完全地爆发出来的，而且还在有意识地推波助澜呢。大约
约过了半个钟头，母亲回到了客厅。虽然她的眼睛通红，但脸上却不显出心里的忧愁。埃莉诺，我们亲爱的威洛比现在离开了巴顿好几英里远了。他说，一边坐下做他的家务，他一路上心里该有多么沉重啊！这是真奇怪，走得这么突然，好像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他昨晚和我们在一起时还那么开心，那么高兴，那么多情，可是现在只提前10分钟打了个招呼就走了，好像还不打算回来呢。一定出了什么事，他没告诉我们。他嘴里不说，行动也很反常。对于这些变化，你应该像我一样仔细看。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们两个可能吵架了，可是他为什么不肯接受你的邀请呢？埃莉诺，他不是不愿意，我看得非常清楚。他没办法接受我的邀请。说实在的，我已经仔细想过了。有些事情起初在你我看来很奇怪，现在一件件我都能够给出满意的解释。你真能解释？是的，我给自己解释得非常满意。不过你呀，埃莉诺，总喜欢怀疑这个又怀疑那个。我知道，我的解释可能不会让你完全满意，但是你也不能说服我放弃我的看法。我相信史密斯太太怀疑威洛比对玛丽安有意思，所以硬是不赞成，可能因为他替他有别的考虑，因此便迫不及待地把他派走了。他让他去做什么事，那仅仅是为了把他打发开而编造的一个借口。我看就是这么回事儿。另外，他也知道史密斯太太硬不赞成这场婚事，所以目前还不敢向他坦白自己已经和玛丽安订婚。相反，由于他处于依赖他的地位，他又不得不听从他的安排，暂时离开德文郡。我知道你会对我说，事情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我不想听你说一些疑神疑鬼的话，除非你能提出同样让我满意的解释来。那么，埃莉诺，你有什么好说的呢？没有，因为你已经猜到我会怎么回答了。你会对我说，事情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哦，埃莉诺，你的想法真是让人难以捉摸。你是宁可相信坏的而不相信好的，你宁愿关注玛丽安的痛苦，威洛比的错误，而不愿意替威洛比寻找辩解。你是坚持认为威洛比应该受责备，因为他告别我们时不像平常那样深情。难道你不考虑一下，他可能是一时疏忽，或是最近遇到了不顺利的事情而情绪低落吗？对这些可能性并不是100%地有把握，难道仅仅为此就不考虑这些可能性吗？威洛比这个人，我们有上千个理由喜欢他，而没有一个理由瞧不起他，难道现在一点也不能原谅吗？难道他不可能有一些不方便说出的动机，暂时不得不保守秘密吗？说到底，你究竟怀疑他什么呢？我也说不上来，但是我们刚才看到他那副不正常的样子，肯定会怀疑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不过你非常坚持替他寻找辩解，这也很有道理。而我审人笃事就喜欢诚实公正。毫无疑问，威洛比那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也希望他如此。但是他假如当即承认这些理由，倒更符合他的性格。保守秘密也许是必要的，然而他会保守秘密，却不能不让我感到惊奇。不要责备他违背自己的性格，该违背的还要违背。不过，你真承认我为他做的辩解是公平合理的吗？我很高兴他被判无罪啦。并非完全如此。对史密斯太太隐瞒他们订婚的事情，如果他们确实订婚了的话，也许是恰当的。假如事实果真如此，威洛比现在尽量少在德文郡逗留，倒不失为上策。可是他们没有理由瞒着我们。瞒着我们？我的宝贝，你指责威洛比和玛丽安瞒着我们，这就实在奇怪了。
你的目光不是每天都在责备他们俩轻率吗？我不需要他们感情缠绵的证据，埃莉诺说，但是我需要他们订婚的证据。我对这两方面都深信不疑。然而，他们两人在这件事上只字没告诉过你呀。行动上明显的事情，还需要什么只字不只字？至少是近2个星期以来，他对玛丽安和我们大家的态度，难道还没表明他爱玛丽安，并且把她当作未来的妻子吗？他对我们那样不舍不离，难道不像是一家人吗？难道我们之间还不心心相印吗？难道他的表情，他的仪态，他的热情，他的恭敬，不是每天都在寻求我的同意吗？我的埃莉诺，你怎么能去怀疑他们是否订婚了呢？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威洛比明知你妹妹喜欢他，怎么能想象他不对他表白就走了，而且或许一走就是几个月呢？他们怎么可能连一句贴心话都不说就分手了呢？说真的，埃莉诺回答道，其他的情况都好解释，可是就有一个情况不能说明他们已经订婚，这就是两人一直不提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个情况比其他情况都重要。这就奇怪了，人家这样开诚布公，你倒能对他们的关系提出怀疑，你真把威洛比看扁啦？这么长时间，难道他对你妹妹的举动都是装出来的？你认为他真的对她冷漠无情？不，我不这样认为。我相信他肯定喜欢玛丽安，但是照你的看法，他却冷漠无情，不顾后果地离开了她。如果真有此事，这岂不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爱情？你应该记住，我的好妈妈，我从来没有把事情看得一定如此。我承认我有疑虑，但是不像以前那么重了，也许很快就会彻底打消。假如我们发现他们有书信往来，那么我的全部担忧就会烟消云散。你真会假设呀！假如你见到他们站在圣坛跟前，你就会认为他们要结婚了。你这姑娘真不厚道。我可不需要这样的证据。依我看，这事儿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他们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自始至终都是光明正大的。你不会怀疑你妹妹的心愿，你怀疑的一定是威洛比，但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不是一个又体面又有感情的人吗？难道他有什么反复无常的地方值得大惊小怪吗？难道他会骗人？我希望他不会，也相信他不会。埃莉诺大声喊道，我喜欢威洛比，真心实意地喜欢他。怀疑他是不是诚实，这让你感到痛苦，我心里也绝不比你好受。这种怀疑是无意中形成的，我不会去刻意加重。说实在的，他今天上午态度上的变化把我吓了一跳。他说话不正常，你待他那么好，他却丝毫没有以诚相报。不过，这一切倒可以用你设想的他的处境来解释。他刚和我妹妹分手，眼看着他悲痛欲绝地跑开了。他害怕得罪史密斯太太，想早点回来又不敢。但他知道，他拒绝你的邀请，说他要离开一些日子，他将在我们一家人的心目中扮演一个吝啬可疑的角色，那样他准会感到窘迫不安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明他的困难，这样做会更体面些，也更符合他的性格。但是我不想凭着这么狭小的气量，认为一个人和自己见解不同，或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专一和得体，便对他的行为提出异议。你说得很对，威洛比当然无可怀疑。虽然我们认识他的时间不长，他在这里却并非陌生人。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假如他可以自己做主，马上结婚的话，他走之前不立即把什么事情都向我交代清楚才怪呢。可是情况并非如此。从某些方面看来，这是一个开局并不顺利的婚约，因为结婚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情。现在只要行得通，就连保密也是十分明智的。玛格丽特走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这时，埃莉诺才从容仔细地考虑了一下母亲的这些话，承认有些说法是合乎情理的，但希望她说的全都合乎情理。他们一直没有看到玛丽安，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她才走进房间，安静地坐到桌前。她的眼圈又红又肿，看样子，即使在当时，她也是好不容易才忍住了自己的泪水。她尽力避开众人的目光，既不吃饭，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母亲怀着亲切怜惜之情，悄无声息地抓住了她的手。顿时，她那点微不足道的坚强精神就被彻底击垮了。她眼泪夺眶而出，跑出了房间。整个晚上，玛丽安都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她无法控制自己，也不想控制自己。别人稍微提到一点和威洛比有关的事情，她马上就受不了。虽然一家人都在急切地尽力安慰她，但是只要一说话，就不可能不触及她认为和威洛比有关的话题。第1卷第16章，玛丽安和威洛比分开的那个晚上，如果她还能睡着觉的话，她会觉得自己是绝对不可原谅的。如果她早上醒来时，感觉比躺在床上时更需要睡眠，那么第2天早上，她就没脸面去见家里的人了。正是因为她把保持镇定的样子当成一种大耻辱，所以她根本就无法保持镇定。她整整1个夜晚都没有合眼，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哭泣。她起床时感到头痛，说话也困难，也不想吃东西。这让母亲和姐姐妹妹们时时刻刻都为她担心，无论怎么劝解都是没有用的。她的情感真是太强烈了。吃完早饭后，她独自走出家门，在艾伦汉村待了大半个上午。她一边沉浸在过去快乐的回忆中，一边为现在的不幸而悲伤哭泣。晚上，她的心情也是一样的。她演奏了过去常为威洛比演奏的每一首心爱的歌曲，演奏了他们过去常一起合唱的每一支小调。然后，她坐在钢琴前，凝视着威洛比为她写下的每一行乐谱，直到心情悲伤到无法再加。而且，这种伤感的情绪每天都在不断的涌现。她可以在钢琴前坐上好几个小时，唱歌又哭泣，哭泣又唱歌，常常哭得不成声音。他读书和唱歌一样，也总是会唤起他对过去和现在的对比所带来的痛苦。他不读别的书，专门读他们过去一起读过的那些书。确实，这种肝肠寸断的状况很难一直持续下去。过不了几天，他渐渐平静下来，只剩下愁眉苦脸的样子。不过，每天都不能没有独自散步和默默思考的时间，这些事情偶尔也会引起他的悲痛，这些痛苦爆发出来，就像以前一样，无法收拾。威洛比没有寄来信件，玛丽安似乎也不指望收到他的信。母亲感到很惊讶，埃莉诺又变得焦躁不安起来。不过，达什伍德太太随时都能找到解释。这些解释至少让他自己感到满意。埃莉诺，你要记住，他说，我们的信件通常是由约翰爵士帮助传递来的，也传递出去的。我们已经商定，认为有必要保守秘密。我们应该承认，如果他们的信件经过了约翰爵士的手，那就没办法保守秘密了。埃莉诺无法否认这个事实，她试图从中找到他们保持沉默的动机。对于这一点，他倒是有一个直接的办法，觉得非常合适，可以弄清事实真相，马上揭开所有的谜团。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向母亲提出了这个想法。你为什么不马上问问玛丽安？他说，看她是不是真的和威洛比订婚了。你是做母亲的，对她那么仁慈，那么宽容，问这个问题不会惹她生气，这是很自然的。你这样疼爱他，他过去一向都很坦率，尤其对你更是如此。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问这样的问题。万一他们真的没有订婚，我这么一问，会引起多大的痛苦啊！不管怎么说，这样做太不宽厚了。
人家现在不想告诉任何人的事情，我却去强迫他坦白，那就别想再得到他的信任了。我了解玛丽安的心情，我知道她非常爱我，一旦条件成熟，她绝不会最后一个向我透露真情。我不想逼迫任何人向我敞开心扉，更不想逼迫自己的孩子向我坦白，因为有一种责任感，本不该说的事情也要说出来。埃莉诺觉得，即便考虑到妹妹还很年轻，母亲待她也过于宽厚了，她在催母亲去问，也是徒劳无功的。对于达什伍德太太来说，什么基本的常识、基本的关心、基本的谨慎，都消失在了她那富有浪漫色彩的微妙性格之中。几天之后，达什伍德家才有人在玛丽安面前提起威洛比的名字。约翰爵士和詹宁斯太太真不是那些不好意思开口的人，他们那些俏皮话曾多次让玛丽安心里疼痛不已。不过有那么一个晚上，达什伍德太太无意中拿起一本莎士比亚的书，大声喊道：玛丽安，我们一直没有读完《哈姆雷特》，我们亲爱的威洛比还没等我们读完就走了。我们先把书放起来，等他回来的时候，不过那也许得等好几个月。好几个月？玛丽安惊讶地叫道，不，好几个星期也用不着。达什伍德太太后悔说了那番话，可埃莉诺却非常高兴，因为这些话促使了玛丽安给出了回答，表明她对威洛比依然充满信心，也了解他的意向。一天早晨，大约在威洛比离开乡下1个星期之后，玛丽安终于被说服了。她没有独自溜走，而是同意和姐姐妹妹一起去散步。到目前为止，每当外出闲逛时，她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别人。如果姐姐妹妹想到去高地上散步，她就径直朝小路上溜走；如果她们说去山谷，她就一下子跑往山上去了。姐妹俩还没迈步，她就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埃莉诺非常不赞成，她总是这样避开他人。最后终于把她说服了。他们顺着山谷一路走去，大部分时间都沉默不语。一方面是因为玛丽安心情难以平静，另一方面是因为埃莉诺已经满足于刚刚取得的一点进展，不想再多奢求了。山谷入口处，虽然土质依然很肥，但并非野草丛生，所以看起来更加开阔。在入口处外面，长长的一段路呈现在眼前，他们初到巴顿时就走的就是这条路。一到入口处，他们就停下脚步四处眺望。以前在乡舍里，这里是他们可以远眺的尽头。现在站在一个过去散步时从未到达的地方，仔细观看这里的景色。在各种景物中，他们很快发现了一个活着的目标，那是一个人骑在马上，正朝他们走来。过了几分钟，他们看得非常清楚，他是一位男士。又过了一会儿，玛丽安高兴得快要跳起来，她大喊道：是他，真是他，我知道是他。说罢急忙迎上前去，不料埃莉诺大声喊道：真是的，玛丽安，我看你是看花了眼，那不是威洛比。那人没有威洛比的身高，也没有他的风度。他有，玛丽安大喊道，他肯定有，他的风度，他的外套，他的马，我早就知道他很快就会回来。他一边说着，一边迫不及待地往前走去。埃莉诺几乎可以肯定，来人不是威洛比。为了防止玛丽安做出特别的举动，他加快脚步追了上去。转眼间，他们离那位男士不过30码远了。玛丽安再仔细看了一番，心里不觉凉了半截。只见他忽然转过身，匆匆往回跑去。正当姐妹两人提高嗓门喊他站住的时候，又听到一个声音，几乎和威洛比的嗓音一样熟悉，也跟着恳求他停下脚步。玛丽安惊奇地转过身，一见是爱德华·费拉斯，连忙上前迎接，恳求他停步。
在那个时候，爱德华是天下间唯一一个因为不是威洛比而被原谅的来者，也是唯一一个能够赢得玛丽安嫣然一笑的来者。只见他擦干眼泪，对她微笑着。一时间，由于为姐姐感到高兴，竟把自己的失望抛到了脑后。爱德华跳下马，把马交给仆人，和3位小姐一起朝巴顿走去。他是专门来这里拜访他们的。他受到了大家极其热烈的欢迎，特别是玛丽安，接待起来甚至比埃莉诺还热情周到。确实，在玛丽安看来，爱德华和姐姐的这次相会不过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冷漠关系的延续。他在诺兰从他们的相互态度中常常注意到这种冷漠关系，尤其是爱德华那一方，在这种场合完全缺乏一个恋人应有的言谈举止。他很慌乱，见到他们似乎并不感到高兴，看上去既不狂喜也不快活。他话很少，只是问了问，才不得不敷衍2句，对埃莉诺没有任何特别亲昵的表示。玛丽安耳闻目睹，越来越感到惊讶。她几乎有点厌恶爱德华了，而这种反感与她的其他感情一样，最终都要让她回想到威洛比。她的仪态与她未来的连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惊奇寒暄之后，大家先是沉默了一阵，然后玛丽安问爱德华，是不是直接从伦敦来的？不，他到德文郡已经2个星期了。2个星期？玛丽安重复了一声，对他和埃莉诺在同一个郡待了这么长时间，而一直没有见面，感到诧异。爱德华带着忐忑不安的神情补充说，他在普利茅斯附近一直和几位朋友待在一起。你近来去过萨塞克斯没有？埃莉诺问。我大约1个月前去过诺兰。最可爱的诺兰现在是什么样子啦？玛丽安高声问道。最可爱的诺兰，埃莉诺说，大概还是每年这个时候惯有的老样子。树林里、走道上都铺满了枯叶。哦，玛丽安大喊道，我以前见到树叶飘落时，心情有多激动啊！一边走一边欣赏秋风扫落叶，纷纷扬扬的，多惬意啊！那个季节，秋高气爽，激起了人们多么深切的情思啊！如今再也没有人去欣赏落叶了，它们只被人们望而生厌，刷刷地被扫过，然后被刮得无影无踪。不是每个人，埃莉诺说，都像你那样酷爱落叶。是的，我的感情是人们不常有的，也不常被人们理解。不过，有时候确实有知音。说话间，他不觉陷入了沉思遐想，过了一阵，又回过神来。爱德华，他说，想把他的注意力引到眼前的景色上。这里是巴顿山谷，抬头看看吧，多好啊！别激动，看看那些山，你见过这样美的山吗？左边是巴顿庄园，坐落在树林和种植园当中，你可以望见房子的一个部分。再看看那边那座巍然屹立的最远的山，我们的乡舍就在那山脚下。这个地方真美，爱德华回答。不过这些低洼地到了冬天一定很泥泞。面对着这样的景色，你怎么能想到泥泞？因为他微笑着回答，在我面前的景色中就见到一条非常泥泞的小路。好奇怪呀！玛丽安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你们在这里和邻居相处得好吗？米德尔顿夫妇惹人喜欢吗？不，一点也不，玛丽安回答，我们的处境糟糕极了。玛丽安，她姐姐喊道，你怎么能这样说？你怎么能这样不公平？费拉斯先生他们是非常体面的一家人，待我们友好极了。玛丽安，难道你忘记了，他们给咱们带来了多少令人愉快的日子？没有忘记，玛丽安低声说道，
也没忘记他们给咱们带来了多少令人痛苦的时刻。埃莉诺不理会这话，只是把精力集中在客人身上，尽力和他保持着交谈的样子。话题主要围绕他们现在的住所条件，他的方便之处等等，偶尔会让他提出一个问题，发表一点看法。他的冷淡和话少让他深感屈辱，不由得既烦恼又有点生气。但他决定按过去而不是现在的情况来约束自己的行动，于是他尽量避免露出愤恨不满的样子，用他认为理应对待亲戚的态度那样对待他。第17章，达什伍德太太见到爱德华，只感到了一瞬间的惊讶，因为在他看来，爱德华来到巴顿原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他的喜悦和关怀比惊讶的时间要长得多。爱德华受到了他非常亲切的欢迎，他的羞怯、冷漠和拘谨经不起这样的接待。这些情绪还没进屋，就开始慢慢消失了。后来，他们干脆被达什伍德太太那富有魅力的仪态一扫而光。的确，哪个人若是爱上了他的女儿，不可能不进而对他也流露出深情。埃莉诺满意地发现，爱德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他似乎对他们大家重新亲近起来了。看得出来，他对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不好，又产生了兴趣。可是他并不感到快活。他称赞他们的房子，感叹房子周围的景色，一切都显得和蔼亲切，殷勤备至。但他依然心烦意乱，这达什伍德母女都看出来了。达什伍德太太将这一切归咎于她母亲心胸狭隘，因此她坐下吃饭时，对所有自私自利的父母都表达了愤慨。爱德华，费拉斯太太现在对你的前途有什么打算呢？吃完晚饭，大家都围到火炉前。达什伍德太太问道：“你还仍然不愿意去做一个大演说家吗？”不，我希望我母亲现在能明白，我既没有强烈的愿望，也没有才能去从事社会活动。那你准备怎样来建立你的名声呢？因为你只有出名了，才能叫你全家人感到满意。你一个不爱花钱，2不好交际，3没有职业，4没有自信，你会发现事情非常困难的。我不想尝试，我也不愿意出名。我有着充分的理由希望我永远不要出名。谢天谢天，谁也不能逼着我成为天才，成为演说家。你没有野心，这我很清楚。你的愿望范围是很有限的。我想和天下其他人一样有限度，和其他人一样，我希望获得绝对的快乐。不过和其他人一样，必须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做大人物不能让我感到自得其乐。如果能做到，那才奇怪了。玛丽安大声喊道：“财富和高贵与幸福有什么关系呢？”高贵和幸福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埃莉诺说，但是财富和幸福的关系却非常大。埃莉诺，你真是说得出口。玛丽安说，财富只有在没有其他幸福来源时，才能给人带来幸福感。就个人而言，财富除了能提供充足的生活条件之外，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也许，埃莉诺笑着说，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我敢说，你所说的充足生活条件和我所说的财富非常相似。如今的世界，假如缺少了它们，你我都会认为也就不会有任何物质享受。你的观点只不过比我的要冠冕堂皇一些罢了。你说，你的充足标准是什么呢？1年1800到2000磅，不能超过这个数目。埃莉诺哈哈一笑，1年2000磅，可我的财富标准只有1000磅。我早就猜到会有这个结果。然而，1年2000磅是一笔非常有限的收入。玛丽安说，再少就无法养家了。我想，我的要求实在不过分了。
一帮像样的仆人，1辆或2辆马车，还有猎犬，钱少了是不够用的。埃莉诺听见妹妹如此精确地计算着她将来在库姆大厦的花销，不由得又笑了。猎犬，爱德华重复了一声，你为什么要养猎犬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打猎呀。玛丽安脸色一红，回答道，可是大多数人都打猎呀。我希望，玛格丽特异想天开地说，有人能给我们每人一大笔财产啊。哦，会的，玛丽安大声喊道。她沉浸在幸福的想象之中，激动的两眼闪闪发光，两颊一片红润。我想，埃莉诺说，尽管我们的财产不够多，我们大家都怀抱着这样的希望。哦，天哪！玛格丽特叫道，那样我该有多快活呀！我简直不知道拿这些钱做什么才好。看来玛丽安在这方面是毫无疑虑的。要是我的孩子不靠我的帮助都能成为有钱人，达什伍德太太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花费这么一大笔钱呢。你应该先改建这座房子，埃莉诺说，这样你的困难马上就会消失不见了。汤姆生 James Thomson 1700到1748，英国诗人，他歌咏自然的无韵诗，四季开创了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在这种情况下，爱德华说，尊府要向伦敦发出多么可观的订单啊！书商、乐谱商、图片店简直要走鸿运了。你呀，达什伍德小姐，易总委托他们，凡是有价值的新出版物都有你一份。至于玛丽安，我知道她心比天高，伦敦的乐谱还满足不了她的需要。还有书吗？汤姆生、考柏、斯各特，这些人的作品她可以一次又一次地买下去。我想可以把每一册都买下来，免得让他们落入庸人之手。他还要把那些介绍如何欣赏老槐树的书统统买下来，不是吗，玛丽安？我若是出言有所冒犯的话，请多多包涵。不过我想提醒你，我还没有忘记我们过去的争论。爱德华，我喜欢有人提醒我想到过去，不管它是令人伤心的还是令人愉快的，我都喜欢回想过去。你无论怎样谈论过去，我都不会生气。你设想我会怎样花钱，设想的一点不错，至少有一部分，我那些零散的钱肯定要用来扩充我的乐谱和藏书的。你财产的大部分将作为年金花费在作家及其继承人身上。不，爱德华，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办呢。那么也许你要用来奖赏你那最得意的格言的最得力的辩护士啦。什么一个人一生只能恋爱一次呀？我想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还没改变吧？当然没改变。到了我这个年纪，看法也算是确定了啦。如今耳闻目睹的事情不可能改变这些看法。你瞧，玛丽安还像以往那样坚定不移。埃莉诺说她一点也没变，她只是比以前变得严肃了一点。不，爱德华，玛丽安说，用不着你来嘲笑我，你自己也不是那么开心。爱德华叹息了一声，回答道，你怎么这样想呢？不过开心历来就不是我的性格的一部分。我认为开心也不是玛丽安性格的一部分。埃莉诺说，她连活泼都算不上，她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都很急躁，有时候话很多，而且总是兴致勃勃，但她通常并不十分开心。我相信你说的对，爱德华回答道，然而我一直把她看成一位活泼的姑娘。我曾多次发现自己犯有这种错误。埃莉诺说，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完全误解别人的性格，总是把人家想象的和实际情况相差很大，不是过于快乐就是过于严肃，不是太机灵就是太愚蠢。
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种误解的。有时候是受他们本人的自我介绍所左右，更多的是受其他人对他们的议论所左右，而自己却没有时间去思考和判断。不过，埃莉诺，玛丽安说，我认为完全受别人的意见所左右，并没有什么错。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被赋予判断力，只是为了好迎合别人的判断。这想必一直是你的信条。不，玛丽安，绝非如此。我的信条从来不主张屈从别人的判断。我历来试图开导你的，只是在举止上。你不要歪曲我的意思。我承认，我经常劝你对待朋友都要注意礼貌，但我什么时候劝说你在重大问题上采纳他们的观点，遵从他们的判断呢？这么说，你还没能说服你妹妹接受你要普遍注意礼貌的信条啦？爱德华对埃莉诺说道，你还没有占据上风吧？恰恰相反，埃莉诺回答道，一边意味深长地望着玛丽安。就这个问题而论，爱德华说，我在见解上完全站在你这一边，但在实践上恐怕更倾向于你妹妹。我从来不愿唐突无礼，不过我也实在胆怯得厉害，经常显得畏畏缩缩的，其实只是吃了生性笨拙的亏。我时常在想，我准是天性注定喜欢结交下等人，一来到陌生的上等人之间就感到局促不安。玛丽安没有羞怯可言，不好给自己的不注意礼貌做辩解。埃莉诺说，她对自己的价值了解得一清二楚，不需要故作羞愧的样子。爱德华回答道，羞怯只是自卑感引起的某种反应。倘若我能自信自己的仪态十分从容文雅，我就不会感到羞怯的。可是你还会拘谨的，玛丽安说，这就更糟糕了。爱德华不由得一惊，拘谨？我拘谨吗，玛丽安？是的，非常拘谨。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爱德华红着脸回答道，拘谨？我怎么个拘谨法？你叫我对你说什么？你是怎么想象的？埃莉诺见他如此激动，显得很惊讶，不过想尽量一笑置之，便对他说，难道你不了解我妹妹，还去问她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她把所有说话没有她快，不能像她那样欣喜若狂地赞赏她所赞赏的东西的人，一律称之为拘谨吗？爱德华没有回答，他又完全回到了一本正经和沉思默想之中，呆滞地坐在那里，半天不作声。第18章，埃莉诺看到她的朋友心情很不好，心里感到很担心。爱德华的来访给了她一点点快乐，但是她自己似乎也不太快乐。很明显，她并不开心。她希望他能像她一样，依然深爱着她。她曾经相信自己可以激起她的这种深情，但是到现在，她是否还爱她，看起来非常难以捉摸。他刚才的眼神是温柔而充满爱意的，转瞬间却又变得完全相反，对他变得冷淡起来。第二天一早，还没等其他人下楼，他就和埃莉诺、玛丽安一起走进了餐厅。玛丽安总是想努力让他们的幸福更明显，所以他很快就离开，只留下他们2个人。但是他上楼还没走到一半，就听到客厅门打开了，回头一看，惊讶地发现是爱德华走了出来。既然早饭还没准备好，他说，我先到庄子上看看马，一会儿就回来。爱德华回来后，又对周围的景色重新赞美了一番。当他往庄子上走时，山谷的许多地方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村庄本身所在的地点比乡舍高很多，周围的景色可以一览无余，这让他心醉神迷。这是玛丽安肯定会感兴趣的话题。他开始讲述他自己对这些景色的赞赏，同时详细询问哪些景色给他的印象最深。不料爱德华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多问，玛丽安，别忘记
我对风景一窍不通。如果谈得太具体了，我的无知和缺乏审美能力一定会引起你们的不满。本来是险峻的山岭，我却称之为陡峭的山岭；本来是崎岖不平的地面，我却称之为奇形怪状的地面。在柔和的雾气中，有些远处的景色原本只是有些模糊不清，我却一概视而不见。不过对于我的真诚赞赏，你一定会感到满意的。我说这个地方非常优美，山高坡陡，好树成林，峡谷幽深，景色宜人，丰盛的草地零零散散地点缀着几座整洁的农舍。这正是我心目中的美景，因为它把优美和实用结合在了一起。这里大概还算得上是景色如画吧，因为连你也称赞它。不难相信，这里一定是怪石嶙峋，夹角密布，灰台遍地，灌木丛生。不过这一切我概不欣赏，我对风景一窍不通。这恐怕是千真万确的，玛丽安说，但是你为什么要为他夸耀呢？我怀疑，埃莉诺说，爱德华是为了避免一种形式的做作，结果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做作。他认为很多人喜欢虚情假意地赞美大自然的美丽，不禁对这种做作产生了反感，于是就假装对自然景色毫无兴趣，毫无鉴赏力。他是一个爱挑剔的人，他需要有自己的做作。一点不错，玛丽安说，赞赏风景变成仅仅是说一些套话，每个人都装作和第一个给景色如画下定义的人一样，无论是感受上还是描绘上都充满情趣，非常雅致。我讨厌任何一种套话，有时候我把自己的感受闷在心里，因为除了那些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之外，我找不到别的语言来形容。你自称喜欢美丽的景色，爱德华说，我相信这是你的真实感受。然而反过来，你姐姐必须允许我只拥有我所声称的那种感受。我喜爱美丽的景色，但是不是基于景色如画的原则。我不喜欢弯弯扭扭、枯萎干瘪的老树，如果它们是高大挺拔、枝繁叶茂的，我就更赞赏它们了。我不喜欢坍塌破败的乡舍，不喜欢荨麻、蓟花、石楠花。我宁愿住在一座舒适的农舍里，也不愿住在一间岗楼上。而即使天下最潇洒的恶徒，也没有一群整洁、开心的村民使我更喜爱。玛丽安惊讶地看着爱德华，同情地看了姐姐一眼。埃莉诺只是哈哈一笑。这个话题没有继续谈下去。玛丽安默默地思考着，直到一个新事物突然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就坐在爱德华旁边。当爱德华伸手去接达什伍德太太递来的茶时，他的手恰好从他眼前伸过。只见他一根手指上戴着一只引人注目的戒指，中间还夹着一绺头发。爱德华，我以前从没见你戴过戒指呀，他惊叫道，那是不是范妮的头发？我记得他答应送你一绺头发，不过我想他的头发应该更黑一些。玛丽安毫无顾忌地说出了心里话，可是当她发现爱德华让她难堪时，她又对自己缺少心眼感到恼火，简直比爱德华还恼火。爱德华满脸涨得通红，不由得瞥了埃莉诺一眼，然后回答道，是的，是我姐姐的头发。你知道，由于戒指框子的光线照射，头发颜色的深浅程度看起来总是有变化。埃莉诺刚才触到了他的目光，同样显得很尴尬。霎时间，他和玛丽安都感到十分得意，因为这头发就是他埃莉诺的。他们结论的唯一不同在于，玛丽安认为这是姐姐慷慨赠送的，而埃莉诺却意识到这一定是爱德华暗中耍弄了什么小把戏，偷偷摸摸弄到的。不过他没有在意把这看作一种冒犯，只是装作毫不介意的样子，立即转换了话题。但是他暗中却下定决心，要抓住一切机会仔细看看，以便确认那绺头发和他的头发颜色完全一样。爱德华尴尬了好一阵子，最后变得越来越心不在焉。
整个上午，他都一本正经的。玛丽安严厉地责怪自己说了那番话。然而，假如他知道姐姐一点也没生气的话，他会马上原谅自己的。还没有到中午，约翰爵士和詹宁斯太太便听说乡舍里来了一位绅士，连忙赶来拜见。约翰爵士在岳母的帮助下，不久就发现费拉斯这个姓氏的第一个字是费，这就为他们将来戏谑痴情的埃莉诺提供了大量笑料。只因为刚刚认识爱德华，才没敢立即胡闹。然而，事实上，埃莉诺从他们意味深长的神气中看得出来，他们根据玛格丽特提供的线索，已经看穿了内情。约翰爵士每次来访，不是请达什伍德母女次日到府邸吃饭，就是请他们当晚去喝茶。这一次，为了盛情款待他们的客人，他觉得自己理应为客人的娱乐做出贡献，于是便想了2个邀请一起提出。你们今晚一定要同我们一起喝茶，他说，不然我们将会寂寥寡欢。明天你们务必要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因为我们要有一大帮客人。詹宁斯太太进一步强调了这种必要性，说不定你还会举行一次舞会呢。他说，这对你就有诱惑力了，玛丽安小姐。舞会？玛丽安喊道，不可能，谁来跳舞？谁？哦，当然是你们啦，还有凯里府上的小姐们，惠特克斯府上的小姐们。怎么？你认为某一个人，现在且不说出他的名字，不在了，就没有人能跳舞啦？我衷心希望，约翰爵士喊道，威洛比能再回到我们中间。一听这话，再见到玛丽安羞红了脸，爱德华产生了新的怀疑。威洛比是谁？他低声向坐在旁边的埃莉诺问道。埃莉诺简短地回答了一句，玛丽安的表情更能说明问题。爱德华看得真切，不仅可以领会别人的意思，而且还可以领会先前使他困惑不解的玛丽安的表情。等客人散去后，他立即走到他跟前，悄声说道，我一直在猜测，要不要告诉你我在猜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要我告诉你吗？当然。那好，我猜威洛比先生爱打猎。玛丽安吃了一惊，显得十分狼狈。然而一见到他那副不露声色的调皮样，他又忍不住笑了。沉默了一阵之后，他说，哦，爱德华，你怎么能这么说？不过我希望那个时候会来到，我想你一定会喜欢他的。对此我并不怀疑。爱德华回答说，对玛丽安的真诚和热情大为惊讶。他本来只是想根据威洛比先生和玛丽安之间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关系来开个玩笑，以便让大家开开心，否则他是不会冒昧提起这件事的。第19章。爱德华在巴顿乡舍待了1个星期，达什伍德太太非常热情地挽留他，希望他多住几天。可是他好像一心只想成为一个苦行僧一样，总是执意要离开。尽管他与朋友们相处得最愉快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要走。最后2-3天，他的情绪虽然还是时高时低，但是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越来越喜欢这栋房子和这里的环境。每当提起要离开，他总是会叹一口气，然后说他的时间完全是空着的，甚至怀疑离开后不知该去哪里，但他还是决定要走。从来没有哪个星期过得这么快，他简直不敢相信它已经过去了。他反反复复地这么说着，也说了其他一些话，这表明他的感情上发生了变化。他以前的那些行动都是虚假的。他在诺兰并不感到高兴，他讨厌住在城里，但是他这次要走的，要么是去诺兰，要么是去伦敦。他非常珍惜他们的一片好心，他最大的幸福就是和他们在一起。
然而1周过去了，他还是必须要走，尽管他们和他自己都不希望他走，尽管他没有任何时间上的限制。艾莉诺把他这些让人惊讶的行动完全归咎于他的母亲。让他感到很庆幸的是，他能有一个这样的母亲。他不太了解他的性情，爱德华只要有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情，就可以到他那里找理由来解释。不过，虽然他感到失望、烦恼，有时还会因为他对待自己总是反复无常而生气，但是一般来说，他总是坦率地为他的行为开脱，并且宽宏大量地为他辩解。想当初，他母亲劝他对威洛比采取同样的态度时，可就费劲多了。爱德华的情绪低落、不够坦率和反复无常，通常都被归因于他的不能独立自主，归因于他深知费拉斯太太的脾气和心机。他才住了这么几天就要执意离开，其原因也同样在于他不能随心所欲，在于他不得不顺从母亲的意志。意愿服从义务，子女服从父母的这种冤情古已有之，根深蒂固，真是万恶之源。他很想知道这些痛苦什么时候能结束，这种对抗什么时候能停止，费拉斯太太什么时候能改邪归正，他儿子什么时候能得到自由和幸福。不过，这都只是他自己的痴心妄想。为了安慰自己，他不得不转而重新相信爱德华对他一片忠心。他回想起他在巴顿逗留期间，在神色和言谈上流露出的任何一点爱慕之情，特别是他一直戴在手指上的那枚信物，更加让他感到得意。我觉得爱德华在最后一个早晨，大家一起吃早饭的时候，达什伍德太太说，如果你有一个职业来做，给你的计划和行动增添一点兴味，那样你就会成为一个更加快乐的人。的确，这会给你的朋友们带来一些不方便，你将不可能把很多时间花在他们身上。不过，他微笑着说，这一点至少对你会很有帮助，就是你离开他们时能知道往哪里去。说实在的，爱德华回答说，我在这个问题上就像您现在考虑了好久一样。我没有必须的事情牵绊着，没有什么职业可以做，也不能让我获得一点独立。这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永远都是我的一大不幸。遗憾的是，我自己的挑剔和朋友们的挑剔，使我落到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变成了一个游手好闲、不能独立的人。我们在选择职业上从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我总是喜欢牧师这个工作，现在仍然如此。可是我家里的人觉得那不符合时尚，他们建议我参加陆军，可那又太有礼服的样子了，不是我能做到的。做律师被认为是一个很体面的职业，不少年轻人会在法学协会里设有办公室，经常在上流社会出现，乘坐着非常时髦的双轮轻便马车在城里到处跑。但是我不想做律师，即使像我家里人主张的那样不求深入地研究一下法律，我也不愿意。至于海军倒挺时髦的，可是当这件事第一次被提出讨论时，我已经年龄太大了。最后，因为没有必要让我非要找个职业不可，因为我身上穿不穿红制服都会一样有气派，一样奢华，所以总的来说，无所事事就被定为最有利、最体面的了。一般来说，一个18岁的年轻人不会一心只想忙忙碌碌，拒绝接受朋友们叫他无所事事的劝告。于是我被送进了牛津大学，从此就真正无所事事了。我想这就会带来一个结果，达什伍德太太说，既然游手好闲没有促进你的幸福，你要培养你的儿子像科鲁米拉的儿子一样，能从事许多工作、许多职业和许多行业。我将培养他们，爱德华带着一本正经的口气说道，尽量不像我，感情上、行动上、身份上，一切都不像我。得啦，得啦，爱德华，这只不过是你目前意气消沉的表现。你的心情低落，你以为所有和你不一样的人一定都很幸福，可是你别忘记，有时候与朋友告别的痛苦谁都感觉得到的，
不管他们的教养和地位如何。你要看到自己的幸福，你只需要有耐心，或者说得更动听一些，把它称之为希望。你渴望独立，你的母亲总有一天会成全你的，这是她的责任，现在是，将来也是。过不了多久，她就会把不让你忧愁不快乐的虚度青春视为她的幸福。几个月的功夫，有多少事情办不成啊？依我看，爱德华回答，再过多少个月也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好处。他的这种沮丧的心情虽然很难向达什伍德太太说出来，但是在接踵而来的分别之际，给他们大家带来了更多的痛苦，特别是给埃莉诺留下的痛苦，需要付出很大努力，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克服。不过，他下定决心要克制住这种感情，在爱德华离开后不要比其他人更难过，因此他没有采取玛丽安在同样情况下采取的谨慎做法，一个人默默地待着，什么也不做，结果就越来越伤心了。他们的目标不同，方法也各不相同，但都同样达成了各自的目的。爱德华一离开，埃莉诺就坐到画桌前，整天忙个不停。她既不主动提起他的名字，也不有意刻意避开提及，对于家里的日常事务几乎和以前一样关心。如果说他这样做没有减少他的痛苦，至少也没有让痛苦白白地增加起来，这就给母亲和妹妹们省去了不少忧虑。玛丽安觉得，就如同她自己的行为没有错到哪里去一样，她姐姐的行为虽然和她的行为截然相反，但也不一定值得称赞。如何看待自我克制，她觉得是再简单不过的。如果感情很强烈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心情很平静的话，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她不敢否认她姐姐的心情确实是平静的，尽管她有些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她自己感情的强烈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因为她仍然喜爱和尊敬她那位姐姐，尽管这件事让她有些烦恼。埃莉诺虽然没有把自己和家里的其他人隔离起来，没有坚持避开他们独自走出家门，也没有彻夜不眠地思考着，但她每天都会有空闲地思念爱德华，回顾一下他的每一个举动。而且在不同的时间，由于心境不同，她采取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温柔，有怜惜，有赞同，有责怪，有疑虑，真是应有尽有。也有不少时候，如果不是因为母亲和妹妹们在身边，至少是因为他们在忙着什么重要的事，大家不能交谈，那么孤独的效果就会充分显现出来。他的思想必然会自由地奔跑，不过他也不会往别处想。这是这样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的过去和未来的场景总是会浮现在他的眼前，引起他的注意，激起他的回想、遐想和幻想。爱德华离去不久的一个早晨，他正坐在画桌前发呆，不料来了客人，打断了他的沉思。碰巧只他一个人在家，一听到屋前绿荫庭院入口处的小门关上了，埃莉诺就抬眼望向窗口，看见一大群人正朝房门口走来。来客中有约翰爵士、米德尔顿夫人和詹宁斯太太，此外还有2个人，一男一女，他从来没有见过。他坐在窗口附近，约翰爵士一发现他，就让别人去敲门。他径直穿过草坪，埃莉诺只好打开窗子和他说话。其实门口和窗口之间的距离很近，站在一个地方说话，另一个地方不可能听不到。喂，爵士说道，我给你们带来了2位稀客，你们喜欢他们吗？嘘，他们会听见的。听见也没关系，只是帕尔默夫妇。我可以告诉你，夏洛特很漂亮，你从这里看去能看见她。埃莉诺知道过一会儿就能看到她，所以没有贸然行动，请她原谅。玛丽安去哪儿了？是不是看见我们来了就溜走了？我看见她的钢琴还开着，想必是在散步。这时詹宁斯太太凑了过来，
他实在忍不住了，等不及开门再说出他肚子里的话，就走过来朝窗口喊道：你好呀，亲爱的。达什伍德太太好吗？你两个妹妹去哪儿了？什么？只你一个人？你一定欢迎有人陪你坐坐。我把我另一对女婿女儿领来看望你啦。你只要想想，他们来得多么突然啊！昨晚喝茶的时候，我觉得听见了马车的声音，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是他们俩。我只想到，说不定是布兰登上校又回来了。于是我对约翰爵士说，我肯定听见了马车的声音，也许是布兰登上校又回来了。听他讲到一半的时候，埃莉诺只好转身去迎接其他人。米德尔顿夫人介绍了2位稀客。这时，达什伍德太太和玛格丽特走下楼来。大家坐好，你看看我，我瞧瞧你。詹宁斯太太由约翰爵士陪着，从走廊走进客厅，一边走一边继续絮叨着她的故事。帕尔默夫人比米德尔顿夫人小几岁，在各个方面都和她截然不同。她又矮又胖，长着一张非常漂亮的面孔，神气活泼，要多好看有多好看。她的仪态远远没有她姐姐那么优雅，不过却更有魅力。她笑盈盈地走了进来，在整个拜访期间都是笑盈盈的，只有哈哈大笑的时候例外，离开的时候也是笑盈盈的。她的丈夫是一个不苟言笑的年轻人，25、26岁，看那气派比他妻子更时髦，更有见识，但不像他那样喜欢讨好别人，喜欢接受别人的赞美。他带着一种自认为很高的气派走进屋子，一声不响地向女士们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迅速地把众人和房间打量了一番，便拿起桌上的一张报纸，一直阅读到离开为止。帕尔默夫人恰恰相反，天生的热情性格，总是客气地快快活活的，屁股还没坐稳，就对客厅和里面的每件陈设啧啧称赞起来。哦，多么舒服的房子啊！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妈妈，你想想看，自从我最后一次来这里以来，变化有多大啊！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宜人的地方，太太。说着转向达什伍德太太，你把它布置得这么漂亮，你看看，姐姐，一切布置得多么可爱啊！我多么希望自己能有这样一座房子，你难道不希望吗，帕尔默先生？帕尔默先生没有理会他，甚至连视线都没有离开报纸。帕尔默先生没听见我的话，他一边说一边笑，他有时候一点也听不见，真是太滑稽了。这件事在达什伍德太太看来还真够新奇的，她以前从没发现过什么人漫不经心时也能这么富有情趣，因此不禁惊讶地看着他们俩。与此同时，詹宁斯太太放大了嗓门，不停地说话，继续介绍他们前一天晚上意外地见到他们的朋友的情景，一直讲到最后才停下来。帕尔默夫人一想起当时大家惊愕的样子，忍不住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一致表示了2、3次，这确实是令人惊喜的。你们可以相信，我们见到他们俩有多高兴啊！詹宁斯太太补充道。她向前朝埃莉诺探着身子，说话时声音放得很低，好像不想让别人听见似的。其实他俩分坐在房间的2边。不过我还是希望他们路上不要赶得这么急，不要跑这么远的路，因为他们有点事情，是从伦敦绕道而来的。你们知道，他意味深长地点点头，用手指着他女儿，他身体不太舒服，我要他上午待在家里休息，可他偏要和我们一起来。他多么渴望见到你们一家人啊！帕尔默夫人哈哈一笑，说这并不麻烦。他2月份就要分娩了。詹宁斯太太接着说。米德尔顿夫人再也忍受不了这种谈话了，因此就硬着头皮问帕尔默先生，报纸上有没有什么消息？没有，一点都没有。
他回答道，然后又继续往下看。哦，玛丽安来了，约翰爵士喊道。帕尔默，你要见到一位爵士佳人啦。他当即走进走廊，打开正门，亲自把玛丽安迎接进屋来。玛丽安一露面，詹宁斯太太就问她是不是去了艾伦汉。帕尔默夫人听到这句问话，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以表示她明白其中的奥妙。帕尔默先生见玛丽安走进屋里，便抬起头来凝视了一番，然后又低头看他的报纸。这时，四面墙上挂着的图画引起了帕尔默夫人的注意，她起身仔细地欣赏起来。哦，天哪，多么美丽的画儿！嘿，多么赏心悦目啊！快看呀，妈妈，多么讨人喜欢啊！你们听我说吧，这些画儿可真迷人，真叫我百看不厌。说完又坐了下来，转眼间就把室内有画的事情忘记了。天哪，多么美丽的画儿！米德尔顿夫人起身告辞的时候，帕尔默先生也跟着站了起来，把报纸放下来，伸了个懒腰，然后环顾了一下众人。我的宝贝，你睡着了吧？他妻子一边说着，一边哈哈大笑。当丈夫没有理会她，只是又仔细地看了看这个房间，说天花板很低，而且有点歪。然后他点了点头，和其他客人一起告辞离开了。约翰爵士坚持要求达什伍德母女次日到他家做客。达什伍德太太不愿意自己去他们那里吃饭的次数超过他们来乡舍吃饭的次数，于是断然谢绝了女儿们去不去随他们的便。但是女儿们并没有兴致看帕尔默夫妇是怎么吃饭，也不指望他们能带来任何别的乐趣，因此同样委婉地谢绝了，说天气反复无常，不见得会晴朗。可是约翰爵士说什么也不肯，他会派车来接的，一定要他们去。米德尔顿夫人虽然没有强迫达什伍德太太，却坚持要求她的女儿们必须去。詹宁斯太太和帕尔默夫人也跟着一起恳求，好像一个个都急切地希望不要搞成一次家庭聚会。达什伍德家小姐们无奈，只好让步。他们为什么要邀请我们？客人们离开后，玛丽安便问道，我们的房租据说比较低，不过如果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两家来了客人，我们都要到他家去吃饭的话，那么住在这里的条件也够严格的。和几周前我们接受他们的频繁邀请相比，艾莉诺说，现在他们不见得有什么不客气、不友好的意思。要是他们的宴会变得越来越没意思，那变化不在他们身上，我们必须到别处去找变化。第二卷，第20章。第二天，当达什伍德家的3位小姐从一道门走进巴顿庄园的客厅时，帕尔默夫人便从另一道门跑了进来。她像以前一样非常开朗，她兴高采烈地抓住他们的手，对再次见到他们感到非常高兴。见到你们真高兴，她说着，在埃莉诺和玛丽安中间坐了下来。天气不好，我真怕你们不会来呢。那样该有多糟啊！因为我们明天就要离开，我们一定要走，因为你们知道韦斯顿夫妇下周要来看我们。我们来得太突然了，马车停到门口时，我还不知道呢。只听帕尔默先生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去巴顿。他真是太滑稽了，干什么事都不告诉我。很抱歉，我们不能多待些日子。不过，我希望我们能很快在城里再见面。他们只好让他打消这个念头。不进城，帕尔默夫人笑着喊道，你们若是不去，我可要大失所望啦。我可以在我们隔壁给你们找一个天下最舒服的房子，就在汉诺佛广场。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来。如果达什伍德太太不愿意露面，我一定乐意随时陪着你们，直到我分娩的时候为止。他们向他道谢，
但是又不得不拒绝他一次又一次的恳求。哦，我的宝贝，帕尔默夫人对此时走进房间的丈夫喊道，你要帮我劝说几位达什伍德小姐今年冬天进城去。他的宝贝没有回答，他向小姐们微微点了点头，随即抱怨起了天气。真是讨厌透顶，他说，这天气让每件事、每个人都那么令人厌烦。天一下雨，室内和室外都一样单调乏味，让人对自己的相识全都感到厌倦。约翰爵士到底是什么意思？家里也不辟个担子房，会享受的人怎么这么少？约翰爵士就像这天气一样无聊。转眼间，其他人也走进客厅。玛丽安，约翰爵士说，你恐怕今天没能照例去艾伦汉散步啊。玛丽安板着脸，没有出声。嗨，别在我们面前躲躲闪闪的，帕尔默夫人说，说实在的，我们什么都知道了。我很钦佩你的眼光，我觉得她漂亮极了。你知道，我们乡下的住处离她家不很远，大概不超过10英里。都快30英里啦，她丈夫说。哎，这没有多大差别，我从没去过她家，不过大家都说那是个非常优美的地方，是我生平见到的最糟糕的地方。帕尔默先生说。玛丽安仍然一声不响，虽然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对他们的谈话内容很感兴趣。非常糟糕吗？帕尔默夫人接着说。那么那个非常优美的地方准是别的住宅啦。当大家在餐厅坐定以后，约翰爵士遗憾地说，他们总共只有8个人。我亲爱的，他对他夫人说，就这么几个人，太让人扫兴了。你怎么今天不请吉尔伯特夫妇来呢？约翰爵士，你先前对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难道我没告诉你不能再请他们了吗？他们上次刚同我们吃过饭。约翰爵士，詹宁斯太太说，你我不要太拘泥于礼节了，那样你就太缺乏教养啦。帕尔默先生喊道。我的宝贝，你跟谁都过不去，他妻子说，一边像往常一样哈哈一笑。你知道你很鲁莽无礼吗？我不知道说一声你母亲缺乏教养，就是跟谁过不去。啊，你爱怎么骂我就怎么骂我好啦，那位温和的老太太说道。你从我手里夺走了夏洛特，现在想退也退不了，所以你已经被捏在我的掌心里啦。夏洛特一想到她丈夫摆脱不了她，不由得放声大笑起来，然后自鸣得意地说，她并不在乎丈夫对她有多粗暴，因为他们总得生活在一起，谁也不可能像帕尔默夫人那样绝对和和气气，一直欢欢乐乐。她丈夫故意冷落她，傲视她，嫌弃她，都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痛苦。她申斥她，辱骂她的时候，她反而感到无比的快乐。帕尔默先生真是滑稽，他对埃莉诺小声说道，他总是闷闷不乐。埃莉诺经过短暂的观察，并不相信帕尔默先生真像他想表现的那样脾气不好，缺乏教养。也许他像许多男人一样，由于对美貌有着莫名其妙的偏爱，结果娶了一个愚不可及的女人，这就使他的脾气变得有点暴躁了。不过他知道这种错误太常见了，凡是有点理智的人都不会一直痛苦下去。他以为他大概是一心想出人头地，才那样鄙视一切人，非难眼前的一切事物，这是一心想表现得高人一等。这种动机非常普通，不足为怪。可是方法则不然，尽管可以使他在缺乏教养方面高人一等，却不可能使任何人喜爱他，只有他的妻子例外。哦，亲爱的达什伍德小姐，帕尔默夫人随后说道，
我要请你和妹妹赏光，今年圣诞节来克利夫兰住些日子好吗？真的，请赏光，趁韦斯顿夫妇在做客的时候来，你想象不到我会多高兴，那一定快乐极了。我的宝贝，她请求她的丈夫，难道你不希望达什伍德小姐们到克利夫兰来吗？当然希望，丈夫讪笑着说，我来德文郡别无其他目的。你瞧，他的夫人说道，帕尔默先生期待你们光临，你们可不能拒绝呀。他们两人急切而坚决地拒绝了他的邀请。说真的，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来，你们肯定会喜欢得不得了。维斯顿夫妇要来做客，快乐极了。你们想象不到克利夫兰是个多么迷人的地方。我们现在可开心啦，因为帕尔默先生总是四处奔走，为选举做游说拉票，好多人我见都没见过，也来我们家吃饭，好开心啊。不过，可怜的家伙，真够让他心力交瘁的，因为他要取悦每一个人。埃莉诺对这项职责的艰巨性表示同意时，简直有点忍不住笑。英国于1763年通过法案，议会议员可以免费邮寄信件，只需亲笔在信封上写上地址，1784年后还要写上日期。他若是进了议会，夏洛特说，那该有多开心啊，是吧？我要笑开怀了。看到寄给他的信上都盖着下院议员的邮戳，那该有多滑稽啊！不过你知道，他说他绝不会给我签发免费信件的，他宣布绝不这么干，是吧，帕尔默先生？帕尔默先生并不理睬他。你知道，让他写信他可受不了，夏洛特接着说，他说那太令人厌烦。不，帕尔默先生说，我从没说过这么荒谬的话，不要把你那些凌辱性的语言都强加到我头上。你瞧，他有多滑稽，他总是这个样子。有时候他能一连半天不和我说话，然后突然蹦出几句滑稽话语来，天南海北的什么都有。一回到客厅，夏洛特便问埃莉诺是不是非常喜欢帕尔默先生，使埃莉诺大吃一惊。当然喜欢，埃莉诺说，他看上去非常谦和。哦，你喜欢他，我真高兴。我知道你会喜欢他的，他是那样和气。我可以告诉你，帕尔默先生非常喜欢你和你两个妹妹。你想象不到，你们若是不去克利夫兰，他会多么失望。我无法想象你们怎么会拒绝。埃莉诺只好再次谢绝他的邀请，并且趁机转了话题，结束了他的恳求。他觉得帕尔默夫人与威洛比既然是同乡，或许能具体地介绍一下他的整个为人，而不只是米德尔顿夫妇那点零星的材料。他热切地希望有人来证实一番他的优点，以解除他对玛丽安的忧虑。他开头先问他们是不是在克利夫兰常常见到威洛比，是不是与他交情很深。哦，亲爱的，是的，我非常了解他，帕尔默夫人回答道。说真的，我倒没同他说过话，不过我在城里总是见到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去艾伦汉的时候，我一次也没赶上待在巴顿。我母亲过去在这里见过他一次，可我跟舅舅住在维莫斯。不过我敢说，若不是因为我们不巧一次也没一起回乡的话，我们在萨默塞特郡一定会常见到他的。我想他很少去库姆。不过即使他常去那里，我想帕尔默先生也不会去拜访他的，因为你知道他是反对党的，况且又离得那么远。我很清楚你为什么打听他，你妹妹要嫁给他。我高兴死了，因为你知道他要做我的邻居啦。说老实话，埃莉诺回答说，你若是有把握期待这门婚事的话，那么你就比我更知情了。不要故作不知啦，因为你知道这是大家都在纷纷议论的事情。说实在的，
我是路过城里时听到的。我亲爱的帕尔默夫人，我以名誉担保，我的确听说了。星期一早晨，在邦德街，就在我们离城之前，我遇到了布兰登上校，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的。你让我大吃一惊，布兰登上校会告诉你这种事儿？你准是搞错了。我不相信布兰登上校会把这种消息告诉一个与之无关的人，即使这消息是真实的。尽管如此，我向你保证确有其事，我可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你听听。我们遇见他的时候，他转回身和我们一起走着。我们谈起了我姐姐和我姐夫，一件件地谈论着。这时我对他说，对了，上校，我听说有一户人家新近住进了巴顿乡舍，我母亲来信说他们长得很漂亮，还说有一位就要嫁给库姆大厦的威洛比先生。请问是不是真有其事？你当然应该知道啦，因为你不久前还待在德文郡。上校怎么说的？哦，他没说多少话，不过看他那神气，他好像知道确有其事。于是从那时起，我就确信无疑了。我敢断言，这是件大喜事。什么时候办呀？我希望布兰登先生还好吧？哦，是的，相当好。他对你推崇备至，一个劲儿称赞你。受到他的赞扬，我感到荣幸。他似乎是个极好的人，我觉得他非常讨人喜欢。我也这么觉得。他是个可爱的人，可惜太严肃，太刻板了。我母亲说，他也爱上了你妹妹。说实话，他若是真爱上你妹妹，那可是极大的面子，因为他难得爱上什么人？在萨默塞特郡你们那一带，人们很熟悉威洛比先生吧？埃莉诺问。哦，是的，极其熟悉。这并非说我认为许多人认识他，因为库姆大厦相距太远。不过我敢说，大家都认为他极其和悦。威洛比先生无论走到哪儿，谁也没有他那样讨人喜欢。你可以这样告诉你妹妹，我以名誉担保，你妹妹找到他真是天大的福气。这倒不是说他找到你妹妹就不算极其幸运，因为你妹妹太漂亮，太温柔了，谁都难以匹配。不过我向你保证，我并不觉得你妹妹比你漂亮。我认为你们两人都很漂亮，帕尔默先生肯定也是这样认为的，只是昨晚我们无法让他承认罢了。帕尔默夫人关于威洛比的情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不过任何有利于他的证据，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会使埃莉诺感到高兴。我很高兴，我们终于相识了。夏洛特继续说，我希望我们永远是好朋友。你想不到我多么渴望见到你呀！你能住在乡舍里，这实在太好了。毫无疑问，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很高兴，你妹妹就要嫁个如意郎君。我希望你常去库姆大厦，大家都说那是个迷人的地方。你和布兰登上校认识好久了，是吗？是的，好久了，从我姐姐出嫁的时候起。他是约翰爵士的挚友。我认为他放低声音补充说，假若可能的话，他本来很想娶我做妻子。约翰爵士和米德尔顿夫人很希望如此，可是我母亲觉得这门亲事不够如意，不然约翰爵士就会向上校提亲，我们当即就能结婚。约翰爵士向你母亲提议之前，布兰登上校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向你表过钟情？哦，没有。不过，假如我母亲不反对的话，我敢说他是求之不得的。当时他只不过见过我2次，因为我还在上学。不过，我现在幸福多了。帕尔默先生正是我喜爱的那种人。第21章。第
第二天，帕尔默夫妇回到了克利夫兰，巴顿家两家人又得以互相邀请，彼此拜访。然而，埃莉诺的心中始终没有忘怀上次的客人，她仍在疑惑，夏洛特怎么会毫无缘由的这么快乐呢？帕尔默先生凭借着他的才华，怎么能如此简单地从事工作呢？夫妻之间又为何会如此奇怪的不相配呢？没过多久，一向热衷于社交的约翰爵士和詹宁斯太太便向他引荐了几位新认识的客人。一天早晨，大家一起去埃克塞特游览，恰好遇到了两位小姐。詹宁斯太太高兴地发现，这两位小姐竟然是她的亲戚，这就足以让约翰爵士邀请他们在埃克塞特的约期满后，立刻前往巴顿庄园。他如此一邀请，他们在埃克塞特的约期也就即将结束了。约翰爵士回家后，米德尔顿夫人得知不久就要接待两位小姐来访，不禁大为惊愕。她生平从未见过这两位小姐，无法证明她们是否文雅，甚至无法证明她们是否拥有相当的教养。因此，她丈夫和母亲在这些方面的保证根本就不能算数。他们还是她的亲戚，这就把事情弄得更加不妙了。詹宁斯太太试图安慰她，劝说她不要去计较她们过于时髦，因为她们都是表姐妹，总得互相包含一点才行。其实事到如今，要阻止她们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米德顿夫人采取了一个教养有素的女人的豁达态度，对这件事只好听之任之，每天和风细雨地责怪丈夫5-6次也就足够了。两位小姐到达了，从外表上看，她们绝非失了文雅，也绝非不合时宜。她们的穿着非常时髦，举止彬彬有礼，对房子非常中意，对屋子里的陈设更是喜爱到了极点。没想到他们会那样骄爱几个孩子，在巴顿庄园还没待上1个小时，就已经获得了米德顿夫人的好感。她当众宣布，她们的确是两位非常讨人喜欢的小姐。对于这位爵士夫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热烈的赞赏。约翰爵士听到这番热情的赞扬，对自己的眼力更是充满了自信。他当即跑到乡舍，告诉达什伍德家小姐，两位斯蒂尔小姐来了，并且向他们保证，斯蒂尔姐妹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姐。不过，只听这样的夸奖，你也了解不到多少事情。埃莉诺心里明白，天下最可爱的小姐在英格兰到处都能见到，但她们在体态、脸蛋、脾气、智力上却是千差万别的。约翰爵士要求达什伍德全家出动，马上去巴顿庄园见见他的客人。真是个仁慈善良的人啊！即便是2个远房的表姐妹，不介绍给别人，也会让他感到难过。快去吧，他说，请走吧，你们一定要去，我说你们非去不可。你们无法想象你们会多么喜欢他们。露西漂亮极了，既和蔼又可亲。孩子们已经在围着她转了，好像她是个老相识似的。他们2人都渴望见到你们，因为他们在埃克塞特听说你们是爵士家人。我告诉他们一点不假，而且还远不止于此。你们一定会喜欢他俩的。他们给孩子们带来了满满一车玩具，你们怎么能一不高兴连个脸都不肯赏？你们知道，说起来，他俩还是你们的远房表亲呢。你们是我的表侄女，她们是我太太的表姐妹，因此你们也就有亲戚关系。但是约翰爵士无法说服他们，他只能让他们答应1-2天内去拜访，然后告辞回去，对他们如此无动于衷，深感惊讶。他回到家，又把他们的妩媚多姿向2位斯蒂尔小姐吹嘘了一番，就像他刚才向他们吹嘘2位斯蒂尔小姐一样。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来到巴顿庄园，并被介绍给2位小姐。他们发现那位姐姐年近30，脸蛋长得很一般，看上去就不明锐，一点也不值得称羡。可是那位妹妹，他们都觉得相当俏丽。
她不过22、23岁，面貌清秀，目光敏锐，神态机灵，纵使不觉得真正高雅俊秀，也够得上仪表出众。姐妹俩的态度特别谦恭，埃莉诺见她们总是那么审慎周到地讨好米德顿夫人，不禁马上意识到她们还真懂点情理。她们一直都在和她的孩子们嬉戏，赞美她们长得漂亮，逗弄她们，满足她们种种奇怪的念头。在礼貌周到地和孩子们纠缠之余，不是赞许爵士夫人碰巧在忙碌什么事情，就是测量她头天穿的曾使他们赞羡不已的新式艳服的图样。对于阿谀奉承的人来说，这是值得庆幸的。溺爱子女的母亲虽然一味追求别人对自己子女的赞扬，贪婪之情更是无以复加，但又同样最容易轻信。这种人贪得无厌，轻信一切。因此，斯蒂尔姐妹对小家伙的过分溺爱和忍让，米德顿夫人丝毫不感到惊讶和怀疑。看到两位表姐妹受到小家伙的无理冒犯和恶意捉弄，她这个做母亲的反而自鸣得意起来。她眼看着她们的腰带被解开，头发被抓乱，针线带被搜遍，刀剪被偷走，而毫不怀疑这仅仅是一种相互逗趣而已。令人诧异的是，埃莉诺和玛丽安居然能安之若素地坐在旁边，却不肯介入眼前的嬉闹。约翰今天这么高兴。当约翰夺下斯蒂尔小姐的手帕，并且扔出窗外时，米德顿夫人说道：“他真是诡计多端。”两位表姐妹受到小家伙的恶意捉弄。过了一会儿，老二又狠命地去拧斯蒂尔小姐的手指，他又带着爱抚的口吻说道：“威廉真顽皮。”瞧着可爱的小安娜·玛利亚，他一边说，一边爱怜地抚摸着3岁的小姑娘。这小家伙已经2分钟没吵闹了，他总是这么文静，从未见过这么文静的小家伙。然而不幸的是，正当米德顿夫人如此亲热地搂抱的时候，她头饰上的别针轻轻划了一下孩子的脖颈，惹得这位文静的小家伙尖叫不止，气势汹汹，简直连自称最能吵闹的小家伙也不可企及。孩子的母亲顿时张皇失措，但是还比不上斯蒂尔姐妹的惊恐之状。在这紧急关头，似乎只有千疼万爱才能减轻这位小受难者的痛苦。于是3人一个个忙得不可开交，做母亲的把小姑娘抱在膝上亲个不停，一位斯蒂尔小姐双膝跪在地上，往伤口上涂洒薰衣草香水，另一位斯蒂尔小姐直往小家伙嘴里塞糖果。既然眼泪可以换来这么多好处，这小机灵鬼索性没完没了地哭下去。他继续拼命地大哭大叫，两个哥哥要来摸摸他，他抬脚就踢。眼看大家同心协力都哄他不好，米德顿夫人侥幸地记起上周发生一起同样不幸的事件。那次小家伙的太阳穴擦伤了，后来吃点杏子酱就好了。于是他赶忙提议采取同样办法治疗这不幸的擦伤。小姑娘听到后，尖叫声稍微中断了一会儿，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心想她是不会拒绝杏子酱的。因此她母亲把她抱出房去，寻找着灵丹妙药。虽然母亲恳求2个男孩待在房里，他们却偏要跟着一起出来。于是留下4位小姐，几个小时以来室内头一次安静下来。可怜的小家伙，这娘儿几个一走出房去，斯蒂尔小姐便说，差一点闹出一场大祸来。我简直不知道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玛丽安嚷道，除非处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不过这是人们制造惊慌的一贯手法，实际上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米德顿夫人真是个可爱的女人，露西·斯蒂尔说。玛丽安默不作声，不管处在多么无关紧要的场合，要她言不由衷地去奉承，那是办不到的。因此出于礼貌上的需要而说谎话的整个任务总是落在埃莉诺身上。既然有此需要，她便竭尽全力谈论起米德顿夫人来，虽然远远不及露西小姐来的热烈，却比自己的真实感情热烈得多。
还有约翰爵士，斯蒂尔大小姐嚷道，他是多么可爱的一个人啊！说到约翰爵士，达什伍德小姐的赞扬也很简单而有分寸，并无随声吹捧之意。她只是说，他十分和善，待人亲切。他们的小家庭多么美满啊！我生平从未见过这么好的孩子。对你们说吧，我真喜欢他们。说实话，我对孩子总是喜欢的要命。从我今天早晨见到的情况看，埃莉诺含笑说，我认为确实是这样。我认为，露西说，你觉得几个米德尔顿娇惯得太厉害了，也许他们是有点过分。不过这在米德尔顿夫人却是很自然的。就我来说，我喜欢看到孩子们生龙活虎，兴高采烈。我不能容忍他们规规矩矩、死气沉沉的样子。说心里话，埃莉诺答道，一来到巴顿庄园，我从未想到厌恶规规矩矩、死气沉沉的孩子。这句话过后，室内沉默了一阵，但很快这沉默又被斯蒂尔小姐打破。她似乎很健谈，这时突然说道，你很喜欢德文郡吧，达什伍德小姐？我想你离开萨塞克斯一定很难过。这话问得太唐突了，至少问的方式过于唐突。埃莉诺惊奇之余回答说，她是很难过。诺兰是个极其美丽的地方，是吧？斯蒂尔小姐接着问道。我们听说约翰爵士极其赞赏那个地方。露西说，她似乎觉得她姐姐有些放肆，需要打打圆场。我想谁见了那个地方，埃莉诺答道，都会赞赏的，只是不能说有谁能像我们那样评价它的美。你们那里有不少风流小伙子吧？我看这一带倒是不多。就我来说，我觉得有了他们，总是增光不少。但你为什么认为？露西说，似乎为她姐姐感到害臊。德文郡的风流小伙子不如萨塞克斯的多。不，亲爱的，我当然不是扬称这里的不多。埃克塞特的漂亮小伙子肯定很多，可你知道我怎么说得上诺兰一带有什么样的漂亮小伙子？我只是担心，倘若达什伍德小姐们见不到像以前那么多的小伙子，会觉得巴顿索然寡味。不过也许你们年轻姑娘并不稀罕多情的小伙子，有他们没他们都一样。就我来说，只要他们穿戴美观，举止文雅，我总觉得他们十分可爱。但是见到他们邋里邋遢、不三不四的，我却不能容忍。这不，埃克塞特有个罗斯先生，好一个漂亮的小伙子，真是女孩的意中人。你知道他是辛普森先生的书记员，然而你若是哪天早晨碰见他，他还真不堪入目呢。达什伍德小姐，我想你哥哥结婚前也一定是女孩们的意中人，因为他很有钱呀。说实在话，埃莉诺回答，我无法奉告，因为我并不完全明白这个意中人的意思。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假若他结婚前果真是女孩们的意中人，那他现在还是如此，因为他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哦，天哪！人们从来不把结过婚的男人看作意中人，人家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天呀！安妮，她妹妹嚷道，你张口闭口离不了意中人，真要叫达什伍德小姐以为你脑子里没有别的念头啦。接着她话锋一转，赞赏起房子和家具。斯蒂尔姐妹还真够典型的，大小姐庸俗放肆，愚昧无知，没有什么好称道的。二小姐虽然样子很俏丽，看上去很机灵，埃莉诺却没有一叶障目，看出了她缺少真正的风雅，还有失淳朴。因此她离别的时候根本就不希望进一步结识他们。斯蒂尔姐妹并不这样想，她们从埃克塞特来的时候，早就对约翰爵士夫妇及其亲属的为人处事充满了倾慕之情，
而这份倾慕之情有很大成分是针对她的漂亮表侄女的。她们公开声称，达什伍德姐妹是她们见过的最美丽、最优雅、最多才多艺、最和蔼可亲的小姐，迫切希望与她们建立深交。埃莉诺很快发现，建立深交乃是他们不可避免的命运，因为约翰爵士完全站在斯蒂尔姐妹一边，他们举行聚会非要请上他们，真是盛情难却，只好屈就。这就意味着几乎每天他们都要在同一间房里连续坐上1-2个钟头。约翰爵士使不出更多的招数，也不知道需要有更多的招数。据他看来，待在一起就算关系密切，只要他能切实有效地安排他们经常聚会，他就不怀疑他们已成为牢靠的朋友。说句公道话，他在竭尽全力促进他们坦诚相处。他将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表侄女们的全部情况，向斯蒂尔姐妹做了极其精细具体的介绍。他们与埃莉诺不过见了2次面，斯蒂尔大小姐便向她恭喜，说她妹妹真够幸运，来到巴顿后竟征服了一位非常潇洒的如意郎君。她这么年轻就出嫁，这当然是件大好事。她说，听说他真是个如意郎君，长得英俊极了。我希望你很快也会交上这样的好运，不过也许你早就偷偷摸摸地交上朋友啦。埃莉诺觉得约翰爵士当众宣布他怀疑他与爱德华相好，这并不会比他怀疑玛丽安时更注意分寸。事实上，两者比较起来，爵士更喜欢开埃莉诺的玩笑，因为这个玩笑更新鲜，更费揣测。自从爱德华来访后，每次在一起吃饭时，他总要意味深长地举杯祝他情场如意，一边频频点头眨眼，引起了众人的注目。那个废字也总是被一再端出来，逗引出不计其数的玩笑，以至于这个天下最奇妙的字儿早就跟埃莉诺联系在一起。不出所料，斯蒂尔姐妹这下子可从这些玩笑里捞到了把柄。那位大小姐一时来了好奇心，一定要知道那位先生的尊姓大名。他的话虽然往往说得没轻没重，但是却和他专爱打听他们家的闲事的举动如出一辙。约翰爵士尽管十分乐于引逗别人的好奇心，但他没有长时间的引逗下去，因为正像斯蒂尔小姐很想听到那个名字一样，他也很想当众说出来。他姓费拉斯，他说，声音不大，却听得很清楚。不过请别声张出去，这可是个绝大的秘密啊。费拉斯，斯蒂尔小姐重复了一声，费拉斯先生是那幸福的人儿，是吗？什么？你嫂子的弟弟呀，达什伍德小姐，那自然是个非常可爱的小伙子，我可了解他了。你怎么能这么说，安妮？露西嚷道，她总爱修正姐姐的话。我们虽然在舅舅家见过他1-2次，要说十分了解他，可就有点过分了。这一席话，埃莉诺听得仔细，也很诧异。这位舅父是谁？他住在何处？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他很希望这个话题能够继续下去，虽然他自己不想介入，不料两人没有说下去。而埃莉诺生平第一次感到，詹宁斯太太对细节消息既不好打听，又不爱传播。斯蒂尔小姐说起爱德华时的那副神气，进一步激起了她的好奇心，因为她觉得那位小姐情绪不对劲，怀疑她了解或者自以为了解爱德华有什么不光彩的事情。但是她的好奇纯属枉然，因为约翰爵士暗示也好，明指也罢，斯蒂尔小姐都没再去理会费拉斯先生的名字。第22章，玛丽安本来就对那些粗俗无礼、才华不足，甚至与她志趣不合的人非常不耐烦。到了现在这个心情，她自然更加不喜欢斯蒂尔姐妹。她们主动接近她，她都选择不理睬。她总是那样冷漠无情，不让她们亲近自己。埃莉诺认为，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对她产生了偏爱。
而从他们两人的谈吐举止来看，这种偏爱很快就变得很明显了。特别是露西，她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和他攀谈，想要通过自然而坦率的思想交流来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露西生性机敏，她的谈吐往往恰到好处，而且很有风趣。埃莉诺与他交往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他是个非常谦和的人，但是他的才能并没有因为受过教育而得到充分发挥。他愚昧又无知，而且是个文盲。尽管他总是想表现得非常优越，但他的智力并没有发展得好，缺乏最基本的常识。这些事情可都是达什伍德小姐看在眼里的。埃莉诺看到本可以因为受教育而充分展现出来的才干全部被浪费了，不禁为他感到惋惜。然而让他无法产生同情心的是，从他在巴顿庄园大献殷勤和百般奉承的样子可以看出，他实在太不体面了，太不正直了，太不诚实了。和这样一个人交往，埃莉诺是不会长久感到满意的，因为他综合了虚假和无知，他的孤僻和见识短浅使得他们无法平起平坐地进行谈话，而且他对别人的所作所为使得他对埃莉诺的关心和尊重变得毫无价值。你一定会觉得我的问题有点奇怪。一天，他们一起从巴顿庄园走向乡舍时，露西对他说，不过还是请问一下，你真的认识你嫂嫂的母亲费拉斯太太吗？埃莉诺的确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蹊跷。当他回答说从未见过费拉斯太太时，他的脸上露出了那种神情。是啊，露西应道，我就感到奇怪了，因为我原来认为你一定在诺兰庄园见过她。这么说来，你也许不能告诉我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的，埃莉诺回答道，她在谈论她对爱德华母亲的真实看法时非常谨慎，同时也不想满足露西那种唐突无礼的好奇心。我对她一无所知。我这样打听她的情况，你一定觉得我很奇怪，露西说，一边仔细地打量着埃莉诺。不过也许我有理由呢，但愿我可以冒昧地说出来。但我希望你能公道一些，相信我并非有意冒犯。埃莉诺客气地回答了一句，然后两人默不作声地又走了一阵。露西打破了沉默，又回到了刚才的话题，有些犹豫地说道，我不能让你认为我唐突无礼，爱打听，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你这样看我。我相信能得到你的好评是非常值得的。我敢说，我可以放心大胆地信任你。的确，处于我这样尴尬的境地，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告诉我该怎么办。不过，我也用不着麻烦你了。真遗憾，你居然不认识费拉斯太太。假如你真需要了解我对她的看法的话，埃莉诺大为惊讶地说，那就很抱歉了，我的确不认识她。不过说真的，我一直不知道你和那一家人还有什么牵连，因此说心里话，看到你这么一本正经地打听她的为人，我真有点感到意外。你肯定会感到意外，对此我当然也不觉得奇怪。不过我若是大胆地把事情说明白，你就不会这么吃惊了。费拉斯太太目前当然与我毫无关系，不过以后我们的关系会很密切的，至于什么时候开始，那得取决于她自己。说罢，他低下头，神情和悦而羞涩。他只是斜视了埃莉诺一眼，看看她会有什么反应。天啊！埃莉诺嚷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认识罗伯特·费拉斯先生？难道你……一想到将来会有这样一个妯娌，他就不是很喜欢。不，露西答道，不是认识罗伯特·费拉斯先生，我与他素昧平生。不过他两眼凝视着埃莉诺，我认识他哥哥。此刻埃莉诺会作何感想？她大吃一惊。她若不是当即对这话有所怀疑的话，心里说不定会有多痛苦呢？
惊愕之余，他默默地转向露西，猜不透他凭什么说这话，目的又在何处。他虽然脸色都起了变化，但是心里却坚决不肯相信，因此并不存在歇斯底里大发作或是晕厥的危险。你是该吃惊，露西继续说道，因为你先前肯定一无所知。我敢说，他从未向你或你家里的人透露过一丁点风声，因为我们存心要绝对保守秘密。我敢说，直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是守口如瓶。除了安妮以外，我的亲属中没有一个知道这件事的。我若不是深信你会保守秘密的话，绝对不会告诉你的。我确实觉得我提了这么多关于费拉斯太太的问题，似乎很是莫名其妙，应该解释一下。我想，费拉斯先生要是知道我向你透露了，也不会见怪的，因为我知道他很看得起你们一家人，总是把你和另外2位达什伍德小姐当亲妹妹看待。说罢，他就停住了。他低下头，神情和悦而羞涩。埃莉诺沉默了片刻，她初听到这些话，一时愕然无语，但最后还是硬逼着自己开了口。为了谨慎起见，她做出了沉着镇定的样子，足以掩饰她的惊讶和焦虑，然后说：“请问你们是不是订婚很久了？”“我们已经订婚4年了。”“4年？”“是的。”埃莉诺虽然极为震惊，但还是感到不可置信。直到那一天，她说：“我才知道你们2个也认识。可是我们已经认识多年了。你知道，他由我舅舅照料了好长时间。”“你舅舅？”“是的，普赖特先生。你从没听他说起普赖特先生？”“我想听到过。”埃莉诺回答道，感情一激动，又增添了几分精神。“他4年前寄居在我舅舅家。我舅舅住在普利茅斯附近的朗斯特普尔，我们就在那儿开始认识的，因为我姐姐和我常待在舅舅家。我们也是在那儿订的婚，虽然是直到他退学1年后才订的。随后他几乎总是和我们待在一起。你可以想象，瞒着他母亲得不到他的认可，我是不愿意和他订婚的。但是我太年轻，太喜爱他了，不可能采取应有的慎重态度。达什伍德小姐，虽说你不如我了解他，但是你常见到他，知道他很有魅力，能使一个女人真心地爱上他。”“当然。”埃莉诺不知所云地回答道。可是沉吟片刻之后，他又对爱德华的信誉和钟情恢复了自信，认为他的伙伴一定是在撒谎。于是他便接着说：“与爱德华·费拉斯先生订婚。不瞒你说，你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确如此，请你原谅。不过你一定闹错了人，搞错了名字，我们不可能指同一个费拉斯先生。”“我们不可能指别人。”露西含笑叫道。“帕克街费拉斯太太的长子，你嫂嫂约翰达什伍德夫人的弟弟爱德华·费拉斯先生，这就是我所指的那个人。你必须承认，我把全部幸福都寄托在他身上了，我才不会把他的名字搞错呢。”“很奇怪。”埃莉诺带着揪心的悲怆和困窘说道，“我竟然从未听见他提起过你的名字。”“是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处境，这并不奇怪。我们首先关心的是要保守秘密。你本来并不知道我和我家里的人，因而他没有必要向你提起我的名字。再说，他一向生怕他姐姐疑神疑鬼，这就构成了足够的理由，使他不敢提及我的名字。”他不作声了。埃莉诺的自信消失了，但她没有失去自制。“你们订婚都4年了。”他带着沉稳的口气说道。“是的，天知道我们还要等多久。可怜的爱德华，他给搞得垂头丧气的。”露西从衣袋里取出一幅小画像，然后接着说：“
为了避免搞错，还是请你瞧瞧他的面孔。当然，画得不很像，不过我想你总不会搞错画的是谁。这幅画像我都保存了3年多啦。他说着，把画像递到埃莉诺的手里。埃莉诺一看，如果说他唯恐草草得出结论和希望发现对方在撒谎，因而还残存着这样那样的怀疑的话，那么他却无法怀疑这确是爱德华的面貌。他当即归还了画像，承认是像爱德华。我一直未能回赠他一张我的画像，露西继续说，为此我感到非常懊恼，因为他一直渴望得到一张。我决定一有机会就找人画一张。你说得很对，埃莉诺平静地回答道。随后他们默默地走了几步，还是露西先开了口。说真的，她说，我毫不怀疑你会切实保守秘密的，因为你肯定知道不让事情传到他母亲耳朵里，这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我敢说，他绝对不会同意这门婚事。我将来没有财产，我想她是个极其傲慢的女人。当然，我可没有要你向我吐露真情，埃莉诺说，不过你认为我可以信得过，却是再公道不过了。我会给你严守秘密的。不过恕我直言，我对你多此一举地向我吐露真情，委实有些诧异。你至少该知道，我了解了这件事，并不会使它变得更保险。他一边说，一边仔细地瞅着露西，希望能从她的神色里发现点破绽，也许发现他所说的绝大部分都是假话。不料露西却面不改色。你恐怕会认为，露西说，我对你太随便了，告诉你这些事情。诚然，我认识你的时间不长，至少直接交往的时间不长，但是凭借别人的描述，我对你和你一家人了解很长时间了。我一见到你就觉得几乎像旧友重逢一样。况且碰到目前这件事，我向你这么详细地询问了爱德华母亲的情况，确实觉得该向你做些解释。我真够不幸的，连个征求意见的人都没有。安妮是唯一的知情人，可她压根儿没长心眼。她确确实实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总是害得我提心吊胆的，生怕她泄露出去。你一定看得出来，她的嘴巴不牢。我那天一听见约翰爵士提起爱德华的名字，的确吓得要命，唯恐他一股脑儿捅出来。你无法想象，这件事让我担惊受怕，吃了多少苦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4年来我为爱德华受了这么多苦，如今居然还活着。一切都悬而未决，捉摸不定，同他难得见面，1年顶多见上2次。我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心居然没有碎。说到这里，他掏出手帕，可是埃莉诺却不那么怜悯他。有些时候，露西擦了擦眼睛，继续说，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干脆吹了，对双方还好些。说着，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他的同伴。然而，还有些时候，我又下不了这个狠心。我不忍心搞得他可怜巴巴的，因为我知道一旦提出这个问题，定会搞得他痛不欲生。这也是替我自己着想，他是那样的可爱，我想我又和他断不了。在这种情况下，达什伍德小姐，你说我该怎么办？要是换成你会怎么办？请原谅，埃莉诺听到这个问题吃了一惊，只好回答，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拿不出什么主意，还得由你自己做主。毫无疑问，双方沉默了一阵之后，露西继续说道，他母亲迟早要供养他的，可怜的爱德华为此感到十分沮丧。他在巴顿时，你不觉得他垂头丧气吗？他离开朗斯特普尔到你们这儿来的时候哀伤极了，我真担心你们会以为他害了重病。这么说，他是从你舅舅那儿来探望我们的？哦，
是的，他和我们一起待了2个星期。你还以为他直接从城里来的？不，埃莉诺回答道，深有感触地认识到，一桩桩新的情况表明，露西没有说假话。我记得他对我们说过，他和普利茅斯附近的一些朋友在一起待了2个星期。他还记得他当时很惊奇，因为他没有再提到那些朋友，连他们的名字都绝口不提。难道你不觉得他抑郁不乐吗？露西重复问道。确实是这样，特别是他刚到的时候。我恳求他尽量克制自己，免得你们疑心出了什么事。可是他因为不能和我们在一起多待些日子，再加上看到我那么伤感，他也十分忧伤。可怜的家伙，我担心他现在还是那副样子，因为他写起信来语气还是那么沮丧。我就在离开埃克塞特前夕收到他的一封信。说着，露西从口袋里掏出信，漫不经心地让埃莉诺看了看姓名地址。你想必是认得他的笔记的，写得可漂亮了。可是这封信写得不如平常工整，他大概是累了，只是凑合着写满了1页。埃莉诺一看，果然是爱德华的笔记，也就无法再怀疑了。他原来认为那个画像可能是他意外搞到的，而不见得是爱德华的礼物。可是他们之间的通信关系只有在明确订婚的情况下才可能建立起来，别无其他理由。转瞬间，他几乎为感情所压倒，情绪一落千丈，2条腿几乎站都站不住了。但是他千万要顶住，他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抑郁之感，结果立即见效，而且当时效果还很不错。在长期的分离中，露西说，一边把信放回口袋里，互相通信成为我们唯一的安慰。对了，我倒还有一个安慰，就是他的画像。然而可怜的爱德华连这也没有。他说他只要搞到我的画像，就会觉得宽慰多了。他上次去朗斯特普尔时，我送了他一绺头发，嵌在一枚戒指上。他说那对他是个慰藉，但是顶不上画像。你见到他的时候，也许注意到那只戒指了吧？注意到了，埃莉诺说，在他那平静的语气后面，隐藏着他从未感到过的激动和忧伤。他感到屈辱、震惊和惶恐。幸好他们现在来到乡舍跟前，谈话不能继续下去了。斯蒂尔姐妹和他们一起坐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回庄园去。这样一来，埃莉诺才得以纵情地去思索，去忍受痛苦了。第2卷第1章。尽管埃莉诺本来并不相信露西说的话，但她经过仔细的思考，却再也不能怀疑这件事是假的了，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让她编造出这样的谎言。所以，露西声称是事实的这些情况，埃莉诺无法再怀疑，也不敢再怀疑。这些情况都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些证据要么大致是真的，要么是确凿无疑的。除了他自己主观上想要相信之外，无论如何也得不出相反的结论。他们在普赖特先生家所经历的事情，就是其他情况的依据，他既无可怀疑，又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爱德华在普利茅斯附近访问的经历，他的忧郁心情，他对未来感到的不满，他对他本人的反复无常，以及斯蒂尔姊妹们对诺兰和他们亲属的了解，这常常让他感到很奇妙。那幅画像，那封信，那枚戒指，这一切都构成了一连串的证据。这些证据打消了他害怕冤枉他的所有顾虑，证明他亏待了他，这是任何偏爱也改变不了的既定事实。他憎恨他这种行为，后悔自己被欺骗了。那一刻，他只知道为自己感到怜悯，但是他的心里立刻又涌起了别的念头，别的想法。难道爱德华一直都在故意欺骗他吗？难道他是一片虚情假意吗？难道他与露西的订婚是真心实意的吗？不管从前的情况是怎样，
他现在并不这么认为，他只喜欢他一个人，这一点他绝不会搞错。在诺兰，他的母亲、妹妹、范妮都知道他喜欢他，这并不是他虚荣心引起的错觉，他当然是爱他的。这个想法让他的心里得到了巨大的安慰。有了这一点，他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原谅他呢？想当初，他已经开始觉得他对他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吸引力，却偏偏要继续待在诺兰，这真该受到责备。在这方面，他是无可辩驳的。不过，如果说他伤害了他，那他更伤害了他自己。如果说他的处境是让人怜悯的，那么他的处境则是无可挽回的。他的鲁莽行为给他带来了暂时的痛苦，不过他自己似乎永远失去了幸福的机会。他迟早是会恢复平静的。可是他现在还有什么盼头呢？他和露西·斯蒂尔在一起会感到幸福吗？像他那样诚实、文雅、见识广博的人，即使连他埃莉诺都不中意，能对露西这样一个无知、狡诈、自私自利的妻子感到满意吗？爱德华当时只有19岁，青年人的热烈爱恋自然使他陷入了盲目之中。除了露西的美貌和温顺之外，他对其他事情都视而不见。但是接下来的4年，如果能合理的度过这4年，可以让人变得更聪明不少。他也应该发现他教育上的不足。与此同时，露西因为常常和下等人交往，追求低级的兴趣，也许早就失去了从前的天真。这种天真曾经为她的美貌增添了几分情趣。爱德华与埃莉诺成婚，还要面对他母亲设下的各种障碍。那么他选择一个门第比他低，财产可能不及他多的女人作为配偶，岂不是更加困难重重？当然，他在情感上与露西还很疏远，这些困难还不至于让他无法忍耐。但是这位本来对家庭的反对和刁难感到欣慰的人，他的心情却是非常抑郁的。埃莉诺连续痛苦地思考着，不禁为他而不是为自己流下了眼泪。使他坚信不疑的是，他没有做出什么事情而活该遭受现在的不幸。同时使他感到欣慰的是，爱德华也没有做出什么事情而不配得到他的器重。他觉得即使现在就在他承受这沉重打击的最初剧痛之时，他也能尽量控制自己，以防母亲和妹妹们对事实真相产生怀疑。他是这样期望的，也是不折不扣地做到的。就在他的美好希望破灭后的2个小时，他就加入了他们一起吃饭。结果从妹妹们的表情上看得出来，谁也没有料到埃莉诺正在为即将把她和她心爱的人永远隔开的种种障碍而暗自悲伤，而玛丽安却在内心深处眷恋着一位十全十美的情人。她相信她的心完全被自己迷住了。每当有辆马车靠近他们的住处时，她都期望着能见到他。埃莉诺虽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忍耐，将露西告诉她的私密号始终瞒着母亲和玛丽安，但这并没有加深她的痛苦。相反，使她感到宽慰的是，她不必告诉他们一些只会给他们带来痛苦的伤心事，因此省得听到他们责怪爱德华。因为大家对他过于偏爱，这种指责是很有可能发生的，那将是他难以忍受的。他知道他从他们的忠告或谈话中得不到帮助，他们的温情和悲伤只能增加他的痛苦，而对于他的自我克制，他们既不会通过亲身做榜样来做，也不会通过正面赞扬来鼓励。当他独自一人时，反而更坚强一些，他能非常理智地控制自己。尽管刚刚遇到了如此令人心痛的事情，他还是尽量表现得坚定不移，始终显得高高兴兴的。尽管他与露西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次谈话让他吃尽了苦头，但是他转眼间又渴望和他再谈一次，而且理由不止一个。他想听他重新介绍一些有关他们订婚的许多详细情况，想更清楚地了解一下露西对爱德华的真实感情，看看他是不是真像他所宣称的那样对他一往情深。
他还特别想通过主动地、平静地再谈谈这件事，让露西相信他只不过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关心这件事。而这一点从早晨的谈话来看，由于他不知不觉地变得十分焦躁不安，所以至少是让人怀疑的。看来露西很可能嫉妒他。显而易见，爱德华总是在称赞他，这不仅从露西的话里听得出来，而且还表现在他才认识他这么短时间，就大胆地向他透露了这么重大的秘密。甚至连约翰爵士开玩笑的话，大概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确实，埃莉诺既然深信爱德华真心喜爱自己，他就不必去考虑其他的可能性，自然而然地认为露西在嫉妒他。露西确实在嫉妒他，他的私房话就是个证明。露西透露这件事，除了想告诉埃莉诺爱德华是属于他的，让埃莉诺以后少和他接触之外，还会有什么别的动机呢？埃莉诺不难理解他情敌的这番用意，他决心切实按照真诚体面的原则来对待他，克制自己对爱德华的感情，尽量少和他见面。同时，他还要借此机会向露西表明，他并不为此感到伤心。如今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会听到比已经听到的更让他痛苦的事情了。因此，他相信自己能够平静地听露西把详情重新叙说一遍。康熙昆斯 Consequence， 这是一种连环问答式的叙事游戏。参与游戏的人围成一个圈，以一对男女的相会为主题，一个人虚构一个名字或者一件事情，然后串成一个故事。虽然露西和他一样，也很想找个机会再谈谈，但是这样的机会并不是马上就能来的。本来一起出去散散步是最容易摆脱众人的，谁知道天公总是不配合，不让他们出去散步。虽然他们至少每隔一天晚上就有一次聚会，不是在庄园就是在乡舍，主要是在庄园，但那都不是为了专门谈话。约翰爵士和米德尔顿夫人从未这样想过，所以大家很少有一起闲聊的时间，更没有单独交谈的机会。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吃喝玩乐，打打牌，玩玩康熙昆斯，或是搞些其他吵闹的游戏。他们这样的聚会了一两次，但埃莉诺就是没有机会和露西私下交谈。一天早晨，约翰爵士来到乡舍，以仁爱的名义恳求达什伍德母女当晚能和米德尔顿夫人一起共进晚餐，因为他要前往埃克塞特俱乐部。米德尔顿夫人只有她母亲和2位斯蒂尔小姐作伴，她们母女若是不去，夫人将会感到非常孤寂。埃莉诺觉得参加这样一次晚宴可能是她了却心愿的绝佳时机，因为在米德尔顿夫人安静而有教养的主持下，比她丈夫把大家凑到一起大吵大闹要自在得多。于是她当即接受了邀请。玛格丽特得到了母亲的许可，同样满口答应。玛丽安一向不愿意参加他们的聚会，可母亲不忍心让她错过任何娱乐机会，硬是说服她跟着一起去。轮回牌戏 Round Game， 这是一种多人参与的，不需要搭档而决定胜负的牌戏。3位小姐前来赴约，差点陷入可怕的孤寂之中的米德尔顿夫人终于幸运地得救了。正如埃莉诺所料，这次聚会非常无聊，整个晚上没有出现一个新奇的想法，一句新鲜的俏皮话，整个谈话从餐厅到客厅都索然无味到了极点。几个孩子陪着他们来到客厅，埃莉诺心里明白，只要他们待在那里，他就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和露西交谈。茶具端走之后，孩子们才离开客厅，然后大家摆好了牌桌。埃莉诺开始纳闷，他怎么能指望在这里找到谈话的机会呢？这时大家都纷纷起身，准备玩一番轮回牌戏。我很高兴，米德尔顿夫人对露西说，你今晚不打算给可怜的小安娜玛利亚织好小篮子，因为在烛光下做编织活一定很伤眼睛，让这可爱的小宝贝扫兴了，我们明天再给她补偿吧，但愿她不要太不高兴。有了这点暗示就足够了。露西立刻下定了决心，回答说，
其实您完全搞错了，米德尔顿夫人，我只是在等着看看你们玩牌有没有我行不行，不然我早就动手支起来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小天使扫兴。如果您现在叫我打牌，我一定在晚饭后支好篮子。你真好，我希望可别伤了你的眼睛。您是不是拉拉铃，再要些蜡烛来？我知道，如果那小篮子明天还织不好，我那可怜的小姑娘可要大失所望了。因为尽管我告诉她明天肯定织不好，她却会以为织得好。露西马上将编织桌往跟前拉，欣然坐了下来。看她那兴致勃勃的样子，似乎什么事情也比不上给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编织篮子，更让她感到高兴。卡西诺 （Casino） 这是一种牌戏，将手中的牌与桌上的牌进行配对，一般由2到4个人玩。米德尔顿夫人提议来一局卡西诺，大家都不反对，唯独玛丽安因为平时就不拘礼节，这时大声嚷道：“夫人行行好，就免了我吧。您知道我讨厌打牌，我想去弹弹钢琴。自从调过音之后，我还没碰过呢。”他也没再客气2句，便转身走向钢琴。米德尔顿夫人那副神情，仿佛在谢天谢地，她从来没有说过如此冒昧无礼的话。您知道，夫人，玛丽安与那台钢琴结下了不解之缘。埃莉诺说，极力想替妹妹的冒昧无礼打圆场。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那是我所听到的音质最好的钢琴。剩下的5个人就要抽牌了。也许，埃莉诺接着说，如果我能不打牌，倒能帮上露西斯蒂尔小姐一些忙，替她卷卷纸。我看那篮子还差得远呢，如果让她一个人来做，今晚肯定完不成。如果她肯让我插手的话，我非常喜欢做这个活。如果您能帮忙，我倒真要感激不尽呢，露西嚷道，因为我发现我原来算计错了，这要费不少功夫呢。万一让可爱的安娜玛利亚失望了，那该多糟糕啊！哦，那实在是太糟糕了。斯蒂尔小姐说，可爱的小家伙，我多么喜爱他呀！您真客气，米德尔顿夫人对埃莉诺说，您既然真喜欢这个活，是不是请您到下一局再入桌，还是现在先试试手气？埃莉诺愉快地采纳了前一条建议，于是他就凭借着玛丽安一向不屑一试的委婉巧妙的几句话，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又讨好了米德尔顿夫人。露西爽快地给他让了个地方。就这样，2位姿容美丽的情敌肩并肩地坐在同一张桌前，非常融洽地做着同一件事。这时，玛丽安沉醉在乐曲和遐想之中，完全忘记室内还有别人，只顾埋头弹奏。幸运的是，钢琴离2位情敌很近，达什伍德小姐断定有着嘈杂的琴声做掩护，她可以放心大胆地提出那个有趣的话题，牌桌上的人一定听不见。第2章，埃莉诺用一种坚定而谨慎的语气开口说道，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你的信任，如果只是不要求你继续说下去，不好奇地深入探究一番，岂不是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呢？所以我不揣测冒昧，想再次提出这个话题。谢谢你打破了僵局，露西激动地喊道，你这样说就让我安心了。不知怎么的，我总是担心星期一那天说话得罪了你。得罪了我？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请相信我，埃莉诺非常诚恳地说道，我不想让你产生这样的看法。你对我如此敞开心扉，难道还会抱有让我感到不体面、不愉快的动机吗？不过说实在的，露西回答道，一双敏锐的小眼睛意味深长地望着他。你当时的态度似乎很冷淡，很不高兴，这让我感到非常尴尬。我想你一定是在生我的气。此后我一直在怪罪自己，不该冒昧地拿自己的事情来打扰你。不过我很高兴地发现，
这只不过是我的错觉，你并没有真的责怪我。说实话，你若是知道我向你倾诉了那些我时时刻刻在想的真心话，心里会感到多么宽慰，你就会同情我，而不会计较其他事情。确实，我不难想象，你将你的处境告诉我，而且确信一辈子不用后悔，这对你真是个巨大的慰藉。你们的情况非常不幸，看来好像是困难重重，你们需要依靠彼此的深情来坚持下去。我想，费拉斯先生完全依赖于他的母亲，他自己只有2000磅的收入，单靠这点钱结婚，那简直是疯了。不过就我自己来说，我可以毫无怨气地放弃更高的追求。我一直习惯于微薄的收入，为了他，我可以与贫穷做斗争。但是我太爱他了，他若是娶了一个让他母亲满意的太太，也许会得到他的不少财产。我不想自私自利地让爱德华失去这些财产。我们必须等待，也许要等许多年。对天下几乎所有的男人来说，这是个令人感到寒冷的未来景象。可是我知道，爱德华对我的那份深情和忠贞不渝，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夺走的。你有这个信念，这对你是至关重要的。毫无疑问，他对你也抱有同样的信念。万一你们相互间感情淡薄，这是在许多人之间，许多情况下，在4年订婚期间经常发生的现象，你的处境确实会是非常可怜的。露西听到这里，抬起了眼来，哪知埃莉诺非常谨慎，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让人察觉不出她话语中有什么可疑的意图。爱德华对我的爱情，露西说道，自从我们订婚以来，经历了长期分离的严峻考验，我再去胡乱怀疑，那是无法原谅的。我可以万无一失地说，他从一开始从未因为这个原因给我带来过一瞬间一刻的惊扰。埃莉诺听到他这么说，简直不知道是应该轻笑一下，还是应该为之叹息。露西继续往下说道，我天性也好妒忌，因为我们的生活处境不同，他比我见过的世面要多得多，再加上我们又长期分离，我老是疑神疑鬼。我们见面时，哪怕他对我的态度发生了一点细微的变化，他的情绪出现了莫名其妙的低落现象，他对某一个女人比对别的女人多谈论了些，他在朗斯特普尔表现得不像过去那么快乐，我马上就能察觉出来。我并不是说我的观察力一般都很敏锐，眼睛一般都很尖锐，但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是不会受骗的。说的倒很动听，埃莉诺在心里想到，可是我们2人谁都不会上当受骗的。不过他稍微沉默了一刻，然后说道，你的观点如何呢？还是你根本没有什么观点，只是采取了一种令人忧伤而震惊的极端措施，就等着费拉斯太太一死了事？难道他儿子就甘心屈服，决定拖累着你，这么常年悬吊着，索然无味地生活下去，而不肯冒着惹他一时不快的风险，干脆向他说明事实真相吗？如果我们能确定他只是一时不快就好啦。可惜费拉斯太太是一个刚愎自用、妄自尊大的女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发起怒来，很可能把所有财产都交给罗伯特。一想到这里，看在爱德华的份上，我竟吓得不敢草率行动。也看在你自己的份上，不然你的自我牺牲就难以理解了。露西又看了看埃莉诺，但是没有发出声音。你认识罗伯特·费拉斯先生吗？埃莉诺问道。一点也不认识，我从没见过他。不过我想他与他哥哥大不一样，傻乎乎的，是个十足的花花公子。十足的花花公子，斯蒂尔小姐重复了一声，她是在玛丽安的琴声突然中断时听到这2个词的。哦，他们准是在议论他们的心上人呢。不，姐姐，露西喊道，你搞错了，我们的心上人可不是十足的花花公子。我敢保证，
达什伍德小姐的心上人不是花花公子，詹宁斯太太说着，开怀大笑。他是我见过的最谦虚、最文雅的一个年轻人。不过说到露西，她是个狡猾的小精怪，谁也不知道她喜欢谁。哦，斯蒂尔小姐喊道，一边意味深长地望着他们俩。也许露西的心上人和达什伍德小姐的心上人一样谦虚，一样文雅呢。埃莉诺不由得羞得满脸通红。露西咬了咬嘴唇，愤怒地瞪着她姐姐。两人沉默了一阵，露西首先打破了沉默。虽然玛丽安弹起了一支极其优美的协奏曲，为他们提供了有效的掩护，但她说话的声音还是压得很低。我想坦率地告诉你，我最近想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好办法。的确，我有责任让你知道这个秘密，因为事情与你有关。你常见到爱德华，一定知道他最喜欢当牧师。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他尽快地接受圣职，然后希望你能出于对他的友情和对我的几分关心，利用你的影响力，劝说你哥哥把诺兰的牧师职位赐给他。我听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位，而且现在的牧师也活不久了。这可以保证我们先结婚，剩下的事情就听天由命吧。我一向乐于表现对费拉斯先生的敬意和友情，埃莉诺回答道。不过，难道你不觉得我在这种场合出面完全大可不必吗？他是约翰·达什伍德夫人的弟弟，就凭这一点，她丈夫也会提拔他的。可是约翰·达什伍德夫人并不同意爱德华去当牧师。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去说更是没有用处。他们又沉默了好半天。最后，露西深深地叹了口气，大声说道：我认为最明智的办法还是解除婚约，立即终止这门亲事。我们好像困难重重，四面受阻，虽然要痛苦一阵子，但最终也许会更幸福些。不过，达什伍德小姐，难道你不肯给我出主意吗？不，埃莉诺回答道，她脸上的微笑掩饰着内心的忐忑不安。在这个问题上，我当然不会给你出什么主意。你心里很有数，我的意见除非顺从你的意愿，不然对你是起不了作用的。说真的，你冤枉了我，露西一本正经地回答道。在我认识的人中，我最尊重你的意见。我确实相信，假如你对我说，我劝你无论如何都要取消与爱德华·费拉斯的婚约，这会使你们两个更幸福，那我就会决定马上这样做。埃莉诺为爱德华未婚妻的虚情假意感到脸红，她回答道：假如我在这个问题上真有什么意见可言的话，一听到你这番恭维，准会吓得不敢开口了。你把我的声望抬举得过高了，要把一对情深意切的恋人分开，对一个局外人来说，实在是束手无策的。正因为你是个局外人，露西有点生气地说道，特别加重了那几个字，你的意见才理所当然地受到我的重视。如果我觉得你带有任何偏见，就没必要去征求你的意见。埃莉诺认为最好对此不加辩解，以免双方变得过于随随便便、无拘无束。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下定了决心，再也不提起这个话题。因此，露西说完后又沉寂了半天，还是露西先打破了沉默。你今年冬天去城里吗，达什伍德小姐？她带着她惯常的自鸣得意的神气问道。当然不去。真可惜，露西回答道。其实她一听这话，眼里不禁露出了喜色。我若是能在城里见到你，那该有多高兴啊！不过，尽管如此，你还是肯定会去的。毫无疑问，你哥嫂会请你去做客的。他们即使邀请，我也不能接受。这太不幸啦！我本来一直指望在城里见到你。1月底，安妮和我要去探访几个亲友，他们这几年总是叫我们去。不过，
我只是为了去见见爱德华，他2月份到那儿去。不然的话，伦敦对我一点诱惑力也没有，我才没有兴致去那儿呢。过了不一会儿，牌桌上打完了第1局，埃莉诺也就被叫了过去，于是2位小姐的秘密交谈便结束了。不过结束的并不勉强，因为双方没有说上什么投机的话，可以减少他们相互之间的厌恶之情。埃莉诺在牌桌前坐定，忧伤地判断，爱德华不仅不喜欢他这位未婚妻，而且他即使同他结婚，也不会感到多么幸福。只有他埃莉诺的真挚爱情才能给他婚后带来幸福，因为只是凭着自私自利这一点，才能使得一个女人保持与男方的婚约，而这个女人似乎完全意识到，男方已经厌倦了这种婚约。从此之后，埃莉诺再也没有重新提起这个话题。露西却很少错过旧话重提的机会，特别是当她收到爱德华的来信时，总要别有心计地向他的知己女友报喜。每逢这种情况，埃莉诺都能泰然处之，谨慎对待，在礼貌允许的范围内尽快结束这种谈论，因为她觉得这种谈话对露西是一种她不配享受的乐趣，对她自己却是危险的。2位斯蒂尔小姐对巴顿庄园的访问一再延长，大大超过了最初邀请时双方认可的期限。她们越来越受人喜爱，想离开也离开不了。约翰爵士坚决不让他们走，虽然他们在埃克塞特有一大堆早就安排好的事情，急需他们马上回去处理，尤其是越到周末事情越繁忙，但他们还是被说服在巴顿庄园待了将近2个月，并且协助主人家好好庆祝一下圣诞节，因为这个节日需要比一般节日举行更多的家庭舞会和大型晚宴，以此来展现其重要性。第3章。尽管詹宁斯太太有一个习惯，就是在1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住在女儿或朋友的家里，但她并非完全没有自己的固定住处。她的丈夫原先在城里一个不怎么干净的街区做生意，生意还算不错。自从他去世后，他每到冬天就一直住在波特曼广场附近的一条街上的一栋房子里。眼看1月就要来了，他不禁又想起了这个家。有一天，出乎达什伍德家2位小姐的意料，他突然邀请他们陪他一起回家。听到这个邀请，玛丽安的脸色发生了变化，那副活灵活现的样子表明她对这个主意并非不感兴趣。埃莉诺没有注意到妹妹表情的变化，便立刻代表2人坚决地谢绝了。她满心地以为自己已经表达了他们2人的共同心愿。她提出的理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绝对不能离开自己的母亲。詹宁斯太太被拒绝后不禁吃了一惊，马上把刚才的邀请又重复了一遍。哦，天哪，你们的母亲肯定会让你们去的，我恳请你们陪我一趟，我可是下定决心了。不要以为你们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因为我不会为你们给自己增加任何麻烦。我只需要让贝蒂坐公共马车先回去，我想这点钱我还是能付得起的。这样我们3个人就可以舒服地乘着我的马车走。到了城里以后，如果你们不愿意随我去哪里，那也好，你们可以随时跟着我到哪个女儿那里出去，你们的母亲肯定不会反对的。我非常幸运地把我的女儿都打发出去了，她知道由我来照顾你们是再合适不过了。我若是到头来没有至少让你们其中1位嫁得一个如意郎君，那可不是我的过错。我要向所有的年轻小伙子美言你们几句，你们尽管放心啦。我认为约翰爵士说，玛丽安小姐不会反对这样一个计划，假使她姐姐答应去的话。如果她因为达什伍德小姐不愿意去而没有得到一点乐趣，那可真是太委屈了。所以你们如果在巴顿待腻了，我劝你们俩动身到城里去，一句话也别对达什伍德小姐说。当然，詹宁斯太太嚷道，不管达什伍德小姐愿不愿意去，我都将非常高兴能有玛丽安小姐作伴。我只是说，人越多越热闹，而且我觉得他们俩在一起会更愉快一些。
因为他们一旦讨厌我了，可以一起说说话，在我背后嘲笑一下我的奇怪习惯。不过，要是两人不可兼得，我总得有一个作伴的。我的天哪！你们想想看，直到今年冬天，我一直都是让夏洛特陪伴着，现在怎么能一个人闷在家里？好吧，玛丽安小姐，咱们就决定了。若是达什伍德小姐到时候能改变主意，那就更好了。我感谢你，太太，真心诚意地感谢你。玛丽安激动地说，我永远感谢你的邀请，若是能接受的话，它会给我带来巨大的幸福，几乎是我能享受到的最大幸福。可是我母亲，我那最亲切、最慈祥的母亲，我觉得埃莉诺说的有道理，万一我们不在，她会搞得不开心、不愉快哦。我说什么也不能离开她。这件事不应该勉强，也千万不能勉强。詹宁斯太太再次保证说，达什伍德太太完全放得开他们俩。埃莉诺现在明白了妹妹的想法，她一心急于和威洛比重新团聚，别的一切几乎都不顾了。于是她不再直接反对这项计划，只说由她母亲去决定。可是她也知道，尽管她不同意玛丽安去城里做客，尽管她自己有特殊理由避而不去，但是她若出面阻拦，却很难得到母亲的支持。玛丽安无论想做什么事，她的母亲都会热切地加以成全。她并不指望能说服母亲谨慎行事，因为就在那件事情上，不管她怎么说，母亲仍然相信玛丽安和威洛比已经订婚。再说，她也不敢为自己不愿意去伦敦的理由做辩解。玛丽安虽然非常挑剔，而且她也完全了解詹宁斯太太的那副脾性，总是觉得非常讨厌，却要不顾这一切不方便，不顾这会给她那脆弱的情感带来多么巨大的痛苦，而硬要追求一个目标，这就充分而有力地证明这个目标对她是多么重要。埃莉诺虽然目睹了这一切，但对妹妹把这件事看得如此重要，却丝毫没有思想准备。达什伍德太太一听说这次邀请，便觉得两个女儿出去走走也好，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大乐趣。她看到玛丽安对自己如此关爱体贴，又觉得她还是一心想去，于是她绝不同意他们因为她而拒绝这次邀请，非要他俩立刻接受邀请不可。接着，她又表现出往常的活泼神气，开始预测他们大家可以从这次分别中得到的种种好处。我很喜欢这个计划，她大声嚷道，完全合我的心意。玛格丽特和我将和你们一样，从中得到好处。你们和米德尔顿夫妇走后，我们可以安静地、开心地读读书，唱唱歌。你们回来的时候，会发现玛格丽特大有进步。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计划，想把你们的卧室改修一下，现在就可以动工了，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不便。你们确实应该到城里走走，像你们这种家境的年轻女子都应该了解一下伦敦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活动。你们将受到一个慈母般的好心太太的照顾，我毫不怀疑她对你们是一片好意，而且你们十有八九会见到你们的哥哥，不管他有什么过错，不管他妻子有什么过错，我一想到他是谁的儿子，也就不忍心看着你们完全疏远下去。虽然你总是渴望我们快乐，埃莉诺说，想到目前这个计划还有一些问题，便一直在想方设法加以克服。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以为是无法轻易克服的。玛丽安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我那亲爱的深谋远虑的埃莉诺，达什伍德太太说，又要发表什么高见呀？又要提出什么令人害怕的弊病啊？可别告诉我这要花多少钱。我说的弊病是这样的，虽然我很佩服詹宁斯太太的好心肠，可是她这个人嘛，我们和她交往不会觉得很愉快，她的照顾不会提高我们的身价。那倒确实如此，她母亲回答说，不过你们不大会脱离人群而单独和她在一起，你们总是可以和米德尔顿夫人一起露面嘛。如果埃莉诺因为讨厌詹宁斯太太而不敢去，玛丽安说，那至少不必妨碍我接受她的邀请。我没有这么多顾虑，我相信
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忍受这种不愉快。埃莉诺见玛丽安对詹宁斯太太的习惯举止表现出不在乎，情不自禁地笑了，因为她以前往往很难说服她对老太太表示礼貌。她心里下定决心，若是妹妹坚持要去，她也要一同前往，因为她觉得不应该任由玛丽安自己做主，不应该让想在家里舒适度日的詹宁斯太太还要听任玛丽安随心所欲的摆布。这个决心倒是比较容易下定，因为他记起了露西说的话，爱德华·费拉斯在2月份以前不会进城，而他们的访问即使不无故缩短，也可以在这之前完成。我要你们2个都去，达什伍德太太说，这些所谓的弊病完全是胡说八道。你们到了伦敦，特别是又是一起去，会感到非常愉快的。如果埃莉诺愿意迁就，期待得到快乐的话，她在那儿可以从多方面享受到。也许她可以通过增加和嫂嫂家的相互了解而得到一些快乐。埃莉诺经常想找个机会给母亲泼点冷水，让她不要以为女儿和爱德华对彼此还是一往情深，以便将来真相大白时，她可以少一点震惊。埃莉诺泼冷水虽然很难奏效，但她还是硬着头皮开始了。只听她泰然自若地说道，我很喜欢爱德华·费拉斯，总是很乐意见到他，但是至于他家里的其他人是否认识我，我却毫不在乎。达什伍德太太笑了笑，没有出声。玛丽安惊愕地抬起眼来，埃莉诺在想，她还是不开口为好。母女们也没怎么再议论，便最后决定完全接受詹宁斯太太的邀请。詹宁斯太太得知后大为高兴，一再保证要好好照顾。其实感到高兴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约翰爵士也喜上眉梢，因为对于一个最害怕孤单的人来说，能为伦敦的居民增加2个名额也相当了不起。就连米德尔顿夫人也反常地装出高兴的样子。至于2位斯蒂尔小姐，特别是露西，一听说这个消息，生平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埃莉诺勉强接受了这项安排，心里倒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勉强。对于她自己来说，她去不去城里是无所谓的。当她看到母亲对这个计划非常满意，妹妹从神情到语气到仪态都显得非常兴奋时，她也恢复了平常的活泼劲头，而且变得比平常更加活泼。她无法对事情的缘由表示不满，也几乎很难对事情的结果加以怀疑。玛丽安欣喜若狂，只觉得心神荡漾，急不可耐。她不愿意离开母亲，这是她唯一的镇静剂。由于这个原因，她在分别时感到极为悲伤。她的母亲同样感到十分哀伤。母女3人中，似乎只有埃莉诺不认为这是永久的告别。他们是在1月份的第1周启程的，米德尔顿夫妇大约在1周后出发。2位斯蒂尔小姐暂且留在巴顿庄园，以后和府里的其他人一起离开。第4章，埃莉诺姐妹与詹宁斯太太才认识这么几天，她们在年龄和性情上如此不相称，而且就在前几天，埃莉诺还对这次安排提出了许多疑问。但现在，她和詹宁斯太太坐在一辆马车里，在她的保护下，作为她的客人，开始前往伦敦的旅程。这让她不禁想问自己，她怎么能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疑惑和不解呢？由于玛丽安和母亲都同样怀有年轻人特有的兴致和热情，埃莉诺的反对意见没有被完全驳倒，或者干脆就被忽略了。尽管埃莉诺有时怀疑威洛比是否会永远忠诚，但当她看到玛丽安的整个心灵都充满了一种狂喜的期待时，她的双眼闪烁着期待的光芒。埃莉诺不禁觉得自己的前景多么渺茫，自己的心情多么忧郁。她多么希望自己能沉浸在玛丽安那样的渴望之中，怀揣着同样令人激动的心愿，抱着同样有可能实现的希望。不过，威洛比究竟有什么打算？马上就会有答案了。他十有八九已经待在城里了。玛丽安如此急着出发，这说明他相信能在城里见到威洛比。
埃莉诺下定决心，不仅要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别人的介绍，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威洛比的个性，而且还要仔细注意他对妹妹的态度，这样才不用多次见面就能弄清楚他是怎样的人，用心又在何处。如果他观察的结果不好，他无论如何都要帮助妹妹擦亮眼睛。假使结果并非如此，他就将做出另一种努力。他要学会避免进行任何自私自利的比较，消除所有的烦恼，才不会让他对玛丽安的幸福感到不够满意。他们在路上走了3天。玛丽安在旅途中的表现，或许是她将来讨好詹宁斯太太的一个绝妙的开端。她几乎一路上都保持沉默，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她很少主动开口，即使看见了美丽的风景，也只是惊喜地向姐姐赞叹2声。因此，为了弥补妹妹行动上的不足，埃莉诺按照原先的计划，立刻承担起了讲究礼貌的任务。她对詹宁斯太太非常关注，和她有说有笑，努力倾听她的谈话。而詹宁斯太太待他们也极其友好，时时刻刻把他们的舒适和快乐放在心上。唯一让她感到有点不安的是，她在旅店无法让他们自己选择饭菜。尽管她一次又一次地追问，他们就是不肯说明自己是喜欢鲑鱼还是不喜欢鳕鱼，是喜欢烤禽还是不喜欢小牛肉片。第3天下午3点钟，他们抵达了城里。经过一路奔波，终于从马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大家都开心地准备在熊熊的炉火旁好好享受一番。詹宁斯太太的住所非常漂亮，布置得非常讲究，2位小姐立刻住进了一间非常舒适的房间。这间房原来是夏洛特的，壁炉架上方还挂着她亲手制作的一幅彩绸风景画，这证明了她在城里一所了不起的学校里学习了7年，而且还颇有几分成绩。因为晚饭要在2个小时内还做不好，埃莉诺决定利用这段时间给母亲写封信，于是便坐下来动笔了。过了一会儿，玛丽安也跟着开始写起来。我在给家里写信。玛丽安，埃莉诺说，你是不是晚1-2天再写？2便士邮局。1801年，英国1便士的邮资提到了2便士，由此可以判断，奥斯丁在小说初稿中对这里进行了修改。我不是给母亲写信。玛丽安连忙回答，好像想要躲开姐姐的进一步追问似的。埃莉诺没有出声，她立刻意识到妹妹大概是在给威洛比写信。她于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管他们俩想把事情弄得多么神秘，他们肯定已经订婚了。这个结论虽然没有让人完全相信，但让她感到高兴，于是她更加欢快地继续写信。玛丽安的信很快就写好了，从长度上看，那只不过是一封短小的信。接着她急急忙忙地叠起来，封好，写上了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埃莉诺心想，从那个姓名和地址上，她应该能辨认出一个巨大的V字。信刚写完，玛丽安就赶紧拉铃，等男仆听到声音赶来，就请他替他把信送到2便士邮局。顿时这件事就确定无疑了。玛丽安的情绪依然非常高涨，但她还有点神思不宁，这让姐姐感到不太高兴。随着夜幕的降临，玛丽安的心神越来越不安。她吃晚饭时几乎什么东西也吃不下了。饭后回到客厅，她似乎在焦急不安地听着每一辆马车的声音。使埃莉诺感到非常欣慰的是，詹宁斯太太正在自己的房间忙着各种事情，没有注意到这番情景。茶具端进来了，隔壁人家的敲门声已经让玛丽安失望了好几次。突然又听到一阵响亮的叩门声，这次可不会被错认为是敲别人家的门了。埃莉诺心想，肯定是传报威洛比到了。玛丽安猛地站起身，朝门口走去。房间里静悄悄的，她实在忍不住了，赶紧打开门，朝楼梯口走了几步，听了听，又回到了房间里，那种激动不安的样子，一定是确信听到了威洛比脚步声的自然反应。
当时他在狂喜之中，情不自禁地大声喊道：“哦，埃莉诺，是威洛比，真是他！”他似乎刚要扑向他的怀里，不料进来的却是布兰登上校。这场震惊可不是小事，让玛丽安失魂落魄，立刻走出了房间。埃莉诺也很失望，但因为一向尊敬布兰登上校，她还是欢迎他的到来。让她感到特别痛苦的是，如此珍爱她妹妹的一个人，竟然发现她妹妹一见到他，感受到的只是悲伤和失望。她立刻发现上校并非没有察觉，他甚至眼睁睁地看着玛丽安走出房间，在惊讶和焦虑之中，连对埃莉诺必要的客套都顾不上了。你妹妹是不是不舒服？他问道。埃莉诺有些为难地回答说，是她不舒服。接着她提到了自己的头痛、情绪低落、过度疲劳，以及可以体面地为妹妹开脱的各种借口。上校全神贯注地听他说着，似乎恢复了镇静。在这个话题上没有再说什么，马上就说起他能在伦敦见到他们感到非常高兴，客气地问起了他们一路上的情况，问起了留在家里的亲友们的情况。他们就这样平静地、乏味地交谈着，两人都郁郁不乐，都在想着别的心事。埃莉诺真想问问威洛比是否在城里，但他又怕打听他的情敌会引起他的痛苦。最后，为了找话聊，他问他自从上次见面以来，是否一直待在伦敦。是的，上校有些尴尬地回答道，差不多一直待在伦敦，有那么几天去德拉福去过1-2次，但是一直回不了巴顿。他这句话以及他说这句话时的神态，立刻让埃莉诺想起了他当初离开巴顿的情景，想起了这些情景给詹宁斯太太带来的不安和怀疑。埃莉诺有点担心，他的提问会让人觉得他对这个问题过于好奇，但实际上他并没有那么好奇。不久，詹宁斯太太进来了。哦，上校，他像往常一样兴高采烈地大声喊道，我见到你高兴极了，对不起，我不能早来一步，请你原谅，我不得不到各处看看，料理一些事情。我离开家好几天了，你知道，人一旦离开家，不管离开多久，回来后总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情要处理，随后还要和卡特莱特清算。天哪，我晚饭后一直忙碌得像蜜蜂一样。不过，请问上校，你怎么猜到我今天回城了？我是有幸在帕尔默先生家听说的，我在他家吃晚饭。哦，是这么回事。那么他们一家人都好吗？夏洛特好吗？我敢保证，她现在一定腰圆体胖了。帕尔默夫人看起来挺好的，她托我告诉你，她明天一定来看望你。啊，没有问题，我早就料到了。你瞧，上校，我带来了2位年轻小姐，这就说明你现在见到的是其中一位，还有一位不在这里，那就是你的朋友玛丽安小姐。你听到这话不会感到遗憾吧？我不知道你和威洛比先生打算怎么处理她。啊，人长得年轻漂亮是件好事儿。哎，我曾经年轻过，但是从来没有很漂亮过，我的运气真糟。不过我有个非常好的丈夫，我真不知道天字第1号的美人能比我好到哪里去。啊，可怜的人儿，他已经去世8年多啦。不过上校，你和我们分手后到哪里去了？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呢？得了，咱们朋友之间不要保什么秘密啦。上校用他惯有的委婉语气一一回答了他的询问，但没有一个回答能让他感到满意。埃莉诺开始动手泡茶，玛丽安也迫不得已地又回来了。见他一进屋，布兰登上校变得比先前更加沉思不语。詹宁斯太太想劝他多待一会儿，但却是徒劳无功。当晚没有别的客人来，太太小姐们一致同意早点休息。
玛丽安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恢复了往常的精神状态，神色欢快。看来她对当天充满了希望，所以忘记了前一天晚上令人扫兴的事情。大家吃完早饭不久，就听到帕尔默夫人的4轮马车停在了门前。过了一会儿，只见她笑哈哈地走进房间来。她见到大家高兴极了，而且很难说她见到谁最高兴，是她母亲还是2位达什伍德小姐。达什伍德家的2位小姐来到城里，这虽然是她一贯期望的，但实在让她感到非常惊讶。而他们居然在拒绝他的邀请之后接受了他母亲的邀请，这又真让他感到气愤。虽然他们要是索性不来，他更是永远不会原谅他们。帕尔默先生会非常高兴见到你们。他说，他听说你们2位和我母亲一起来到时，你们知道他说了什么话吗？我现在记不清了，不过那话说的真滑稽啊。大家坐在一起聊了2个小时，按照他母亲的话来说，这叫做快乐的闲聊。换句话说，一方面是詹宁斯太太对各位的相识提出各种询问，一方面是帕尔默夫人没理由的不停地笑。聊完之后，帕尔默夫人提议大家当天上午一起陪她去商店办事。詹宁斯太太和埃莉诺欣然同意，因为他们自己也要去采购一些东西。玛丽安虽然起初拒绝去，后来还是被说服一起去了。无论他们走到哪里，玛丽安显然总是非常留意，特别是到了众人需要进行大量采购的邦德街，她的眼睛时时刻刻都在东张西望。大家不管走到哪个商店，她对眼前的所有东西，对别人关心忙碌的每一件事都心神不宁。她走到哪里都显得心神不安，无法满意。姐姐买东西时征求她的意见，尽管这可能是他们俩都要买的物品，她也不理会。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就是盼望着马上回去。她看到帕尔默夫人唠唠叨叨，没完没了，简直压抑不住内心的烦恼。那位夫人的目光总是被那些漂亮、昂贵、时髦的物品吸引住，她恨不得样样都买，可是一样也下不了决心，整个时间都在如醉如痴和犹豫不决中度过。临近中午的时候，他们回到了家里。刚一进门，玛丽安就急切地飞奔上楼。埃莉诺跟在后面追上去，发现她满脸沮丧地在桌前来回走动，这说明威洛比没有来。我们出去以后，没有人给我来信吗？他对恰好这时进来送邮包的男仆问道。他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你非常确定吗？他问道。你敢保证佣人、脚夫都没有进来送过信或是便条？男仆回答说，谁也没来送信。真奇怪啊，玛丽安带着低沉失望的语气说道，一边扭身走向窗户。真奇怪啊，埃莉诺自言自语地重复道，局促不安地打量着妹妹。假使她知道她不在城里，她绝不会给她写信，而只会往库姆大厦写信。她要是在城里，却既不来人又不写信，岂不是太过奇怪的事情？哦，亲爱的母亲，你真不该允许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儿跟这么不了解的一个男人订婚，而且搞得这么捉摸不定、神秘莫测。我真想追问，可是人家怎么能容忍我多管闲事啊？他经过思考后决定，如果情况再这样令人不愉快地持续好几天，他就要用最强烈的措辞写信禀告母亲，要她认真追问这件事。惠斯特，类似于桥牌的一种牌戏。帕尔默夫人还有詹宁斯太太上午邀请的2位关系亲近的年长太太，和他们一起吃了饭。帕尔默夫人饭后不久便起身告辞，去履行晚上的约会。埃莉诺好心地帮助大家摆放惠斯特牌桌。在这种情况下，玛丽安插不上手，因为她说什么也不肯学打牌。不过，虽然她因此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但她整个晚上绝没有比埃莉诺过得更开心的，因为她一直在忍受着期待带来的焦虑和失望的痛苦。
他有时硬着头皮读几分钟书，但是很快又把书扔开。比较有趣的是，他又重新在室内踱来踱去，每当走到窗边总要停一阵，希望能听到期盼已久的敲门声。第5章，如果这天能持续不结冻，第2天早晨大家一起吃早饭时，詹宁斯太太说，约翰爵士下周也不想离开巴顿。那些游猎的人哪怕失去1天的娱乐机会，也要非常难受。可怜的家伙们，他们一难受，我就觉得他们可怜，他们似乎也太认真了。确实是这样，玛丽安带着开心的语气说道。她一边朝窗户走去，一边观察着天气。我还没想到这一点呢。遇到这样的天气，好多游猎的人都要留在乡下不走的。幸好想到了这一点，他重新变得兴高采烈起来。这天气对他们确实很迷人。他接着说道，一边带着开心的神气在餐桌前坐好。他们有多开心啊！不过他的担忧又有点回来，这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碰上这个时节，又一连下了好几场雨，当然不会再一直下。霜冻马上就要开始了，10有8九还很厉害，也许就在这1-2天。这种非常温和的天气，怕是持续不下去了。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要上冻了。玛丽安在想什么？埃莉诺完全了解，她不想让詹宁斯太太看穿妹妹的心事，于是说道，无论如何，到下周末，我们肯定能把约翰爵士和米德尔顿夫人迎到城里。啊，亲爱的，我敢保证没问题。玛丽安总要别人听她的。瞧吧，埃莉诺在心里猜测，她要往库姆写信啦，赶在今天发走。但是即使玛丽安真的那样做了，那也是秘密写好，秘密发走的。埃莉诺无论怎么仔细观察，还是没有发现真正的意图。无论事实真相如何，尽管埃莉诺对此远没有非常满意，然而一见到玛丽安兴高采烈，她自己也不能太不自然。玛丽安确实很兴高采烈，她为温和的天气感到高兴，更为霜冻快要到来感到高兴。这天上午主要用来给詹宁斯太太熟识的那些家人送名片，告诉他们太太已经回城了。玛丽安始终在观察风向，注视着天空的种种变化，设想着天气就要变了。埃莉诺，你难道不觉得天气比早晨冷吗？我似乎觉得大不一样，我甚至戴着皮手套都暖和不起来。我想昨天并不是这样的，云彩也在散开，太阳一会儿就要出来了，下午一定是个晴天。埃莉诺心里时高兴时难过，倒是玛丽安能够一直如一。她每天晚上看到明亮的炉火，每天早晨看到天象，都认定霜冻快要来临是确凿的迹象。詹宁斯太太对2位达什伍德小姐总是非常和善，这让他们俩没有理由感到不满意。同样，他们也没有理由对太太的生活气派和那些朋友感到不满。她安排家里的大小事情总是非常宽宏大量，除了城里的几位老朋友，她从不去拜访其他的人，唯恐引起她年轻伙伴心绪不安。而让米德尔顿夫人感到遗憾的是，她母亲就是不肯放弃那几位老朋友。埃莉诺高兴地发现，她在这一点上的处境比原来想象的要好，于是她宁愿不再去计较那些实在没有意思的晚会。这些晚会不管在自己家里开，还是在别人家里开，最多只是打打牌，对此她没有多大的兴趣。布兰登上校是詹宁斯家的常客，几乎每天都和他们在一起。他来这里，一是看看玛丽安，二是和埃莉诺说说话。埃莉诺和他交谈，往往比从其他日常事件中得到更大的满足。但他同时也非常关心地注意到，上校对他妹妹依然一片深情。他担心这种感情正在与日俱增。他伤心地发现，上校经常用真挚的目光望着玛丽安，他的情绪显然比在巴顿时更加低沉。
他们进城后过了大约1周，才得知威洛比也已经来到城里。那天上午，他们乘车游玩回来，看到桌上有他的名片。天啊！玛丽安惊叫道，我们出去的时候他来过这儿。埃莉诺得知威洛比就在伦敦，不禁喜上心头，便放心大胆地说道，你放心好啦，他明天还会来的。玛丽安仿佛没听到他的话，等詹宁斯太太进屋，便拿着那张珍贵的名片溜走了。这件事一方面提高了埃莉诺的情绪，一方面让她妹妹的情绪变得像以前一样激动不安，甚至比以前更加激动不安。从此刻起，她的心情根本就没有平静过，她时时刻刻都在期待见到他，以至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第二天早晨，大家出门时，她坚持要留在家里。埃莉诺出来后，一心想着伯克利街可能出现的情况。他们回来后，她只朝妹妹瞥了一眼，便知道威洛比没有来第二趟。恰在此时，仆人送来了一封短简，放在了桌子上。给我的吗？玛丽安喊道，急忙抢上前去。不，小姐，是给太太的。可玛丽安硬是不信，马上拿起信来。确实是给詹宁斯太太的，真让人恼火。那你是在等信啦？埃莉诺问道，她再也忍不住了。是的，有一点，但不完全是。稍微停了片刻，埃莉诺说，玛丽安，你不信任我。得了吧，埃莉诺，你还有脸责怪我？你对谁都不信任。我？埃莉诺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玛丽安，我的确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也没有，玛丽安语气强硬地回答道，那么我们的情况是一样的啦，我们都没有什么好说的。你是因为什么也不肯说，我是因为什么也没隐瞒。埃莉诺自己被指责为不坦率，而她又无法消除这种指责，心里很烦恼。在这种情况下，她不知道如何能促使玛丽安坦率一些。詹宁斯太太很快回来了，一接到信便大声读了起来。信是米德尔顿夫人写来的，报告说他们已经在前一天晚上来到康迪特街，请他母亲和2位表姐妹明天晚上做客。约翰爵士因为有事在身，他自己又患了重感冒，不能来伯克利街拜访，邀请被接受了。当应约的时刻临近的时候，虽然是出于对詹宁斯太太通常的礼貌，她们姊妹俩按理说有必要陪她一同前往。不料埃莉诺很难说服妹妹跟着一起去，因为她连威洛比的影子都没见到，自然不愿冒着让他在扑空的危险而去自寻开心。到了晚上，埃莉诺发现人的性情并不会因为环境改变而发生很大变化。因为约翰爵士刚来到城里，就设法聚集了将近20个年轻人，开了一个欢乐的舞会。然而米德尔顿夫人并不同意他这么做。在乡下，没有事先安排而举行舞会是完全可以的，但在伦敦，更重要、更难得的是要赢得一个雅致体面的好名声。如今，为了让几位小姐心满意足，便贸然行动，让人知道米德尔顿夫人开了个小舞会，8、9对舞伴，2把小提琴，只能从餐具柜里拿出点小吃。帕尔默夫妇也来参加舞会。几位女士自进城以来一直没有见到帕尔默先生，因为他总是尽量避免引起他岳母的注意，从不靠近他。女士们进来时，他连点互相认识的表示都没有。他稍微看了他们一眼，从房间另一端朝詹宁斯太太点了点头。玛丽安进门后环顾了一下室内，看这一眼就足够了。他不在场，他坐下来，既不想自找欢乐，又不想讨好他人。聚了大约1个小时之后，帕尔默先生慢慢走向2位达什伍德小姐，说真想不到会在城里见到他们。其实布兰登上校最早是在他家听说他们来到城里的，
而他自己一听说他们要来，还说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我还以为你们都在德文郡呢。他说。真的吗？埃莉诺回答道。你们什么时候回去？我也不知道。就这样，他们的谈话结束了。玛丽安有生以来从没像当晚那样不想跳舞，也从没跳得那样精疲力尽。一回到伯克利街，她就抱怨起来。是哟，詹宁斯太太说，这个原因嘛，我们是一清二楚的。假使来了那个咱们不指名道姓的人，你就一点也不累了。说实在话，我们邀请他，他都不来见你一面，这未免不大像话。邀请，玛丽安喊道。我女儿米德尔顿夫人这样告诉我的。今天早晨，约翰爵士似乎在街上碰见过他。玛丽安没有再说什么，但看起来非常生气。埃莉诺见此情景非常着急，便想设法解除妹妹的痛苦。她决定次日上午给母亲写封信，希望通过唤起她对玛丽安的健康的担忧，来询问她拖延已久的情况。次日早晨吃过早饭，她发现玛丽安又在给威洛比写信，她认为她不会给别人写信，便更加急切地要给母亲写信。大约正午时分，詹宁斯太太有事独自出去了，埃莉诺马上动手写信。此刻玛丽安烦得心不在焉，急得不愿谈话，时而从一个窗户走到另一个窗户，时而坐在炉前垂头沉思。埃莉诺向母亲苦苦请求，讲述了这里发生的全部情况，说明她怀疑威洛比用情不专，恳请她务必尽到做母亲的本分和情义，要求玛丽安说明她和威洛比的真实关系。她刚写好信，传来了敲门声，一听便知道有客人。随即有人传报，来客是布兰登上校。玛丽安早从窗户望见了他，因为什么客人也不想见，便在他进来之前走出房间去。上校看起来神情比以往还要凝重，看见只有埃莉诺一个人，虽然嘴里说很高兴，仿佛有什么要紧事要告诉他似的，但却一声不响地坐了好一阵。埃莉诺确信他有话要说，而且分明和他妹妹有关，便急切地等他开口。他有这样的感觉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此之前，上校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你妹妹今天似乎不舒服，你妹妹似乎不很高兴之类的话，好像他要透露或是打听她的什么特别情况。过了好一阵，他终于打破了沉默，带着几分焦灼不安的语气问他什么时候能恭喜他得到了一个妹夫。埃莉诺没防备他会提出这么个问题，一时又找不到现成的回答，便只好采取简单常见的权宜之计，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强作笑颜地回答，你妹妹和威洛比订婚已是众所周知了。不可能众所周知，埃莉诺回答说，因为他自己家里人还不知道。上校似乎吃了一惊，然后说，请你原谅，我的问题怕是有点唐突无礼。不过既然他们公开通信，我没想到还会有什么秘密可言。人们都在议论他们要结婚了。那怎么可能呢？你是听谁说起的？许多人，有些人你根本不认识，有些人和你关系非常亲密。詹宁斯太太、帕尔默夫人和米德尔顿夫人。不过尽管如此，要不是今天仆人引我进门时，我无意中看见他手里拿着一封给威洛比的信，是你妹妹的笔记，我也许还不敢相信呢，因为心里不愿相信的事情，总会找到一点怀疑的依据。我本来是来问个明白的，但是还没发问，就确信无疑了。难道一切都最后敲定了？难道不可能？可是我没有权利，也没有可能成功。请原谅我，达什伍德小姐。我知道我不该说这么多，不过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办事谨慎，这我完全信得过。告诉我，事情已经100%地敲定了，剩下的问题就是，若有可能的话，争取隐瞒一段时间。
在埃莉诺听来，这一番话公开表白了他对他妹妹的眷恋，因而使他大为感动。他一下子说不出话，即使心情平静之后，心里还思忖了一阵，到底如何回答才好。威洛比和他妹妹之间的真实关系，他自己也是一无所知，勉强解释吧，可能不是说不到点子上，就是说了太多。然而他又确信玛丽安对威洛比的喜爱，无论结局如何，布兰登上校可能是没有希望成功的。与此同时，他还很想保护妹妹的行动不受指责。他经过反复考虑，觉得最明智、最宽厚的做法，还是不管他是否真的了解，真的信以为真，尽量多说点。因此他承认，虽然他从未听他们自己说过他们是什么关系，但是他对他们的相互钟爱并不怀疑，对他们相互通信并不感到惊讶。上校一声不响，聚精会神地听他说着。等他话音一落，他立即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带着激动的语气说道：我祝愿你妹妹万事如意，祝愿威洛比尽力争取配得上她。说完便离开了。埃莉诺从这次谈话中并没有得到安慰，借以减轻她在其他事情上的忐忑不安。相反，布兰登上校的不幸给他留下了一种忧郁感，因为一心等着让事实来证实，他甚至无法希望消除这种忧郁感。第6章。随后3到4天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让埃莉诺感到后悔，她不该向母亲求告，因为威洛比既没有来，也没有寄来信件。那几天快要结束时，他们应米德尔顿夫人邀请去参加一次晚会。詹宁斯太太因为小女儿身体不适，不能前往。玛丽安因为心情太低落，也不太在意打扮。她好像去与不去都无所谓，但她还是决定去，尽管她看起来没有要去的样子，也没有快乐的表情。茶点过后，直到米德尔顿夫人到来之前，她就坐在客厅的壁炉前一动不动。她只是想着她的心事，不知道她的姐姐也在房间里。最后，当她听到米德尔顿夫人在门口等候他们时，她突然站了起来，仿佛忘记了她在等人一样。他们按时到达了目的地，前面的一串马车刚让开路，他们就走下车，走上楼梯。他们听见仆人从每一节楼梯平台上传报着他们的名字。他们走进了一间灯火通明的客厅，里面宾客们挤满了房间，感觉闷热难熬。他们彬彬有礼地向女主人行了一个屈膝礼，然后就走向了众人中间。他们这一来，室内自然显得更热，更拥挤不堪，而他们也只好跟着一起忍受难受。大家少说一些话，无所事事地待了一阵子之后，米德尔顿夫人坐下来玩卡西诺游戏。玛丽安因为没有心情走来走去，幸好又有空椅子，她就和埃莉诺在离牌桌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两人没坐多久，埃莉诺一下子注意到了威洛比。她只见他站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正和一个非常时髦的年轻女子热切地交谈。转眼间，威洛比也看见了他，他马上向他点点头，但并不想和他搭话，也不想靠近玛丽安，尽管他不可能看不见他。随后，他又继续和那位女士交谈。埃莉诺不由自主地转向玛丽安，看着她会不会没有注意到这一切。恰在这一刻，玛丽安先望见了威洛比，心里突然高兴起来，她整个脸都红了。她迫不及待地就想朝他那里跑去，不料被姐姐一把拽住了。天啊！玛丽安惊叫道，他在那里，他在那里！哦，他怎么不看我？我为什么不能和他说话呢？我求你安静一点，埃莉诺叫道，不要把你的心思暴露给在场的每一个人，也许他还没有发现你。可是这句话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在这样的时刻保持安静下来，玛丽安不仅做不到，而且也不想这么做。她焦急不安地坐着，整个脸色都变了。最后，威洛比终于又回过头来，看向了他们两个人。
玛丽安突然站起身，亲昵地喊了一声他的名字，然后就朝着他伸出了手。威洛比走过来，偏偏要和埃莉诺搭话，而不是和玛丽安交谈，好像一心想避开他的目光，决意不注意他的态度似的。他匆匆忙忙地问了达什伍德太太的情况，问起他们来城里多久了。埃莉诺看见他这样说话，一时被搞得心慌意乱，结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他妹妹却一股脑地把心里话都道出来了。她满脸通红，带着万分激动的语气嚷道：天哪，威洛比，你这是什么意思？你难道没收到我的信吗？你难道不想和我握握手吗？恰在这一刻，玛丽安先望见了威洛比。不握手是不可以的，但是触到玛丽安似乎又使他感到痛苦。他抓住她的手只握了一下，在此期间，他显然在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埃莉诺瞧着他的脸色，发现他的神情变得平静了一些。停了一会儿，只听他心平气和地说道：上星期二，我很荣幸地到伯克利街拜访了您。非常遗憾的是，很不凑巧，你们和詹宁斯太太都不在家。我想你们已经看到我的名片了。难道你没收到我的信吗？玛丽安焦急万分地嚷道，这里面肯定出差错了，是极其可怕的差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我，威洛比，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威洛比没有回答，他的脸色变了，又显出了一副局促的样子。但是他一瞧见刚才和他交谈的那个年轻女士的目光，就觉得需要马上控制住自己。他重新恢复了镇静，随后说道：是的，你一番好意寄给我的，通知我你们已经进城的信件，我荣幸地收到了。说罢，微微点点头，急忙转身回到他的朋友跟前。玛丽安的脸色看上去白得吓人，两条腿也站不住，砰的一声坐到椅子上。埃莉诺随时都怕她晕过去，一边挡住她不让别人看见，一边用薰衣草香水给她安定心神。你去找她，埃莉诺。玛丽安一旦能说话，便说道，逼着她到我这里来，告诉她我还要见她，马上有话要对她说。我安不下心来，她没有解释清楚，我一时半刻也安不下心来，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误会。哦，你马上去找她。那怎么行呢？不，我亲爱的玛丽安，你要等一下，这不是解释的地方，等到明天再说吧。他好不容易才拦住妹妹，没有让她亲自去找威洛比，但要劝她不要激动，至少表面上要平静一些，劝她等可以和她私下交谈的时候再谈，效果会更好一些。这一点在玛丽安是做不到的。玛丽安一直在长长的叹气，低声倾诉着内心的悲伤。不一会儿，埃莉诺看到威洛比离开客厅朝楼梯口走去，便告诉玛丽安他已经走了，今晚说什么也和他谈不成了，进一步开导他要镇静。玛丽安当即请求姐姐去求米德尔顿夫人带他们回家，因为她太难过了，1分钟也待不下去啦。第7章。第二天一早，当1月的清晨还寒冷而昏暗时，玛丽安既没有等到女仆生火，也没有等到太阳带来光和热，衣服还没穿好，她就跪在窗边。她借助窗外的一点微光，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奋笔疾书。埃莉诺被她突然的哭声惊醒，才发现她处于这种状态。她紧张地静静地看着她好一会儿，然后用一种非常体贴、非常温柔的语气说道：玛丽安，可以问一下吗？不，埃莉诺，玛丽安回答道，什么都别问，你很快就会明白的。即使是绝望，他说的这话也显得非常镇定。然而好景不长，他话音刚落，立刻又感受到了巨大的悲痛。过了一会儿，他才继续笔耕。
因为一阵阵的失声痛哭，她不得不时常停下笔来。这完全证明了埃莉诺的一个预感：玛丽安一定是在写给威洛比的最后一封信。埃莉诺默默地看着玛丽安，不敢做任何出格的事情。她本想好好的安慰她，不料玛丽安却神经质地苦苦恳求她千万不要和她说话。在这种情况下，两人最好不要待在一起太久。玛丽安因为心神不定，穿好衣服后在房间里一个刻钟都待不住，所以她想自己安静一会儿。于是她避开了别人，在房间周围徘徊，一直到吃早餐为止。吃早餐时，她什么也没吃，甚至连吃的意思都没有。此时这真让埃莉诺感到非常烦恼。不过她不是在劝慰她，也不是在怜悯她，看起来也不像是在完全关注她，而是拼命地想把詹宁斯太太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自己身上。因为这是詹宁斯太太非常喜欢的一顿饭，所以整个过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饭后，大家刚在针线桌前坐好，仆人就递给玛丽安一封信。玛丽安迫不及待地一把夺过，只见她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转眼就跑出了房间。埃莉诺一看到这种情景，仿佛看到了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一样，就知道这封信一定是威洛比写来的。顿时，她心里涌起一股厌恶感，难受的几乎连头都抬不起来了。她坐在那里，身体直颤，生怕自己难以逃脱詹宁斯太太的注意。谁知那位好心的太太只看到了玛丽安收到了威洛比的一封信，这在她看来又是一个绝妙的笑话，因此她就开起了玩笑。只听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她希望这封信能让玛丽安感到非常满意，因为她正忙着为织地毯量绒线，她根本没有注意到埃莉诺那副伤心的样子。等玛丽安跑出去后，她就安然自得地继续说话了。说实在的，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哪个年轻女人这么痴心相恋的。我的女儿可比不上她，不过她们过去也够傻的。说起玛丽安小姐，她可真是大变样了。我从心底里希望威洛比别让她等得太久了。看到她面带病容，可怜巴巴的，真叫人伤心。请问，他们什么时候办喜事呢？埃莉诺虽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懒散地说话，但面对这种挑衅，她又不得不回敬一下。于是她强颜欢笑地回答道：太太，您真这么一说，心里就相信我妹妹和威洛比先生订婚了呢。我原以为您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您问得这么一本正经，问题似乎就不那么简单了。因此，我要劝告您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我跟您说实话吧，听说他们两人要结婚，没有什么话比这更让我吃惊的了。真丢脸，真丢脸啊，达什伍德小姐，您居然说得出口。他们从一见面就开始亲热的打得火热，难道我们大家不知道他们要结婚吗？难道我在德文郡没见到他们天天从早到晚黏在一起？难道我不知道您妹妹特意进城来置办婚服？行了行了，别来这一套。您自己很神秘，就以为别人没有头脑，但是我可以告诉您，根本不是这回事儿。其实这件事早就闹得满城风雨了。我是逢人就说的，夏洛特也是这样。的确，太太，埃莉诺非常严肃地说道，您搞错了，您到处散播这个消息，实在是太不厚道了。虽然您现在不会相信我的话，您将来总会发现自己实在不厚道。詹宁斯太太又哈哈一笑，可是埃莉诺已经没有心思再费口舌了。她急切地想知道威洛比写了些什么内容，便匆匆忙忙地赶回了自己的房间。打开门一看，只见玛丽安直挺挺地趴在床上，伤心地哭得不成声，手里抓着一封信，身旁还放着2、3封。埃莉诺走到她面前，但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她坐到床上，抓住妹妹的手，亲热地吻了几下，随即失声痛哭起来。
那种伤心的劲儿，起初简直不亚于玛丽安。玛丽安虽然说不出话，但似乎觉得姐姐的举动非常深情，于是两人一起发出了悲泣声，持续了一阵。之后，她便把几封信都递到埃莉诺手中，然后用手帕捂住脸，悲痛得差一点就要尖叫起来。埃莉诺看到她如此悲痛，实在令人震惊，知道这里面一定有原因，便在一旁守望着，直到这场极度的悲痛稍微平息下去。随即，他急忙打开威洛比的信，读了起来。邦德街，1月。亲爱的小姐，适才有幸接到来函，为此请允许我向您致以诚挚的谢意。我颇感不安地发现，我昨晚的行为没有完全令您满意。虽然我不知道在哪一点上不幸地冒犯了您，但还是恳请您原谅。我敢保证那纯属无意。每当我想起先前与尊府在德文郡的交往，心头不禁浮现出感激和欢悦的情绪，因此便不顾自己的能力，以为即使我在行动上出了点差错，或者引起了点误会，也不会破坏这份友谊。我对你们全家充满了真诚的敬意，但是倘若不幸让您认为我抱有别的想法或者别的意思的话，那我只好责备自己在表达这份敬意时不够谨慎。您只要了解以下情况，就会知道我不可能还有别的意思。我早就和别人定了情，而且我认为不出几个星期，我们就将完婚。我不胜遗憾地奉命寄回我荣幸收到的会书和赠予我的那绺头发。您的谦卑恭顺的仆人，约翰·威洛比。可以想象，达什伍德小姐读到这样一封信，一定会义愤填膺。虽然她在读之前就知道，这几乎一定是威洛比不专一的一种自白，证明了他们俩将永远无法在一起，但是她不知道该如何接受这样的语言。她也无法想象威洛比怎么能如此寡廉鲜耻，如此不顾绅士的体面，竟然寄来如此无耻、如此恶毒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既想解除婚约，又不表达任何歉意，也不承认自己背信弃义，还坚决否认自己有过任何特殊的感情。在这封信里，字字句句都是谗言恶语，表明写信人已经深深地陷入了邪恶的泥坑而无法自拔。埃莉诺又气又惊地沉思了一阵，接着又读了几遍，每读一遍就更加痛恨威洛比，因为对他太过深恶痛绝了。他甚至不敢开口说话，生怕说出不好的话会让玛丽安更加伤心。在他看来，他们解除婚约对妹妹并没有任何坏处，而是使她逃脱了一场最不幸、最可怕的灾难，逃脱了和一个无耻之徒的终身相伴。这真是真正的得救，实属万幸。埃莉诺一心都在考虑那封信的内容，考虑写信人的卑鄙无耻，甚至可能在考虑另一个人的另一种心肠。这个人原本与这件事没有关系，但他只是主观上把这个人和刚才发生的一切联系到了一起。想着想着，他忘记了妹妹目前的痛苦，忘记了膝上还放着3封信没有看，完全忘记了自己在房间里待了多长时间。恰在这时，他听见一辆马车开到门前，于是起身走到窗边，看看是谁不近人情的来得这么早。一看是詹宁斯太太的马车，他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主人直到1点钟才吩咐套车的。他现在虽然无法安慰玛丽安，但他还是不想抛下她不管，于是他赶紧跑出去向詹宁斯太太禀报，因为妹妹身体不舒服，自己只好失陪了。詹宁斯太太正好在兴头上，非常关心玛丽安的情况，便欣然同意了。埃莉诺把她送走后，又回去照看玛丽安，只见她撑着身体想从床上爬起来，因为长时间没有进食和睡眠，她感觉晕乎乎的，差一点就要摔到地板上。幸亏埃莉诺及时赶上去扶住了她。多少天来，她白日不思茶饭，夜晚睡不好觉，现在心里一旦失去了原来的焦灼不安的期待，顿时感到头痛和胃的虚弱，整个神经都非常脆弱不堪。埃莉诺立刻给她倒了一杯葡萄酒，
他喝下去感觉好受了些。最后，他总算对埃莉诺的一片好心领了点情，说道：可怜的埃莉诺，我把你连累得好苦啊。我只希望，姐姐回答道，我能有什么办法可以安慰安慰你呢？这话和别的话一样，实在让玛丽安无法忍受。她心里强忍着极大的痛苦，只能发出一声悲叹：哦，埃莉诺，我好苦啊。说罢又哭得不成声。埃莉诺看到她如此悲戚，再也无法保持镇静了。玛丽安，你若是不想把自己和所有爱你的人都折磨死的话，她大声说道，就请你克制一下。想想母亲，你在受痛苦的时候，也要想想她的痛苦。为了她，你必须控制住自己。我做不到，我做不到，玛丽安喊道。我要是惹你烦恼了，就请你离开我，离开我。你尽管离开我，痛恨我，忘记我，但是不要这么折磨我。哼，自己没有伤心事，说起克制来当然轻巧。活泼开心的埃莉诺，你是无法知道我有多么痛苦的。你居然说我快乐吗，玛丽安？唉，你若是知道就好了。我眼看着你这么悲痛，你倒认为我是快乐的。请原谅我，请原谅我，玛丽安说着，把手臂搂住了姐姐的脖子。我知道你为我伤心，我知道你心肠好，不过你还是你，一定是快乐的。爱德华爱你什么事情？哦，什么事情能抵消掉这样的幸福呢？很多很多情况。埃莉诺郑重其事地说。不不不，玛丽安大喊道，他爱你，而且只爱你一个人，你不可能有什么痛苦。看到你弄成这副样子，我不可能有什么快乐。你永远也看不到我变成另外一副样子，我的痛苦无论怎样也无法解除。你不能这么说，玛丽安。你难道没有可以感到安慰的事情吗？没有朋友吗？你的损失就那么大，连安慰的余地都没有吗？尽管你现在感到很痛苦，可是你想想看，假使你后来才发现他的为人，假使你们订婚好几个月以后才提出退婚，那你会遭受多大的痛苦？你要是不幸地每多接近他一天，你就感到这打击越发可怕。订婚！玛丽安大喊道，我们没有订婚呀。没有订婚？没有，他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卑鄙无耻，他没有对我背信弃义。但他对你说过他爱你吧？是的，不，绝对没有。他每天都带着这个意思，但是从来没有明说。有时我以为他说了，其实他从来没有说过。但你给他写过信吧？是的，事情到了那个地步，难道写信也有错吗？不过我也没法说啦。埃莉诺没有再说话。此时，那3封信比先前引起了他的更大兴趣，于是他马上把信的内容匆匆看了一遍。第一封信是他妹妹刚进城时写给威洛比的，内容如下：伯克利街1月。威洛比，你收到这封信会感到十分惊奇。我想，你若是知道我在城里，可能还不只是惊奇呢。有机会来这里，虽然和詹宁斯太太一起来的，对我们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力。我希望你能及时收到此信，今晚就来到这里。不过我想你未必能来。无论如何，我明天等你。再见。马达。第2封信是参加了米德尔顿家的舞会后的第2天上午写的，内容如下：前天没有见到你，我说不出有多么失望。还有，我1个多星期前写给你一封信，至今没有收到回音，
也让我感到惊讶。我一天到晚不停地期待你的来信，更期待见到你。请你尽快再来一趟，解释一下为什么叫我空盼一场。你下次最好来得早一点，因为我们通常在1点钟以前出去。昨晚米德尔顿夫人家举行了舞会，我们都去参加了。我听说你也受到了邀请，但这可能吗？如果情况果真如此，而你又没去，那自从我们分手以来，你可是判若两人了。不过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希望立即得到你的亲自保证，情况并非如此。马达。玛丽安最后一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威洛比，你叫我怎么想象你昨晚的举动呢？我再次要求你做出解释。我本来准备和你高高兴兴、亲亲热热地见上一面，因为我们久别重逢自然会产生一种喜悦感，而我们在巴顿的亲密关系似乎理所当然地会带来一种亲切感。不想我遭到了冷落，我痛苦了1个晚上，总想为你那简直是侮辱性的行为寻找个理由。虽然我尚未为你找到合乎情理的辩解之词，我倒很想听听你自己的辩护。也许你在关系到我的什么事情上听到了什么误传，或是上了别有用心的人的当，从而降低了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我将为能消除你的疑虑而感到满足。的确，假如我不得不把你想得很坏的话，我是会非常痛苦的。不过，如果我真需要这样做，如果我真知道你已经不像我们迄今想象的那样，你对我们大家的关心只是一片虚情假意，你对我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欺骗我，那你就趁早实说。现在，我心里正处于一种十分可怕的犹豫不决的状态。我希望宣告你是无辜的，然而不管是哪种情况，只要说个确实，都会减轻我目前的痛苦。如果你的感情起了变化，就请你退还我的信件和你保存的我那绺头发。埃莉诺简直不敢相信，对这些写得这么情意绵绵、推心置腹的信，威洛比竟然做出了这样的答复。但是他对威洛比的责怪并没有让他忽略玛丽安的尸体桶，因为这些信根本就不该写。他默默地沉思着，让他感到痛心的是，玛丽安竟然这样冒失地向人家诉说衷肠，白白地给人家提供了把柄，结果受到了事实的无情嘲弄。正在这时，玛丽安发现埃莉诺读完了信，便对他说，这些信其实也没什么，任何人处在同样情况下都会这么写的。我自以为和他是正经订了婚的，他补充道，就像受到了极其严格的法律条款的约束一样。这我相信，埃莉诺说道，但不幸的是，他却不这样以为。埃莉诺，他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他有好几个星期都是这么想的。我知道他是这么想的，不管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只有什么人对我施展了最恶毒的诡计，才会使他变成这样。他一度对我是多亲有多亲，就说那绺头发吧，他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想当初可是向我苦苦哀求讨去的。你当时如果见到他那副神态，听听他那个腔调，那就好了。你有没有忘记我们一起在巴顿的最后一个晚上，还有分手的那天早上？他对我说，我们还要过好几个星期才能再见面，他那个悲伤劲呀，我怎么能忘得了？他一下子再也说不出来了。等这阵激动过去后，便带着更坚定的口气补充说道，埃莉诺，我受到了无情的虐待，但不是让威洛比造成的。亲爱的玛丽安，不是他又是谁呢？他能受谁的唆使呢？受天下所有人的唆使，而不是凭他自己的心愿。我宁愿相信我所认识的所有人串通起来诋毁了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也不相信他本身会这么残忍。他信里提到的那个女人，不管她是谁，总而言之，除了亲爱的你、母亲和爱德华以外，
任何人都会冷酷无情地说我的坏话。除了你们3个人以外，天下人中我哪个不能怀疑其心术不正，偏偏去怀疑威洛比，而我又那么了解他的心。埃莉诺不想争辩，只是回答道：亲爱的妹妹，不管什么人会这么可恶地与你为敌，你就坚信自己清白无辜，一片好心，摆出一副高姿态让他们瞧瞧，让他们想幸灾乐祸也乐不成。这是一种符合情理的、值得称赞的自豪感，可以抵抗邪恶的攻击。不，玛丽安大喊道，像我这样痛苦是没有自豪感的。我不在乎谁知道我在痛苦，天下人谁见到我这副样子都可以幸灾乐祸。埃莉诺，没有遭受什么痛苦的人都可以感到骄傲，感到自豪，还可以不受侮辱，甚至以牙还牙，但是我不行。我是一定要感到痛苦的。人们得知后愿意高兴就尽管高兴去吧。可是看在母亲和我的份上，我愿意多为你们着想。不过要我在悲痛的时候装出高兴的样子，谁会这样要求呢？两人又陷入了沉默。埃莉诺若有所思地从炉前踱到窗边，又从窗边踱回炉前。她既没有感受到火炉的温暖，也没有注意到窗外的景色。玛丽安坐在床角，头靠在床架杆上，伸手又拿起威洛比的信，战战兢兢地把每句话又读了一遍，然后惊叫道：太不像话了！威洛比呀，威洛比，这难道是你写的信？狠心啊，狠心！你说什么也逃脱不了这个罪责。埃莉诺，他说什么也逃脱不了。他不管听到了有关我的什么坏话，他难道不该先画个问号吗？他难道不该告诉我，给我一个洗刷自己的机会吗？你馈赠给我的那绺头发，读信里的话，这是无法原谅的。威洛比，你写这话的时候，良心在哪里？哼！真是蛮横无理。埃莉诺，他有道理吗？不，玛丽安，绝对没有。再说这个女人，谁知道她施展了什么诡计，预谋了多长时间，精心策划到何种程度？她是谁呢？她能是谁呢？在她认识的女人中，我听她谈过，谁又年轻又迷人呢？没人，他对我只谈论我自己呀。又是一阵沉默，玛丽安激动不已，最后这样说道：埃莉诺，我要回家，我要去安慰母亲。难道我们不能明天就走吗？明天，玛丽安。是的，我为什么要待在这儿呢？我来这儿只是为了威洛比，现在谁还关心我？谁还喜欢我？明天就走是办不到的。詹宁斯太太待我们这么好，我们对她要有礼貌，即使按照常理，也不能这么匆匆忙忙地走掉啊。那好，也许可以宽限1-2天，但是我不能在这儿久留，我不能待在这儿，任凭这些人问这问那，说长道短。米德尔顿夫妇、帕尔默夫妇，我岂能忍受他们的怜悯？米德尔顿夫人那种女人的怜悯，她会怎么说啊？埃莉诺劝她再躺下，她果真躺了一会儿，但是怎么个躺法都感到不舒服，只觉得心里烦躁不安，身上疼痛不止，不由得一个劲儿地辗转反侧。后来越来越歇斯底里了。姐姐眼看她在床上待不住了，一度担心需要喊人来，谁知最后好说歹说，她服了几滴薰衣草药水，倒很有效果。从那时起到詹宁斯太太回来，她一直安静地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第8章。詹宁斯太太一回家，就立刻来到她和玛丽安的房间。她轻轻敲了敲门，不等听到回声，便推开门走了进去，脸上流露着真切的关切神情。
你好吗，亲爱的？他带着一种非常同情的语气对玛丽安问道。不料玛丽安只是把脸转开，没有理他。他怎么样了，达什伍德小姐？可怜的女孩，她脸色看起来非常不好。这也难怪，唉，这件事一点儿也不假。威洛比马上就要结婚了，真是没出息的家伙，真叫人无法忍受。泰勒太太半个钟头前告诉我的，而她又是从格雷小姐一位好朋友那里听说的，不然我肯定不会相信。我简直快要气得昏了。唉，我说，我只能这样说，如果这事是真的，那他简直是可恶透顶的亏待了与我相识的一位小姐。我真心希望他老婆能把他的心神搅得不宁。亲爱的，你尽管放心，我要永远这么说。我不知道男人还有这么胡作非为的。我若是再见到他，非得狠狠训他一顿不可。这许多天来倒是让他松了口气。不过玛丽安小姐有一点是令人感到宽慰的，天下值得追求的年轻人不止她一个，就凭着你那张漂亮的脸蛋，爱慕你的人绝对少不了。好了，可怜的女孩，我不再打扰她了，最好让她马上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然后这件事就算解决了。你知道，帕里夫妇和桑德森夫妇幸好今晚要来，可以让玛丽安高兴一下。他说完便扭过身，垫着脚尖走出了房间，好像他的年轻朋友一听到声音就会更加痛苦似的。出乎姐姐的意料，玛丽安竟然要和大家一起吃饭。埃莉诺劝她不要这样做，但是她不肯，坚持要下楼去。她完全可以忍受，大家也好少围着她忙来忙去。埃莉诺看到她暂时能控制住自己，不由得感到高兴。虽然他觉得在饭桌上他很难圆满的开始，但他还是没有出声。趁着玛丽安还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尽心尽力地给她整理好衣服，打算等下面有人叫时，就扶着她走进餐厅。到了餐厅，虽然他看上去非常沮丧，但是他吃的比姐姐想象的要多，而且也镇静得多。如果他开口说说话，或者对詹宁斯太太那些本意很好但时机不当的殷勤款待稍微敏感一点的话，他就不可能保持镇定。谁知他嘴里没有吐出一个字，而且因为心不在焉，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察觉。詹宁斯太太的一片好心，虽然常常表现得令人感到烦恼，有时简直荒谬可笑，但是埃莉诺还是比较公平的。她多次向詹宁斯太太表示感谢，显得礼貌非常周到，这是妹妹绝对做不到的。再说，她们姐妹俩这位好朋友发现玛丽安愁眉苦脸的，觉得她理所当然地要帮助她减轻痛苦，因此她就像长辈对待自己的掌上明珠一样，在孩子回家度假的最后一天，一个劲地娇惯溺爱着她。她要把玛丽安安排在炉火前最好的位置，要用家里各种美味的食物诱她吃饱吃好，要用当天的所有新闻逗她喜笑颜开。埃莉诺若不是看到妹妹脸色不太好，不敢嬉笑的话，她真要被詹宁斯太太逗乐了。她竟然想用五花八门的蜜饯、橄榄以及温暖的火炉来治疗情场失意的创伤。不料她反复的这样做，终于被玛丽安察觉了意图，于是她再也待不下去了。她急忙哀叹了一声，向姐姐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她不要跟着她走，然后便站起身来，匆匆地走出房间。可怜的女孩，玛丽安一走出去，詹宁斯太太便大声喊了起来，看到她真是让我伤心啊，真没想到她连酒也没喝完就走了，还有那樱桃脯也没吃完，天哪，好像什么东西都不合她的胃口。我敢说，假使我知道她爱吃什么东西，我一定派人跑遍全城去找。唉，有人竟然如此亏待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真是不可思议。不过在一方有的是钱，另一方钱很少的情况下，愿上帝保佑，人们也就不在乎这些东西了。这么说来，那位小姐，我想你管她叫格雷小姐，很有钱了。
5万镑啊，亲爱的，你见过她吗？听说是一位风流时髦的小姐，但是并不漂亮。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她的姑妈比迪亨肖，她嫁给了一个大财主，她一家人都跟着发了财。5万镑，据大家说，这笔钱来得很及时，因为据说威洛比破产了。这也难怪，谁叫他乘着马车，带着猎犬东奔西颠的。唉，说这些有什么用？不过一个年轻小伙子，不管他是什么人，既然向一位漂亮的姑娘求了爱，而且答应娶她，不能仅仅因为自己越来越穷，有一位阔小姐愿意嫁给他，就突然变了主意。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什么不卖掉马，出租房子，辞退用人，马上来个彻底的改过自新呢？我向你保证，玛丽安小姐本来会愿意等到情况有所好转的，不过没有用。如今的年轻人什么时候也不会放弃追求享乐的。你知道格雷小姐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吗？是不是说她挺温顺的？我从没听说她有什么不好。的确，我几乎从没听见有人提起她。只是今天早晨听泰勒夫人说，华克小姐有一天向她暗示，她认为埃利森夫妇很愿意把格雷小姐嫁出去，因为她和埃利森夫人总是合不来。埃利森夫妇是什么人？她的保护人呀，亲爱的。不过她现在成年了，可以自己选择了。她已经做出了一个奇妙的选择。对了，詹宁斯太太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你可怜的妹妹回自己房间了，想必是一个人伤心去了。我们大家就想不出个办法安慰安慰她。可怜的好孩子，让她孤单的一个人待着，这似乎太冷酷无情了。对了，过一会儿要来几个客人，可能会让她高兴一点。我们玩什么呢？我知道她讨厌惠斯特，不过难道没有一种她喜欢的打法吗？亲爱的太太，你大可不必费这个心。玛丽安今晚绝不会再离开她的房间。如果可能的话，我倒要劝她早点上床睡觉，她实在需要休息。啊，我看那对她最好不过了。夜宵吃什么让她自己选，吃好就去睡觉。天哪，难怪她这1-2个星期总是神色不好，垂头丧气的。我想她这些日子一直在挂念着这件事儿。谁能想到今天接到一封信，事情就都解决了。可怜的女孩，我若是早知道的话，绝不会拿她开玩笑。可你知道，这样的事我怎么能猜到呢？我还一心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封普通的情书呢。而且你也知道，年轻人总喜欢别人开开他们的玩笑。天哪！约翰爵士和我的2个女儿听到这个消息，会有多么担心啊！我若是有点头脑的话，刚才在回家的路上该到康迪特街去一趟，给他们捎个信儿。不过我明天会见到他们的。我相信帕尔默夫人和约翰爵士用不着你提醒，也会留意别在我妹妹面前提起威洛比先生，或者拐弯抹角地提起这件事。他们都是善良的人，知道在他面前露出知情的样子会让他多么痛苦。还有一点，您这位亲爱的太太不难相信，别人在这件事上对我谈得越少，我心里就会越不难受。哦，天哪！我当然相信，你听见别人谈论这件事，一定非常难过。至于你妹妹吗？我敢肯定，我绝对不会向她提起这件事儿。你都看见了，我整个晚饭期间只字未提呀。约翰爵士和我2个女儿也不会唐突地提起，因为他们心都很细，很会体贴人，特别是当我向他们暗示的话，那更不成问题。当然我是一定要暗示的。就我来说，我想这种事情说得越少越好，遗忘得也越快。你知道，说来说去有什么好处呢？对这件事谈来谈去只有坏处，坏处之大，也许超过许多同类事件。因为看在每个当事人的份上，有些情况是不适合公开发表的。我必须替威洛比先生说这么一句公道话，
他与我妹妹没有明确订婚，所以解除婚约就没关系了。啊，天哪！你别装模作样的替他辩护啦。好一个没有明确订婚，谁不知道他带着你妹妹把艾伦汉宅地都逛遍了，还把他们以后要住哪些房间都说定了。埃莉诺看在妹妹的面上，不好继续纠缠这件事，况且看在威洛比的面上，他认为也没有必要再纠缠下去，因为他如果硬要争个是非，玛丽安固然会大受其害，威洛比也将得不到好处。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詹宁斯太太毕竟是个热情的人，突然又嚷嚷起来：好啦，亲爱的，这里倒真是用得上恶风不进恶，此失而彼得这句俗语，因为布兰登上校就要从中得到好处了。他最终会得到它啦。是的，他会得到它的。你听我说，到了夏至，他们不结婚才怪呢。天哪！上校听到这消息会多么开心啊！我希望他今晚就来。他与你妹妹绝对更匹配。1年2000镑，既没有债务，也没有牵累，只是确实有个小私生女。对了，我把她给忘了。不过花不了几个钱，就能让她去当学徒，这样来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可以告诉你，德拉福是个好地方，完全像我说的那样，是个老式的好地方，条件舒适，设施便利，四周都围着园墙，大花园里种植着乡下最优良的果树，有个角落长着一棵很棒的桑树。天哪！我和夏洛特就去过那儿一次，可把肚子撑坏了。此外还有一座鸽棚，几口可爱的鱼塘和一条很美的河流。总之，只要人们想要得到的，应有尽有。何况又靠近教堂，离公路只有1/4英里，什么时候都不会觉得单调无聊，因为屋后有一个老紫杉木凉亭，只要往里面坐一坐，来往的车辆一览无余。哦，真是个好地方。就在村庄不远的地方住着个屠户，距离牧师公馆只有1箭之地。依我看，准比巴顿庄园强上1000倍。在巴顿庄园买肉要跑3英里路，没有一家邻居比你母亲再近的了。好啦，我要尽快给上校打气。你知道，羊肩肉味道好，吃着这一块就忘了前一块。我们只要能让他忘记威洛比就好啦。啊，太太，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埃莉诺说道，以后有没有布兰登上校都好办。说罢便站起身去找玛丽安了。不出他的预料，玛丽安就在房间里闷闷不乐地坐在奄奄一息的炉火前，直到埃莉诺进来为止，室内就只有微弱的光亮。你最好离开我，做姐姐的就听她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要是上床睡觉，埃莉诺说道，我就离开你。但是玛丽安实在是悲痛难忍，凭着一时的任性，先是拒绝答应。然而经不住姐姐苦口婆心地好言相劝，她很快又乖乖地顺从了。埃莉诺看到她把疼痛的脑袋枕到枕头上，真像她希望的那样，要安安稳稳地休息一下，便走出了房间。她随后来到客厅，过不一会儿，詹宁斯太太也来了，手里端着一只酒杯，斟得满满的。那是康斯坦雪 Constantia 农场生产的一种葡萄酒，来自南非开普敦附近的康斯坦雪。亲爱的，他说着走了进来，我刚刚想起来，我家里还有点人们所品尝到的最好的康斯坦雪陈酒，就给你妹妹带来一杯。我那可怜的丈夫，他多么喜欢这酒啊！他那胆酸痛风症的老毛病一发作，就说天下没有什么东西比这老酒对他更有效。快端给你妹妹吧。亲爱的太太，埃莉诺回答道，听说这酒可以治疗如此截然不同的疾病，不由得微微一笑。你真是太好了。但我刚才来的时候，玛丽安已经上床了，差不多都睡着了。我想对她最有益的还是睡眠。你要是允许的话，
这酒就让我喝了吧。詹宁斯太太虽然懊悔自己没有早来5分钟，但是对这个折中办法倒也满意。埃莉诺咕嘟咕嘟地喝掉大半杯，一边在心里想着，虽然这酒对胆酸痛风症的疗效目前对他来说不重要，不过他既然能治好失恋的心灵创伤，让他试用和让他妹妹试用岂不是一样有意义的？正当大家用茶的时候，布兰登上校进来了。根据他在室内东张西望寻找玛丽安的神态，埃莉诺立刻断定他既不期待也不希望见到他。总而言之，他已经知道了他缺席的原因。詹宁斯太太不是这么想的，因为一见到他走进门，他就走到对面埃莉诺主持的茶桌前，悄声说道：“你看，上校看起来和以往一样沉重，他还一点不知道呢，快告诉他吧，亲爱的。”随后不久，上校拉出一把椅子挨着埃莉诺坐下，然后便询问起了玛丽安的情况。他的神情更使他确信，他已经掌握了确切的消息。玛丽安情况不太好，埃莉诺说道，她一整天都不舒服，我们劝她睡觉去了。那么，也许，上校吞吞吐吐地说，我今天早晨听到的消息是真实的，我起初不敢相信，看来可能真有其事。你听到什么了？听说有个男子，我有理由认为，简单来说，有个人，我早就知道他订婚了。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若是已经知道了，而且你必定是知道的，就用不着我再说了。你的意思是说，埃莉诺故意装出镇定的样子回答，威洛比先生要与格雷小姐结婚吧？是的，这我们确实知道。今天似乎是个真相大白的日子，因为直到今天上午我们才知道这件事。威洛比先生真是高深莫测。你是在哪里听说的？在帕尔梅尔街一家文具店里，我到那儿有事。有2个女士正在等马车，其中一个向另一个叙述起这桩计划中的婚事。听声音并不怕别人听到，因此我可以听得一字不漏。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一次又一次提到威洛比的名字，约翰·威洛比。接着他非常肯定地说，他与格雷小姐的婚事已经最终确定了，不需要再保守秘密了，甚至不出几周就要办喜事，还具体地谈到了许多准备情况和其他事情。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它有助于进一步辨别那个人。婚礼结束后，他们就计划去库姆大厦，也就是威洛比在萨默塞特郡的宅邸。真叫我吃惊啊！不过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我在文具店里待到他们离开，当场打听，才知道那个藏不住话的是埃莉森太太。后来又听人说，那是格雷小姐的保护人的名字。是这样，你是不是也听说格雷小姐有5万镑？如果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解释的话，这或许就是一个。这有可能，不过威洛比可能，至少我认为。上校稍微停顿了片刻，然后用一种似乎缺乏自信的语气补充说，再说你妹妹她怎么？她非常痛苦，我只能希望痛苦的时间相对短一些。她一直到现在悲痛极了，我想直到昨天，她还从未怀疑过威洛比的感情，甚至现在，也许不过，我倒几乎确信，她从未真正爱过他。她一向很不老实，从某些事情上看，她似乎心肠挺冷酷。哎，布兰登上校说道，确实如此。可是你妹妹不，我想你说过她不像你这样认为的吧？你了解她的脾气，完全可以相信，要是可能的话，她现在还急着为威洛比辩护呢。上校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茶具被收走了，牌桌也安排妥当，他们就不再谈论这个话题了。詹宁斯太太本来一直在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们2个交谈，心想着只要达什伍德小姐一开口，布兰登上校马上就会笑逐颜开，就像一个人进入青年时期，充满了希望和幸福一样。
不料他惊奇地发现，上校整个晚上比往常还要不苟言笑，心事重重。